我父亲是大权首富，身为独女的我生来就受尽宠爱，却在大婚日沦为笑柄。夫君牵着白月光拜堂，肩挑两房，我奋力抗争，婆母却当众摁着我的脑袋，逼我问命，甚至榨干我的千万两嫁妆。我最后被毒酒穿肠，扔去乱葬岗。我一闭眼，却重生，回到了结婚当天。请新娘子下轿。云峥走出轿门，死死盯着他年轻时的世子夫君。下轿还需要3请4请，拜什么臭架子？云家的家教可想而知。云峥浑身一颤，这是成亲那日江文州说的第一句话，一模一样。我云家的家教怎么了？还请世子严明说。你怎么敢的？商贾之女小家子气，上不了台面。那侯府为什么还上门求娶？是侯府堕落了，还是世子你娶不到门当户对的妻室，还是你身体有缺陷？云峥怎么敢说出羞辱侯府的话？好大的胆子！我这就教你什么是3从4德，什么是以夫为天。他伸手想将云峥拖过来，给他一个下马威，而云峥早有准备，闪身躲开了。居然重生回成亲当日，2台花轿同时落地时，好，太好了，这一世我要逆天改命。他心中有了主意，故意凑过去，压低声音：你急了，看来是被我说中心事。呆，堂堂平西侯世子只能娶一个商贾之女为妻，谁让我云家有金山银山呢？向银子低头并不丢人，等我嫁进侯府，你多哄哄我，我一开心就愿意给你打赏。打赏绝对是羞辱，姜文州从未见过如此恶劣的女子，不禁气得浑身发抖。想进侯府的门没有那么容易，信不信我将你退回去？世子，你确定要将我退回去吗？是。谁知云峥在4周宾客面前擦了擦眼睛，眼含热泪，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可怜模样。诸位，平西侯世子公然质疑我云家的教养，还没有进门就殴打我，还扬言要将花轿退回去。在此，我请大家见证，不是我云家不义，而是世子羞辱我云家在先，这婚不结也罢。来人，将嫁妆拉回去，我们打道回府。这话一出，宾客们惊呆了。平西侯世子看着风度翩翩，是京城赫赫有名的青年才俊，怎么做事这么不地道？云峥，你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我若不娶你，这世上没人敢娶你，你这辈子只能孤独终老。比起孤独终老，我更怕被吃绝户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每一个字清亮无比，清清楚楚地传到宾客的耳朵里。原来平西侯府打着吃绝户的主意啊，好阴险！这不是明摆着看上人家的银子吗？否则为何向一个商贾之女提亲？云峥转身快步离开，就在他即将踏出街口时，拦下他！一道高大的身影走过来，正是平西侯姜振。父亲，您不知道他有多恶劣。他住口！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？3书6礼都已经走完，她就是你的妻，你要尊重她，爱护她。别看平西侯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，其实他才是整桩事件的策划者。真儿，我代文州给你赔个不是，这孩子年轻气盛，但没有坏心，他昨晚还满怀憧憬的等着迎娶你过门呢。是吗？文州，是我一时冲动，还请原谅我这一回，我保证会好好待你。真儿，你可消气了，若还不满意，我让文州跪下来赔罪。姜文州做事要下跪，父子俩一唱一和，把云峥架了起来。古代哪有夫君跪妻子的，倒反天罡了。侯爷说笑了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跪天跪地跪君王跪祖宗，岂能跪一介女子？我就知道你是最深明大义的，能娶到你是平西侯府的福气。文州，牵你妻子进去拜堂成亲。且慢！姜文州走向另一台花轿，众目睽睽之下牵出一个美丽女子。这是我的妻室，叶家以真。什么意思？你要同时娶妻纳妾？这妾不能穿大红嫁衣吧？各位，今日不仅仅是我成亲，还是肩挑两房带兄长迎娶的大喜日子。众所周知，我兄长去世时还没有成亲，没有留下子嗣，家中长辈始终耿耿于怀，所以由我肩挑两房，同时为兄长娶妻，为兄长延续香火。肩挑也不是不行，有潜力可循，但你家没有提前知会，忽然搞这么一出，这就是欺负人。云小姐，你深明大义，一定能理解并且支持的，对吧？我能理解。太好了，以后你们就是妯娌，长嫂如母，你要好好照顾珍珍，不能让她受半点委屈。我在此先谢过嫂嫂了。两人一口一声嫂嫂，当众将名分定了下来。云峥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带来万贯家财供他们享乐的垫脚石。世子，你再怎么怨恨父母，也不能当众咒父母去死，你这般良保着实让人心惊。你胡说什么？父母尚在，哪来的长嫂如母？哪天你母亲去世，长嫂才有资格行使母亲职责。世子，你的品行不行啊！姜文州脸色铁青，一时不知该怎么辩解。嫂子，我家夫君嘴笨，不会说话，我代他向你赔个不是，以后我们夫妻还请你多多照顾。你是哪家的小姐？有婚书吗？当然有。他先手一伸，丫鬟将一纸婚书送上。云峥打开一看，不但不生气，反而笑了。
秦大人，你是礼部侍郎，请问按大齐律，男子可以娶几房妻室？本朝律只有一房。云峥从怀里拿出一张婚书，连同叶一真的婚书送过去。您看这2张婚书，一张是我和平西侯世子的婚书，时间为1年前，而这一张是叶小姐和平西侯世子的婚书，时间为半年前。平西侯府公然违抗大齐律，置朝廷律法为无物，这是要造反呢，还是不将皇上放在眼里？不远处，一辆马车在几名骑士的簇拥下徐徐驰过。停下，去探探。是9000岁。结婚当日，夫君却带着他白月光一起拜堂，气得我当从举报他平西侯府要谋反，只因为当朝法律不允许一夫多妻。没有，这绝对没有。平西侯府对皇上忠心耿耿，天地可见。嘴上表忠心，行动又是另一回事，就知道糊弄皇上。云氏，你闭嘴！云峥前世被害的那么惨，怎么可能放过他们？叶小姐，你好惨啊！好好的一个女儿家被骗婚，清白尽毁，着实可怜。我建议你告御状，请皇上为你做主。你要相信我们的君父，他一定会为你做主的。云姐姐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一床锦被盖过去。我们已经是侯府的媳妇，要处处以侯府为重。这么说，你是先知道的？你们叶家就这么贪图权势，连最起码的人伦和法度都不顾了？不会是穷疯了吧？对了，你们叶家给了多少嫁妆？我们云家陪嫁有1600台，价值1000万两银子呢。他这么直接将话挑明，把平西侯父子气坏了。动不动就提银子，一身的市侩，上不了台面，我都羞于跟你这种人为伍。叶家表妹品行高贵，识大体，比你强上100倍。叶家表妹是10年前来京投奔侯府的那个孤女，听说你当时一身破衣，身无分文。我明白了，你没嫁妆，没有资格成为侯府世子唯一的妻，但你们爱得轰轰烈烈，难舍难分，那就找个有银子的倒霉蛋给你们填坑呗。他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按理说这些消息瞒得很严，不可能泄露出去。他还知道什么？一想到那个秘密，叶一真心惊肉跳，紧张的直冒汗。这么一来，银子有了，你们有情人也终成眷属，只有我这个倒霉蛋成了你们可歌可泣爱情的垫脚石。花着我们云家的银子，又嫌我们云家的银子脏臭，还嫌我碍了你们的眼，你们就干干净净高贵了，识大体了。我承认在算计人心方面，你们确实比我强上100倍1000倍，多谢你们让我认清了人性。他揭开了叶一真不堪的老底，也将平西侯府的算计明明白白地摆在台面上。云峥，你这是胡搅蛮缠，像你这种浑身铜锈味的人，怎么懂得两情相悦的珍贵？对，你懂，你最懂了。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这么爱，为什么还要向我们云家提亲？既当女婊子，又要贞洁牌坊，什么都想要。你以为自己是坐拥天下的皇上吗？多照照镜子，你配吗？云氏，你先闭嘴，这事由我做主。是媒婆弄错了，叶氏嫁的是我的长子姜文周，云氏嫁的是我的次子姜文周。来人，去将衙门备案的婚书修正。云峥这个贱人，为什么要害我？为什么不能乖乖的认命？为什么不肯当我的垫脚石？今日的耻辱，我会100倍1000倍的奉还。平西侯做完这一切，看向礼部侍郎，秦大人，您看如此处置可妥当？吉时已到，拜堂成亲。文周，将你的妻室和长嫂牵进去。只要走进这扇大门，一切都由我说了算。敢这么当众打侯府的脸，那就休怪我无情。姜文周心中极为不悦，但他不敢违背父亲的意思，勉为其难的去拉云峥。且慢，他太清楚，一旦走进去就没有了生路，所以他要放大招了。都如了你的意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您是户部侍郎季大人。是。季大人，听闻最近边关一族又有动静，我愿将1半的嫁妆捐给朝廷，以充粮草之用。好，太好了。不远处，马车内的男人眉眼微挑。这就是云家的独女，凭一己之力对抗勋贵，每一步都是精心算计，步步为营。这一招太绝了，光明正大的将计划摆出来，明知是陷阱却无法破解，这是顶级阳谋，有点意思。云峥，你如今是我平西侯府的人，一言一行都需要经过家中长辈的同意，你擅自做主，眼中还有长辈吗？我父亲虽然是一介商贾，却常说只有国家安稳，百姓们才能安居乐业，商贩才能安心做生意。他常教育我位卑不忘，忠君爱国，我片刻不敢忘。我就是奇怪，平西侯府是朝廷勋贵，按理说识君禄为君分忧，你府上不但不肯为君分忧，怎么还阻止别人忠君爱国？他字字是淬了毒的案件，这是踩着平西侯府为云家夺上一层金边。你误会了，周儿是提醒你一句，有事先请示一下家中长辈，这是规矩。我支持这一决定，我们平西侯府世代忠君爱国，天地可见。云氏，你如此懂事识大体，我深感欣慰，不愧是我们姜家人。那太好了，3日后我就带人过来接收，请侯府做好准备。侯爷，您就等着陛下的旨意吧。
等一下，还请季大人代我转奏皇上。云家不求名不求利，只求大齐千秋万代，江山永固，能为国出力，为君分忧是我们云家的荣幸，所以请不用给我奖赏。云小姐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转告皇上，你巾帼不让须眉，有你这样的臣民是大齐的福分。世子刚才说我是商贾之女，上不了台面，所以我想求陛下赐下2名宫中老嬷嬷，教教我规矩，让我早日融入这个圈子。陛下若愿成全，那将是民女一生中最值得炫耀的事。吾皇皇恩浩荡，恩泽天下。这是交易，他捐一半嫁妆，宫中护他的安全。我这就奏请皇上，我想皇上是圣明之君，一定会满足你这小小的心愿。多谢季大人。这一局云峥 vs 平西侯父子，后者完败。这仅仅是一个开始。到了拜堂时，姜文周却忽然开口：“等一下，长幼有序，我先带长兄跟仪真拜堂成亲。”那要委屈云峥妹妹了。应该的，她是弟媳，应该事事忍让，处处以长嫂为先，这是礼仪规矩。这2人时时刻刻想压云峥一头，恨不得将人踩在脚底下，还故意逼迫。云峥，你说呢？我就想知道，你带你长兄成亲，那你睡你嫂子吗？你粗鄙，你没有教养，你不知羞。睡还是不睡？住口！云氏，你进了侯府的门，就得守侯府的规矩。侯府媳妇要3从4德，事事听从夫君的话。夫君是你的天，维护夫家的体面，明白了吗？你谁呀？我是你婆婆，平西侯府的当家主母。她的口碑在贵妇圈中极好，但只有云峥知道，在她温婉的笑容下藏着一颗恶毒无比的心。侯夫人的脸绿了，这些年好不容易模糊掉她继妻的身份，却被云峥一语道破。不要耽误吉时了，周儿，你先跟叶氏拜堂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大家纷纷送上祝福，气氛极为喜庆和乐。接下来是2房的婚礼，世子、云氏2位请走到喜堂前拜堂成亲。父亲，我身体不适，就让下人抱着公鸡带我成亲吧。胡闹，公鸡来了。一名小厮抱着公鸡冲进来，刚才还生龙活虎的姜文周身体摇摇欲坠，一副快要晕过去的样子。父亲，我站不住了，实在无法拜堂成亲。夫君，周儿最近忙着筹备婚礼，又忙着当差，身体难免不适。平西侯沉默了，这也是一种态度。云氏，你知书达理，一定能体谅的吧？当然能。好，我没有挑错人，你果然是个懂事乖巧的好媳妇。铁头，你抱着公鸡走过来跟云氏拜堂。云峥对着所有人微微一笑，慢悠悠地抚着额头。哎呦，我头晕，站不住了，大夫，快传大夫。姜文周演的假，他更假，他很自然地走到高堂的位置坐了下来。我云氏女娇生惯养，身娇肉贵，一受刺激就头晕，侯府都是体面人，一定能体谅吧？云氏，你别太过分了，以后的日子是不想过了。你这是威胁吗？是想要我的命？哎呀，我好怕啊！请各位做个见证，我若忽然暴毙，那就……云氏，别口无遮拦，别忘了你是云家女，你的父母家人尚在。云峥是死过一回的人，早就豁出去了。我若忽然暴毙，另一半嫁妆就送给9000岁睿亲王殿下。平西侯眼前一黑，脸上血色全失，嘴唇直哆嗦。要命！怎么把这位煞星扯进来了？9000岁是皇上最疼爱的亲弟，本朝唯一的亲王，可以说是权势滔天。为什么是9000岁？只有他能护住我的家人。若是9000岁开恩，能查一查我的死因，那我在9泉之下也会感恩。平西侯脑袋一片空白，云峥的2个决定生生毁了他几年的筹谋。若暴毙，就将嫁妆送给本王。是的，主子。他就这么笃定本王会为了银子出手。云氏女，你哪是玉石俱焚，分明是引本王入局。本王倒要看看你究竟想要做什么。你这个混账东西，瞧你干的什么破事！好好的一场婚礼被你搅得天翻地覆，还不快去跟真儿赔个不是？若他不肯原谅你，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。云峥，我错了，脑子一时发热犯了糊涂，我向你赔礼道歉，请你原谅我这一回。不得不说，这对父子能屈能伸，是干大事的。这可不是第一次了，让我怎么相信你是真心道歉？这词都不走心，来来回回就这么2句。姜文周心中暗恨，腿一弯，做事要跪。我给你跪下。云峥没有拒绝，而姜文周却将在当场不上不下的。万万不可！云峥，姜哥哥是你的夫君，你怎么能让他当众难堪？这侯府什么时候轮到姓叶的做主了？难不成侯府已经改姓叶了？侯夫人眉头一皱，使了个眼色，身边的老嬷嬷上前2巴掌下去，叶一真被打懵了。她一个破落户出身的女人，就知道争风吃醋，上不了台面。云峥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她可是侯府长嫂，照你们侯府的规矩，我可不敢。云峥，我劝你适可而止，这日子长着呢。
又威胁我，我一害怕就会失控。这么热闹，大家齐刷刷地看向门口，随后像是受了极大的惊恐，齐齐朝后退了几步。只见一群人簇拥着轮椅上的男人站在门口。9千岁，见过瑞亲王殿下，千岁。厉无恙环视四周，目光所到之处，众臣莫不低头，不敢跟他对视。这是活阎王，一出手就是雷霆一击，非死即残。起来吧，9千岁，不知您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听说侯府公然违反朝廷法度，挑战皇权，没有的事，都是谣言。9千岁，您被人耍了。不好，9千岁怎么可能有错？被耍这种话万万不能提。闭嘴！平西侯，你养了一个好儿子，就你聪明，就你机灵。9千岁面前哪里轮到你一个小辈插嘴？没规矩的东西，罚你跪3日祠堂。9千岁，小儿被他娘宠坏了，年纪小不懂事，请您恕罪。厉无恙不开口，平西侯的巴掌就不敢停。姜文周脸都被打肿了。夫君，孩子不懂事就慢慢教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平西侯，本王记得你还有3个庶子。我错了，请9千岁责罚。殿下，千错万错都是小夫人和弟妹的错，世子是无辜的，要罚就罚我们俩吧。他每一个姿态，每一个眼神都是精心算计好的，最能打动男人的铁石心肠。你耍心眼就算了，还非要拉上我当垫脚石。我没错，你展现自己善良贤惠的一面来吸引男人们的注意，我可不参与，太掉价。弟妹，你冤枉我了，我没有，我心里眼里只有江哥哥一人。你这般轻浮，是哪家青楼的继子？我不是，哈哈哈！云峥笑得很张扬，很开心，这可把叶怡真气得够呛。我们是一家人，看到我受辱，你就这么开心？你好恶毒！谁跟一个继子是一家人？丢人！云峥，行了，都别闹了。9千岁，这是我夫人的外甥女，从小养在我们膝盖下，是个聪明乖巧的小姑娘，如今是我长子的妻室。你长子真可怜。对啊，活着没被善待，死了兄弟睡自己妻子，头顶绿油油，啧，好惨啊，死不瞑目。自古以来，奸颠都是允许、被认可的。9千岁，您能来是我们平西侯府的荣幸，还请您喝一杯喜酒再走。来人，婚礼继续。平西侯一言不发，这是默许了。这老狐狸永远这样，有事妻子上，恶名都由妻子担，他躲在后面掌控大局。出了事，一句轻飘飘的无知妇孺一笔带过，夫妻俩真是绝配。姜文周心不甘情不愿的上前，当着9千岁的面，怎么也不敢乱来。不行，不能我一个人丢脸。他眼珠乱转，忽然尖叫一声：“姜哥哥，我不舒服，浑身疼。”他眼睛一闭，身体倒了下去。姜文周扑上去，一把抱住心爱的女人。珍珍，你不能有事，我这就带你去找大夫。他抱起叶怡珍往外冲，动作之快，谁都来不及阻止。9千岁还在呢，你们就这么跑了，不拜堂了？世子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，不宜为官。平西侯夫妻如五雷轰顶，这是要绝了姜文周入朝为官的路子。侯府是勋贵，但没有实权的侯府，只是一个空架子。9千岁，小儿将姜文周从进宫侍卫名单中剔除，永不录用。去把那个镊子拖回来，快去！看仇人倒霉，云峥心中畅快极了，对9千岁多了几分好感。云家女见过9千岁。云峥，听说你要将另一半嫁妆送给本王。是，请稍等。他让人拿来文房四宝，写下一封遗书，明明白白的写着，若他忽然暴毙，就将另一半嫁妆送给9千岁。这是文书，这是嫁妆清单。若我哪天暴毙，请9千岁拿着这2样东西前来接收嫁妆。你就不怕本王动了坏心思，为了霸占这一笔巨款，派人暗杀你？不会，你是心思坦荡之人。其实前世今生，他们都有渊源。厉无恙是他的脸诗人。你这马屁拍得不行，求9千岁开恩。厉无恙看着他讨喜的笑脸，随手扯下腰间的玉珏扔过去。遇到难处，可拿此物来王府求助，只此一次。谢王爷，您会有好报的。就在此时，外面传来姜文周惊惶不安的声音：“父亲，珍珍危在旦夕，有什么事以后再说。母亲，您打我。”就算叶一真今日死了，你也得跟云峥拜堂成亲。珍儿，吉时耽误不得，拜堂成亲吧。我向你保证，你才是平西侯府唯一的世子夫人。叶一真只是长房长嫂，是一个摆设。你嫁进来后就能执掌中馈，家里上上下下都听你的。世子这么为难，不如这婚事就此作罢吧。你进了侯府的大门，已经是侯府的人，这婚事板上钉钉，无人能更改。除非是双方都愿意退婚，否则就算皇上也不能插手。
行吧，不过我身体不适，行动不便，就让我的丫鬟抱着母鸡跟世子拜堂成亲吧。云正，你欺人太甚，你怎么敢这么羞辱我？你怎么对我的，我就怎么对你，很公平，不是吗？什么公平？我是男人，是你的夫君，是你的天，你得顺着敬着。要不婚约取消？你9000岁，您看，你儿子能让小厮抱公鸡拜堂，云小姐怎么就不能让丫鬟抱母鸡拜堂？做人要公平些，别总是仗势欺人。哦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喜堂前，丫鬟抱着一只母鸡，站在姜文周身边，一拜天地，姜文周，二拜高堂。姜文周不得不弯下高贵的头颅，手心都掐出血了。这是他一生最羞辱的时刻。堂堂平西侯世子被逼跟一只母鸡拜堂成亲，都怪你！我发誓，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，以报今日之耻。云峥不闪不避，嘴角露出一抹嘲讽的弧度。废物，孬种！居然敢嘲笑我！我要杀了他！这一切全落入厉无恙眼中，嘴角勾起一丝淡笑，充满了戏谑和玩味。这漫长无趣的人生，终于遇到一个有趣鲜活的人。都如推波助澜一下，把东边3间房收拾出来，今晚我要住。小姐，这洞房花烛夜，这样不好吧？要不跟世子商量一下？不用，动作快点，我累了，要休息了。陪房们忙着收拾嫁妆和屋子，4个贴身丫鬟围在云峥身边，端水送茶。云峥坐在椅子上，喝着最顶级的血燕窝，吃着香甜的八珍糕，这才是人生。前世她嫁进侯府的10年，嫁妆被夺，下人被遣散，身边只剩下一个春花侍候，主仆俩吃不饱穿不暖，受尽了磨难。这辈子她是一点苦都不想吃。侯府也太不尊重人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景小明娶亲呢。春华，别胡说，如今小姐成了世子夫人，身份尊贵，跨越了好几个阶层，云家以后也跟着沾光，我们要心存感恩。小姐，恕奴婢胆斗多说一句，您今日行事太过了，怎么能不给夫家面子？夫贵妻荣，世子好，您才能好。若是以往，云峥只当他是一心护主，可这会儿眼中满是冷意。前世春兰杯主爬了姜文周的床，闹开后，云峥倒了大霉，万夫所指，都骂他心机重，自己拴不住男人就指使丫鬟爬床。关键时刻，春兰还供认不讳，口口声声说是云峥安排的，听上去有几分道理。世子和夫家不待见，你以后可怎么办呢？听奴婢一句劝，伏低做小，想办法讨好世子和公婆。怎么讨好？我们云家最不差的就是银子，多送点银子给他们，不过要注意方式，不能直接送，不体面。奴婢愿为您分忧，帮您四处送银子，讨好各位主子，只求换您能在侯府顺利立足。嘴上说是为了云峥着想，其实是打着小算盘。哼，来人，张嘴！小姐，奴婢到底哪里说错了？奴婢不服。不服？你一个小小的奴婢居然质问主子，看来是我待你们太好了，好到你们看不清自己的身份。春兰脸色一白，浑身发抖，这才清醒了几分。小姐，我是为了您好啊，绝无二心。为主子做主的奴婢，我可不敢要。别忘了，你的卖身契在我手里，随时能发卖。小姐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情同姐妹。说什么鬼话？我们是买来侍候小姐的，是奴婢。你过了几年好日子，不会把自己当成主子吧？小姐，宫中来人了。开门，快开门！世子回来洞房了。不见开门，姜文周恼羞成怒，在外面破口大骂：世子喝多了，倒些洗脚水，让他醒醒酒。您考虑清楚了吗？世道多艰，对女子更是苛刻。其实没必要闹得这么僵，先虚与委蛇，等有了孩子，去父留子，再将孩子扶起来，继承平西侯的爵位。去吧。院外姜文周气得暴跳如雷，又是怒骂，又是踢门，就在此时门开了。现在开门有什么用？晚了，本世子绝不会跟你这种伤骨之女同床共枕，我嫌你一身铜锈味。一盆水泼过来，姜文周被泼了个正着。云峥，你死定了。到了第2天，侯夫人派来了丫鬟梅儿。少夫人，宗亲们都来了，都在等您，夫人请您马上过去。知道了。对了，厨房怎么不送早膳？我们上上下下都饿着肚子等呢。估计厨房太忙，疏忽了。您先过去请安吧，大家都在等您。我一饿就头晕眼花，走不动路。两人都心知肚明，侯府故意卡春小院，不给他们吃喝，还让云峥饿着肚子去认亲。这所谓的认亲宴，恐怕是鸿门宴。此时下人端着金丝燕窝粥和一盘白露绿蜜糕上来。怎么跟以往的不一样？大小姐，我们食材不够，院中也没有锅灶，临时用小红炉做的点心。在前院搭一间厨房，需要什么列个清单出来，让二牛去采购。是。少夫人，这万万不可，我们侯府没有这样的规矩，就算是夫人的正院也没有开小厨房，您身为媳妇，断没有越过婆婆的道理。
规矩是用来打破的。从今日起，我的话就是规矩。少夫人，食不言，寝不语，这规矩懂吗？梅儿闭嘴了，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云峥慢吞吞地喝燕窝粥，一喝就是半个时辰。少夫人，求您可怜可怜奴婢吧。行了，走吧。云峥，你姗姗来迟，目无尊长，罚你跪祠堂。来人，押他过去。云峥站着不动，冷眼看着扑过来的奴婢们。谁敢放肆？你是什么人？怎么敢如此放肆？还不快退下！本官是坤宁宫的掌事嬷嬷，存五品。侯夫人是2品诰命，品级在季嬷嬷之上，但季嬷嬷出自宫中，身后有帝后夫妻。季嬷嬷，本夫人要管教儿媳妇，还请让开。侯夫人，你糊涂啊！虽然拜了堂，但没有认亲，没有去祠堂祭拜，也没有上族谱，这流程还没有走完。云大小姐还不算真正的侯府少夫人，侯夫人一开口就让人跪祠堂，于理不合，于情不服。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猪油蒙了心，老糊涂了；不知道的以为你蓄意打击报复，心胸狭窄。云峥一个晚上就将宫中老嬷嬷收为己用，好生厉害。行了，先认亲。侯夫人眼珠一转，有了新主意。按照规矩，珍儿是长房长媳，你先来。叶宜真上前敬茶，现场一片和乐融融，大家不约而同地猛夸叶宜真，故意冷落云峥，当他不存在。云氏，该你敬茶了。侯爷，喝茶。跪下。侯爷恕罪，你们侯府太过苛刻，不给我吃早膳，我肚的前胸贴后背，眼前一阵阵发黑，没法跪。少吃一顿不会死的，给我跪。云峥身体晃了晃，慢悠悠地倒下。春华一把扶住了他。不好了，侯府杀人了！我家小姐若有个3长2短，我就去告御状，告平西侯府逼死儿媳，草菅人命。胡闹，荒唐至极！季嬷嬷，你都看到了吧？是云氏胡搅蛮缠，耍无赖，还请在帝后面前实话实说。我亲眼看到你们平西侯觊觎儿媳嫁岗，以强凌弱，以大欺小。你瞎了，分明是他。世子，本以为你是个好的，没想到你不修口的，没有气度，欺负一个弱女子，使世人瞎了眼。季嬷嬷，你被云氏收买了，你信不信？我这就是进宫跟皇后说道。侯夫人，皇宫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，皇后睿智，不会偏听偏谢，更不会成为你手中的刀。不愧是深宫出来的，说话不出一个脏字，但直击要害。够了，都好好说话。云峥，你身体不好就不用跪来跪去，把茶端来，我喝。平西侯痛快地接过茶杯，喝了一口，也给了一个红包。但轮到侯夫人时，云峥将递过去，侯夫人做事接过茶杯，手微动，把热茶倒向云峥的脸，而云峥早有准备，用力将姜文粥拉到面前。云峥，你还想不想上我们姜家的族谱了？不上就不上，你们侯府千万别求着我上，我会看不起你们的。你做梦！平西侯发现场面又失控了，赶紧拉回来。行了，祠堂则即日再开，到时一起上族谱。文州，你一个大男人破了点皮，鬼哭狼嚎的，丢不丢人？认亲时，云峥送的礼物让所有人大失所望。男的清一色是文房四宝，女的清一色是帕子，都不值钱。你就送这？你可是堂堂首富之女，出手这么寒酸，不怕丢了云家的脸吗？我本来准备了丰厚的礼物，不过季嬷嬷说，身为弟媳，不好越过长嫂，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。这不，嫂子送什么，我就跟着送什么，绝不越线。侯爷，我做的对吗？对，做得很好。二嫂，我想要钱真阁的那套龙凤呈祥翡翠头面，你拿来送我当吉吉礼物。这是平西侯夫妻所出的唯一嫡女，只有云峥知道她有多贪婪。不行哦，那是我家的镇店之宝，概不出售。你实在喜欢，让你娘照着花样子打一套呗。侯府又不差钱，堂堂侯府千金，张口就跟人要上万的东西，不合适，没规矩，传出去不好听。不是我不给，而是为了你好，你能理解吧？二嫂，宝翠斋那几张画生张大家的画，不知能否借我鉴赏几日？能哦，若有所损毁，让你赔吧。我不好意思，不让你赔吧，我心里过不去，忍不住出去说道几句，到时你的名声坏了，怪谁呢？我们是一家人，谈钱多庸俗。不谈钱，谈感情吗？我没有吗？你一个小叔子跟我谈感情，疯了吗？你不会有什么变态的癖好吧？仪真、阿征，你们进了侯府的门，就该挑起侯府的责任。你们婆母身体向来不好，这次操办婚事又累着了，需要静养，以后家中之事你们帮着分担一下。云峥，我本想让你主持中会，但你说要跟长嫂学，凡事不能越过她，那管家大权就交给你嫂子，你没意见吗？没有。弟妹，以后若有怠慢之处，还请多多包涵。
好说，反正怠慢我会闹的。要不你跟我一起主持钟馗，我对京中各府的人脉关系了如指掌，就由我负责对外交际和人情往来，而你就负责管好侯府内务。就这么决定了，以真主外，云峥主内，这是令牌。云峥你拿去，从今日起，家里的吃喝拉撒都归你管了。大家脸上都挂着笑，已经憧憬云峥这个冤大头接下烂摊子，将嫁妆填进去，他们就能吃香喝辣的了。赶紧拿去啊！咦，这干嘛呀？当然是管家。我什么时候答应过管家？你是侯府的媳妇，应该为侯府分忧。能者多劳，长嫂来吧。我就喜欢混吃等死，笑死了，连下人月钱都发不出来的侯府，有什么好贪图的？季嬷嬷，宫中何时来人？3日之后。那在之前把嫁妆理出来，该折成银子的，得提前处理好。侯爷，我要先回家一趟，这些事情要跟我父母通个气，请他们配合一下，我没办法一个人完成。你是心腹，3日后才能回门。不过你若是接手钟馗，随时能出门。您没大病吧？你咒我？那是府上有问题，难道是穷的揭不开锅了，需要我拿嫁妆填窟窿？大家闻声色变。自古以来，女人的嫁妆只会传给自己的儿女，夫家要是用了，会被瞧不起的。我们是百年侯府，几代人积累下来的财富富可敌国，不差钱。我们这种勋贵人家，怎么可能用媳妇的嫁妆？你多心了。侯爷大气，我本来还想着一家人，钱财方面能帮则帮，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。放心，我绝对不会用银子来玷污各位的高贵情操。众人脸色都白了，感觉错过了100万两银子。时间不早了，别耽误了朝廷大事，到时交不上银子，被怀疑侯府舍不得银子，才故意阻扰，那就太冤枉了。温州，你送真儿回娘家一趟，对岳父母要恭恭敬敬的。夫人为亲家准备一份厚礼，给足真儿体面。那太好了，多谢侯爷。侯爷英明，不愧是皇上最宠爱的臣子。平西侯看着云峥远去的身影，面色一寸寸的阴沉下来。当进则进，当退则退，变脸如翻书，比我想象中还要难对付，还要有城府。夫君，他软硬不吃，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很多人盯着，我们在这风口浪尖忍一忍，等风头过了，世人淡忘了，再来处理他。世子，你亲自送我回去，我父母一定很高兴，脸上有光，到时也让邻居们看看侯门世子的风采。姜文州本就不情不愿，一听这话心里更不舒服。想让我帮你做脸面，做梦！哼，讨厌我又如何？不想娶我又如何？照样得乖乖送我回娘家，让你干嘛就干嘛。你呀，不过是你父亲手中的牵线木偶，骄傲什么呀？哼，你自己回去。碍手碍眼的家伙总算被气走了，接下来可以暗中搞事情了。爹娘，不孝女回来了。别哭了，当心身体。爹，我没吃亏，侯府没占到什么便宜。真儿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云峥没有隐瞒，把所有事情说了出来。可恶，平西侯府这是故意骗婚，实在欺人太甚。岂止是骗婚，是想吃绝户。唉，侯府势大，我们只是一介商贾，哪是他们的对手？怎么才能保护真儿？真儿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打算重新出山，将云家发扬光大，让云家成为人人觊觎的宝物。到时我们争取当皇上。父亲，我昨晚做了一个噩梦，梦里他没说是前世，而是假借梦境将前世的遭遇说了一遍。真儿，你早就青出蓝而胜于蓝，为父相信你的判断，就照你的意思办吧，我们全力支持你。这是家主印章，凭此物可以号令云家名下所有商号，还能前往各大钱庄支取银子。世人皆知云展鹏是大旗首富，却不知云峥才是将云家推到巅峰的幕后操盘人。我好后悔，当初不该被侯府的权势迷住了眼，答应了侯府的提亲，应该坚持招赘的。我们家早就被盯上了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在滔天的权势面前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父女相视一眼，眼中俱充满了不甘和野心。离开云家时，云峥身边多了10名精壮家丁。程师傅，去黄觉寺。女施主，我们寺里的厢房已经被人订光了，下次请早。这是我们的香火钱。啊，差点忘了，还有一个雅院空着。女施主，请跟我来。明日叶怡真会在这里救下一个身份特殊的孩子，鬼医唯一的孙子。叶怡真得了这样的机缘，治好了几个贵人的病，得了贵人的垂青，从而平步青云。不管如何，都要阻止叶怡真得到这份机缘。他越想越亢奋，推开窗子透透气，却发现一道黑影正翻隔壁的墙。云大小姐，大晚上的不睡觉，盯着男人看，不好吧？您大晚上的乱跑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睡着了，我睡着了。他一步步走向床榻，恨不得立马晕死过去。郑重，
你刚成亲，深夜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来烧香，祈求佛祖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，无灾无难。你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还信这个？那个老天爷，救救我吧！我不想被灭口。你若死了，你那一半的嫁妆就归我。不是别人，正是瑞亲王厉无恙。丫的，说好的摊子呢？世人皆知，瑞亲王前几年意外受伤瘫痪了，皇上痛心疾首，还加封了9000岁安抚他。可他看到瑞亲王大半夜的在皇爵寺翻墙，要命了！这是欺君大罪，我不求佛祖，求您，行吗？殿下，我很有用的。厉无恙看着眼前的女子，明明很害怕，却强撑着为自己争取一条活路。你怎么一眼就认出了我？我过目不忘，读过一遍的书，时隔多年也不会忘，更何况您龙章凤姿，仪表出众，鹤立鸡群，让人印象深刻。说说，你一个女子能有什么用？我能点石成金，是理财高手。这3年来，云家的生意在我手里翻了几番，我可以帮您挣钱，挣很多很多的钱，让你一辈子都花不完。你才是云家真正的主事人。这是云家家主印章，云家继承人云峥拜见主子。你找一个摊子当主子，算是找错了人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你可以帮我干掉平西侯府。怎么不是求把情敌干掉，不指望跟世子琴瑟和鸣了？平西侯只能换人，不可能干掉。开国皇帝曾经允诺平西侯府与国同休妻，而且侯府有免死的丹书铁券。同国同休妻，丹书铁券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你不知道的多了，你还想把侯府干掉吗？想，统统干掉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是宠。虽千万人，吾往矣，九死而不悔，请9000岁助我。本王最恨背叛，主不疑，臣不弃。别忘了你今晚说的话，否则抄家灭族。过几日，本王给你送一个舞弊。谢9000岁，他居然护短，我好像抱对了大腿。到了第2天，云峥来到大殿时，已经挤满了人，都在争抢第一炷香。他更是在人群里看到了那2道身影。叶宜真靠在姜文周怀里，姜哥哥，我们能抢到第一炷香吗？我想求菩萨保佑我们白头到老，永不分离。一定能。世子，僧人要1000两银子。我们侯府的令牌没用。有用，但僧人说别人愿出5000两，看在我们侯府的份上，只需1000两。钱就知道钱。要不算了吧，我们侯府花了不少钱办婚礼，暂且缓缓。为了你，花再多的钱也是值得的，不就是1000两吗？不贵。他摸了摸口袋，只有500两，这是他最后的私房钱。我今日没多带银子，你们几个也凑一凑，到时再还你们。姜文周和叶宜真共同上了第一炷香，这才退了出来，却不知云峥悄无声息地尾随在他们身后。他只知道叶宜真有机缘，却不知那个男孩在哪里。而云峥不知道的是，隐在树上的厉无恙正看着他的背影。虽然他改头换面，穿了一身男装，但厉无恙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。就在此时，一道身影冲向叶宜真，跟他撞了个满怀。来了，来了！此时他神色慌乱，撞了人也不停下，四处疯狂逃窜。把这臭小子抓起来！几个下人上前，很快就把孩子拎起来。你们这些坏蛋，放开我！放开！姜哥哥，他只是一个小孩子，放了他吧。不行，我今日非教训他一顿。别这样，会吓坏小孩子的。就在此时，一个中年男人冲了过来，紧张看着姜文周手里的孩子。公子，我家孩子还小，不懂事，我向你赔罪，请把孩子还给我。父亲态度非常好，姜文周也不好揪着不放，将孩子递过去。谁知刚才还拼命挣扎的孩子紧紧抱着姜文周的脖子，死活不肯松手。我不是你家的孩子，我不认识你。俊儿，爹不是不让你吃窝丝糖，是你吃太多了，对牙口不好。你再生气也不能不认自己的亲爹。俊儿，跟爹回家。你是坏人，是拐子，我不认，你不是我爹。中年男人眉头一皱，强行将孩子抱过来。你这孩子太不懂事了，对不住，打扰各位了。他抱着孩子转身就走，大家纷纷让开一条道。且慢，你说这孩子是你家的，你怎么能证明？我们是亲生的，还要怎么证明？姐姐，救救我！这真的是拐子，我被他拐来的。他叫我一声姐姐，这事我就管定了。除非你能证明这孩子是你亲生的，否则休想将孩子带走。他叫将军，今年7岁。我们是蓟县人，来京城寻亲未果，特来皇觉寺烧香拜佛，祈求平安。这孩子一路哭闹，我打了他一下，他就闹个不停，都怪我平时太惯着他。他长得憨厚老实，一身锦袍，干干净净，让人心生好感。这孩子太不懂事，就是打的手了。就是别太疼爱了，该管教时还得管。哦，是的，他说谎，他是拐卖孩子的坏人，你们不要相信他。你这孩子太伤我的心了。他抱着孩子往外走，
脚步极为快速。这是迷药的味道，不对，这男人有问题，难道这孩子就是诡异的孙子？等一下，这位夫人，您还有什么事吗？你不是孩子的父亲，你是拐子。你胡说什么？让开！你是京城口音，孩子是南方口音，所以你们根本不是亲父子。男人闻声色变，扭头就跑。哎呦喂，真的是拐子，快救孩子！云峥看着这一场闹剧，不动声色地靠近。您好生聪明，正义又善良，不知是哪家的夫人？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？看到不公之事挺身而出，是我该做的。这是我们平西侯府的大少夫人。原来是侯门少夫人，还这么谦虚，太让人佩服了。过誉了，过誉了。另一边，拐子被看客围殴，大家最恨这些拐子，不知害了多少人家。就在一片混乱时，云峥抓住时机，眼明手快，一把抢过孩子，飞奔离开。哈哈哈，截胡成功，开心。等叶一真应酬完关卷，一回头，瞬间脸色大变。孩子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快去找，一定要找回来。现在安全了，你赶紧走吧。你不是拐子同伙吗？你叫姐姐的那个女人才是拐子同伙，小家伙，你上当了。不可能，他是好人，他还救了我。云峥看着这个小家伙，前世他就是叶一真手里的刀，专替他干脏活，最后还被灭口了。今日这一出是他安排的，当众英勇救人，既刷了善良贤惠的美名，又得到你家人的好感，让你家人为他卖命。你啊，就是他达到目的的利用工具。他怎么可能知道我的家人是谁？他知道，我也知道啊。你爷爷就是赫赫有名的鬼医，而你是鬼医唯一的孙子，也是唯一的家人。只要拿捏住你，你爷爷就得乖乖给他当孙子，让他下毒就下毒，让杀人就杀人。不行，不可以。少废话，你赶紧去找你爷爷吧。你明明是女的，为什么要扮成男人？你为什么帮我？哼，我跟他有仇，一旦他得了你爷爷这个助力，我就得死，所以我必须得搞破坏。这理由无懈可击。小男孩认真思索了半天。谢谢。云峥看着小男孩奔跑的背影，目光悠远笃定。果然没过多久，小男孩就急急地跑回来了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封寺了，前后门都被封了，任何人都不得进出，都在找我，我不敢出去。他是官府的人。他是平西侯府的大少夫人叶一真。侯府的人？那你呢？平西侯府的二少夫人，云家商号的大小姐云峥。那你们是一家人啊？为什么斗得你死我活？跟你说说昨日发生的事吧。他说的波澜起伏，将那对男女的无耻做派说得淋漓尽致，把小孩的情绪都带起来了。你好惨啊，遇到一对奸夫淫妇，还想谋财害命，好贱，弄死他们。这小孩骂得比他脏，那你愿不愿意帮我，或者说帮你自己？怎么帮？当众拆穿他的真面目，不能让你爷爷和世人被他欺骗，也杜绝他再将魔爪伸向你们祖孙俩，永绝后患。那你怎么保证我的安全？哟，小屁孩还挺聪明的，我能救你一次，就能救你第二次。我能相信你吗？给你1万两银票。你可以不信我的人品，但可以永远相信银子。说的好有道理，小男孩就这么被说服了。走，干死他们！他是真的喜欢拿钱砸人，偏偏他说的好真诚，让人生不出反感，忽然有点期待接下来的发展了。此时的叶一真亲自带着下人四处寻找。怎么还找不到人？按理说我们第一时间封锁寺庙，贼人应该还在寺里，都找过了吗？都找过，还有几个雅院没找。雅院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包下来的，谁敢去搜？不想活了。他看着天色，这都中午了，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。江哥哥，万一歹徒偷偷躲进雅院，不小心伤到贵人，就是我的罪过了。明明是想搜院子，到他嘴里就是替贵人们担心。我亲自走一趟，跟各位贵人打声招呼。两人带着手下去敲各个雅院的门，姜文周不搜，而是让他们自搜，不会伤了他们的体面。说到底是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，又让他和叶一真收获了一波好感。而枫叶林的雅院内，云峥叫了一桌子素菜，小男孩坐在云峥对面，大快朵颐，吃的小脸颊鼓鼓的。他早就饿坏了，吃什么都香。慢慢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吃饱喝足，春华送上冰糖燕窝当饭后甜点。这个好好喝。他2、3下就把燕窝喝完了，满足的摸摸肚子。我叫安康。一听这话，云峥就知道暂时得到了他的信任。你怎么联系你爷爷？需要我帮忙吗？开门，快开门！我是平西侯府世子，有事相告。他们来了，你先去屋里去泡壶好茶，上些干果茶点。姜文周敲了半天，门一直没有开。怎么一直不开门？拐子不会躲在里面吧？这是谁家包下的？就在此时，院门开了。谁呀？春华，怎么是你？你家小姐呢？
姜文周迫不及待推门而入，他一眼就看到坐在树下喝茶的云峥。云峥，果然是你！你一晚上没回侯府，居然躲在寺庙偷情。全场一片哗然。偷情？跟谁？好刺激！最喜欢这种绯闻了。弟妹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？怎么对得起世子？你让侯府的脸面往哪里搁？云峥不配当我们平西侯府的二少夫人。他俩生怕别人不知道云峥的身份似的，一上来就大声宣扬，还给他扣上了罪名。你这是要进猪笼的！来人，把他押回去处置。不好了，平西侯府要造反，你扣一个偷情，我扣一个造反，很公平，是吧？你胡说什么？快把人带走！我昨晚躲在这里，是因为听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秘密，把他的嘴堵上。这是要杀人灭口！救命啊！姜文周气得浑身发抖，亲自过来捂嘴。住手！定国公，您怎么来了？此女心性狡诈，就喜欢胡说八道，你千万别信她的鬼话。让她把话说完。二少夫人，你说。是这样的，我无意中听到叶宜真精心安排了一个阴谋。不会的，她不可能知道。忘了介绍一下，叶宜真就是这位，你们都认识吧？这位夫人说要在黄觉寺安排一出好戏，要让世人知道她是个善良正直的好女人，从而打开上流社会的圈子，笼络人心，顺利进入皇宫干大事。他说的很笼统，却比直截了当说更能激起大家的遐想。定国公的政治素养强过在场的香客，短短一句话，听出了步步惊心。在皇宫干什么大事？刺杀、毒杀、造反？我不知道什么大事需要一个女人抛头露面拉拢人心，但我就好奇她安排了什么好戏，所以我提前过来蹲点。你是说拐子事件是叶宜真精心筹划的？素素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为人，你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？是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图什么？图一个美名？还图我爷爷的本事？天啊，他怎么在这里？被我派人救下了。小家伙，你别上他的当，她是个诡计多端的女人，满嘴谎言，她是要借着你的手害我。你们什么仇什么怨？她恨我抢了她的夫君，但其实她才是中途插进来的第三者。我和夫君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长大的。他只想怎么哄回小男孩，却没有发现一边的秦素素脸色变了。那你们为什么还让他插进来？他拿刀威胁你们了？不是这样的，他家用钱砸人。这话哄得了普通香客，却骗不了消息灵通的权贵，也骗不了安康。你没钱，侯府嫌弃你穷，所以不肯娶你。这话戳痛了叶宜真，眼眶泛红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臭小子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太没有礼貌！你知不知道他为了救你，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？她一个娇滴滴的女子，带着下人跑遍了全寺，累得快晕过去了。做人要懂得感恩，你给我跪下，向真真道歉。知道我爷爷是谁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他知道。我不知道。别装了，这孩子的爷爷就是鼎鼎大名的鬼医，医毒双绝。你安排了这么一出戏，不就是想让鬼医为你卖命吗？你派手下绑了人家的孙子，又装好人，声势浩大的营救，既得了美名，又得了利，还能挟恩求报，用恩情拿捏住人家。妈呀，好人坏人都是你，你咋这么能呢？可怕，这心机太可怕了。云峥，你又害我，什么鬼医？我一个养在深闺的女子，怎么知道这些？我可不是你，出身商贾，竟跟这些乱七八糟的人交往。小孩，你被他骗了。那你发誓你不知道我爷爷是谁，否则一生无儿无女，被灌毒药，被扔去乱葬岗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全场鸦雀无声，齐刷刷地看向叶宜真。你小年纪怎么这么恶毒？云峥，是你教他的。叶宜真，你害怕了？好奇怪，你不知道就不会应试了，怕什么呀？我不会拿自己的清誉发誓，这本身是一种羞辱，我不接受。那就是心虚，我不会让我爷爷帮你用毒药杀人的。所以所有人真的被他骗了。今日就是一个局，既是正好名声，又能收揽一个医毒双绝的高人。高啊，太高明了！一箭双雕，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好可怕的女人！叶宜真浑身发抖，拼命否认。叶宜真，你要杀谁？我吗？还是哪位贵人？这就是你要干的大事。云峥，你非要害死我才罢休吗？好，我成全你。他一把推开姜文周，一脸决绝地撞向墙壁。真真，不要！他拉得及时，叶宜真只撞到些许，但还是昏过去了。不得不说，叶宜真是谋略高手，一见情势不妙，立马撞墙以证清白，堵住所有人的嘴。谁要是再指责他，就是不善良，太高明了。可不是嘛，这恐怕是一种脱罪的手段。云峥，你将他逼到这种地步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真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安康凑过去瞧了瞧，看了一会儿，忽然说道：不对啊，你看这角度，
分明是保留了余力，就算不拉他，他也不会死的。你是说他装的？对，他在表演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他好虚伪呀！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？我家学圆圆有什么不懂的？他宁愿撞墙，也不愿意发誓，为什么呀？还能为什么？心虚。到此，叶一真苦心经营的美好形象彻底崩溃，虚伪、恶毒成了他的标签。不同于上次可以洗白成两女争夫，儿女情长，说不上谁好谁坏。可这次怎么洗呢？做戏，欺骗世人，拿孩子来当垫脚石，这样的人太可怕了。以后谁还敢跟他交心？原来我们都被耍了，什么人美心善，都是装的。我发誓，这辈子都不会接纳这个恶毒的女人进入我们的圈子。云峥，这个孩子是你安排的，今日这一出戏也是你事先安排好的，就是为了陷害我们俩，只为了泄愤。你好歹毒的心肠！安康气得直瞪眼，拿出石头砸过去。你才是安排的，你们全家都是安排的，坏蛋！你们设计绑架我，我爷爷不会放过你们的，等着瞧！来人，把这小杂种和云峥送去衙门，治他们一个勾结贼子、欺侮官眷的罪名。颠倒黑白，为了一个居心叵测的女人，将发妻送去衙门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就是要治罪。一群侍卫簇拥着一个坐轮椅的男人过来，个个腰间挎着刀剑，杀气腾腾的。参见9000岁，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平西侯世子，见本王不贵，这是对本王不满。不，臣不敢。曾文周吓了一大跳，赶紧将叶一真放在地上。是谁公然封锁了黄觉寺？是谁将上千人关在黄觉寺不得进出？是谁这么大胆？是我，9000岁，您听我解释，这事出有因。丙9000岁，我要状告叶一真绑架拐卖孩童。云峥，你敢？你为了替这个女人洗白，不惜毁掉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你做初一，我就做15，谁怕谁呀？来啊，一起发疯！厉无恙将平西侯府的下人抓起来，一个个轮流等着行刑。一名丫鬟率先扛不住了，我招！厉无恙一挥手，行刑人退到一边，丫鬟被拖到厉无恙面前。大少夫人行迹确实可疑。萧何，不许胡说，别忘了真真对你的恩典。按理说，新婚3日内不能随意出门，可大少夫人缠了世子一夜，终于说动世子带她前来上香，还点名是黄觉寺。我们是来烧第一炷香，祈求菩萨保佑。第一炷香什么时候不能烧？非要在新婚第3日，这么迫不及待，怎么看都有问题。你这个毒妇！昨天大少夫人的奶嬷嬷王氏出了一趟门，说是出门买大少夫人爱吃的点心，但回来时有些魂不守舍。大家的目光落在王氏身上，王氏还没有轮到用刑，缩在人后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。小贱蹄子，我哪里不安了？我分明是累着了。王氏是坐我的马车出门的，先是去百颜阁买了新出的胭脂，又转去飘香居买了刚出炉的千层酥，之后就回府了。这其中跟谁接触了？我没有跟着进门，不清楚。飞鸽传书，查查这一路他跟什么人接触？是9000岁，老奴冤枉啊！我家小姐更冤枉，她被抢走了两情相悦的夫君，被人指着鼻子骂穷，被世人嘲讽，她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来告诉你，她错在明知侯府想瞒天过海，移花接木，却没有通知我们袁家一声。但凡她悄悄送个信，我们袁家就不会嫁女，既要又要，还装什么委屈？她错在明知侯府嫌她穷，却死活要嫁，还痴心妄想夺走我的嫁妆，再踩死我。她错在野心太大，却没有相应的实力匹配。人贵有自知之明，她没有，这是装晕。就在此时，一道身影挥舞着匕首扑向云峥。我跟你拼了！眼见匕首就要刺中云峥，一颗石头砸中匕首飞了出去，而侍卫众人扑过去制住王氏，一把将他按倒在地。9000岁救命之恩，云峥在此谢过。敢在本王的眼皮底下杀人，就是在挑衅本王的权威，死不足惜。来人，拖下去打30大板。等一下，他捡起地上的匕首，慢悠悠地走到王氏面前。我错了，二少夫人，我一时糊涂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一把年纪了，矮板子会死的，求您向9000岁求个情，原谅我这一次吧。好啦，我原谅你。您真是太好了，我实在是羞愧难当，以后我一定会把你当菩萨般供养。一道白光闪过，王氏右手手筋被挑断，疼得惨叫连连。我不记仇，因为有仇我当场报了。9000岁，叶一真的奶嬷嬷居然随身携带凶器，这太不寻常了。我建议彻查她的背景。那是因为你对我家小姐一直虎视眈眈，暗藏杀心，我才特意拿着防身。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能做什么？找个合理点的理由，很难吗？你呢？要么身份有问题，要么就是叶一真指使你这么干的。
不是，跟我家小姐没关系。云峥，你这恶毒的女人，闭嘴！信不信我这就休了你？不信，你不敢，怂货！我这就休。世子，别忘了老爷的话。9000岁，消息传来，明镜司去查案时，飘香居的小厮自杀了。我们查了小厮的背景，孤儿，性情孤僻，独来独往，常年住在飘香居的下人房。是畏罪自杀，还是另有隐情？那么巧，彻查。是。把叶一真和王氏等人关进明镜司大牢。厉无恙放走了姜文周他们，1天后再抓，该走的都走了，还剩下厉无恙主仆俩和云峥。你为什么放走他们？这不符合您一贯的作风。放长线钓大鱼。等所有人都散去，云峥静静地坐在窗边。小姐，这天色不早了，您还不回侯府吗？现在回去只会被当成出气筒，不如在外面多逍遥几日。可侯府会拿你的清誉拿捏你，诋毁你。在外面过夜，1日和10日没有区别，不是吗？放心吧，名声再差也不可能比叶一真差。侯府有的烦了。话不是这么说。行了，明日就回去看热闹，嘻嘻。到了深夜，雅苑静悄悄的，一道黑影闪了进来，快步走到床边，一把抱起孩童往外走。救命！云峥姐姐救我！爷爷，是我。安康哭着搂住他的脖子，委屈的不行。您总算来了，康儿好怕啊！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甩开下人乱跑？我不敢了，我错了，爷爷。别哭了，以后乖一点。他抱着孩子往外走，走到院子时瞳孔冷缩。诡异前辈，我等你半天了，你就这么走了，不说几句？大恩不言谢，老朽记着呢。光谢有什么用？给我办10件事吧。看，那你跟叶一真有什么区别？安康，外面冷，你先回屋休息好吗？你们别打架，行吗？我是斯文人，不打。爷爷，云峥姐姐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知道，我不杀她。等安康进了屋子，云峥才慢悠悠地开口：我和叶一真还是有区别的，他用阴谋诡计将你们祖孙耍得团团转，而我光明正大的告诉你，欠钱还钱，欠了人情就得还，天经地义。我只能答应你3个条件。第一个，我要10颗解百毒的药丸，10颗延年益寿的丸子，10颗生了重病能立马痊愈的丸子。你强盗啊！你还不如杀了我！你这无知小儿，哪有什么生了重病就能好的药丸？我是人不是神，还有光是解毒丸就要几百种药材，其中像千年灵芝、百年血参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宝贝，不是你有钱就能搞到的。啊，是我高看你了，还以为你无所不能呢。激将法对我没用。那请将呢？没用。那你是要当一个忘恩负义的老混蛋？一道笑声响起，两人齐刷刷地看过去。姐姐，我饿了，能请我吃宵夜吗？春华，准备1锅罗汉素面，再要1份新鲜水果。春华转身走向院中的小厨房，他终于知道自家小姐傍晚多要了一些食材，到底是做什么用的。不一会儿，3人面前都有1碗面。诡异千里奔波，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，一连吃了3大碗素面。吃完饭，春华送上水果盘。这是捡哪来的新鲜百莲果？还有，这是千金难买的冰霜胡果。可恶的有钱人，我是不会被金钱收买的。爷爷，你吃。你自己吃吧。吃吧，这点水果我们云家供得起。云小姐，你不是江湖人，也不是医者，所以你不知道你的条件有多荒唐。像解毒丸的药材非常难得，我天南地北的收集药材，10年里也就炼制了3丸，这些年也用得差不多了。你把药材清单给我，半个月内全部送到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是云家商号的唯一继承人，名下有20几家药铺，我想要药材，自然会有人送到我手里。那些稀奇名贵的药材没有那么好搜罗，普通药铺是没有的。哥，我云家是大旗首富，而且能使鬼推磨，是时候让你看看银子的巨大威力了。我在这里暂住半个月，这半个月内要吃遍全天下的山珍海味。不可能，这是寺庙，只能吃素。你是有求于我？我对你孙子有救命之恩。行了，想吃山珍海味还不简单吗？去云家住，我父母会把你们祖孙奉为上宾，吃香的喝辣的，锦衣玉食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一大早，雅苑就传来一道欣喜若狂的声音：龙葵花、天山雪莲、紫叶手乌。诡异每看到一样珍稀药材，眼睛就亮一分，到后面亮得像灯泡。太不可思议了！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大旗首富的能量，什么叫金钱的威力。云峥坐在窗边，看他痴迷药材的模样，嘴角微微勾起。进了我的地盘，还想跑？想啥呢？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将他困住。姐姐，你笑得好奇怪啊！
我是在想，今天中午能不能吃上佛跳墙？好想吃，不是说寺里不能吃荤吗？去林子里吃。那有什么区别吗？还不是在寺庙里，你说一套做一套，好虚伪。那你别吃，我和安康一起吃。看，臭丫头，一点都不尊重老人家。春华先盛了一碗给自家小姐，又盛了一碗给安康。鬼医看着两人吃的头都不抬，可把他气坏了。安康抬起头，就见爷爷冲他猛使眼色。姐姐，给爷爷也喝一碗吧。行吧，这是看在你的面子哦。安康盛了一碗，放在鬼医面前。爷爷，快吃吧。我不。爷爷，姐姐可不是好说话的人。看，那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就吃一碗。鬼医吃了一碗又一碗，好吃的停不下来。你身为一代鬼医，应该不差钱，有的是人给你送钱吧？收集药材不要钱，开炉不要钱。所以你很穷。好巧，我穷的只剩下钱了。我最讨厌嘚瑟的人。那你别吃我的饭。你要是能弄齐所有的药材，我可以帮你弄几颗药丸，但一颗1万。什么药丸？阳气丹，能延年益寿；猪血丹，镇惊安神，清心开窍，用来急救的镇宅之宝；七星解毒丸，能解百毒。一颗1000两，多多益善。多益善。你以为是白萝卜吗？一抓就一大把，还多多益善，1000两不可能。不光药材难得，还需要特殊的炼制方式，不是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。这样吧，到时看药材的数量。七星解毒丸，保底2颗。至于价格，谈钱多伤感情。我送安康一套京城的房子，他总不能一直跟着你漂泊不定。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安稳的环境。还有，再帮我搞些毒药、金创药、迷药、止血药粉。我不制毒。1万两银子。我说了，多制。5万。我不。10万。行吧，只此一次，恩情一笔勾销。是谁？抽来。此时，一个侍卫推着轮椅走出来。草民见过9000岁，9000岁吉祥。9000岁，您还在寺里，不是忙着办案吗？在吃饭。对，我家的拿手菜佛跳墙，要是知道您还在寺里，就提前给您送过去了。您吃饭了吗？要不要尝尝？这一份没有动过。鬼医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鬼医不敢回忆那段被吊打3天3夜的悲惨往事，他连恨都不敢。草民在此谢过您出手救我孙儿的大恩。那是云大小姐的功劳，做人一定要懂得知恩图报。是，草民不敢忘。推下板。鬼医如得到特赦般，立马拉着孙儿退下去。云大小姐有钱，9000岁有权，倒是补齐了。见者有份。以后鬼医的东西分本王1半，怎么舍不得？怎么会？我本来就打算这些东西搞出来后，让人送去王府。您能看上，那是我的福分。这是紫云，武功高强，以后归你了。即将回京时，鬼医带着孙子出现了。敢问您跟9000岁是什么关系？你也看到了，就是能一起同桌吃饭的关系。鬼医沉默良久，忽然问道：您能保证我们爷孙的安全吗？毕竟有人对我虎视眈眈。能。鬼医朝后退了2步，随后跪下。安平见过主子，愿为主子效犬马之劳。食物者为俊杰，我不会让你后悔今日的选择。以后安康就是我云家的远房表少爷，一生锦衣玉食，享受最好的教育资源，他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。有您这句话，我就安心了。以后有什么需要让我做的，您尽管开口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征儿，你怎么才回来？你婆家派人来问罪了，说话很难听。打出去就是。哎，大了，你做事向来有自己的想法，无论你做什么，爹娘永远支持你。爹，这是鬼医，医毒双绝，是我的手下。这是他的小孙子安康，将他们安排在最好的雅苑。以后这小家伙就是我们云家的远房表少爷，您给他请一个好老师启蒙，到时送他去最好的书院学习。父女俩相视一眼，达成默契。云峥将鬼医祖孙俩交到云府手里，就带着人浩浩荡荡的回侯府。砸门！侍卫刚想砸门，大门忽然开了，一群奴婢簇拥着侯夫人走了出来。小贱人，你在外面跟野男人偷情，怎么还敢回来？外面的路人纷纷停下脚步，四周的邻居也纷纷打开门走出来。婆婆手撕儿媳妇，刺激，太刺激了。侯夫人，你不会老糊涂了吧？俗话说，捉贼须捉赃，捉奸须捉双，没证据的事不要乱说。你承不承认你在外面过夜，而且2晚上？承认啊，大家都听到了吧？他亲口承认了，一个刚新婚的妇人没有跟婆家打招呼，
就夜不归宿，你们觉得有没有猫腻？来人，把他抓起来，狠狠打20大板！侯府奴婢们如虎似虎地冲过来，却被云家的家丁护院拦了下来。侯夫人，你的大儿媳妇叶以真去明镜司投案了吗？这都有时了，再不去，明镜司就亲自过来抓人了。云峥，你胡说什么？叶是乖巧懂事，哪像你不安于世，惹是生非？你这是故意岔开话题。不会吧？你还不知道，世子还瞒着你们？啧，好一个为爱痴狂的深情男人，为了一个女人，宁可搭上百年侯府。平西侯府要大难临头了。你胡说！你去打听打听，去问问定国公，去问问将军府，去问问大理寺卿府，他们都知道叶宜真干了什么。他呀，闯入弥天大祸，9000岁要着他的罪。侯夫人浑身一颤，一颗心往下沉。9000岁亲口发话，要是叶氏虚实之前没有前往明镜司主动投案，到时罪上加罪，平西侯府都要受牵连。好自为之吧，我得把嫁妆搬走，免得抄家10倍充公。我不信！侯夫人慌得六神无主，像疯了般冲向梧桐院。各位千万不要说出去啊，家丑不可外扬，我在此谢过了。当然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相信不用多久就能家喻户晓。等云峥一踏进春晓院，就看到了一片狼藉，他们狼狈不堪，一副惨遭虐打的样子。小姐，您总算回来了，奴婢无能，没有守住嫁妆，请小姐处罚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世子，昨日傍晚他带着家丁闯进来，硬是砸开了库房，抢走了不少稀世珍宝。云峥知道自己的嫁妆被抢后，立马带着人闯进了梧桐院。谁允许你进来的？给我滚出去！我是来看强盗，侯府出身的强盗，我还是第一次见，算是开眼了。你的嫁妆是我的，这侯府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。你大哥死了，你急着接手你嫂子，可你爹还没死呢，就急着接收你娘了。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，不会说话就闭嘴！把我的嫁妆还回来！云峥挥了挥手，一众人冲上去要抢嫁妆，但侯府的奴婢也不是吃素的，两方打起来了。你把真真害惨了，这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赔偿。云家有钱又如何？嫁妆给的再多又如何？到头来全归我所有。弟妹啊，不过是些身外之物，你又何必斤斤计较？云不过是身外之物，那怎么还来抢？一个穷的快当裤子了，就知道抢人东西；一个贪财如饿狼，见利忘义，唯利是图。你们俩还真是绝配！被骂的两人脸烧如火，眼中全是浓烈的恨意。那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，按计划行事。弟妹，我和夫君圆房了，我们成了真正的夫妻。需要我的祝福，那祝你们狼狈为奸，锁死100年。云峥，你太善妒了，心胸太狭窄，没有容人的雅量，不是我喜欢的女子，我娶你是迫不得已，所以你不要指望跟我做真夫妻，死了这条心吧。真真才是我的挚爱，她比你重要100倍，为了她，我愿意付出一切，包括我的性命。姜文周深情款款地看向叶一真，两人的眼神快要拉丝了。真了心。以后你安分守己，待在后院，管好这个家，照顾好家里的每一个人，我就不会休你，给你一定的体面，但别的就不要奢望。以后还要辛苦真真生下儿子，过继一个到你名下，这样的大恩你一定要记在心里，感恩戴德。你们生的孩子过继到我名下，继承我的嫁妆，我还要感恩戴德，是吧？不错，是这个理。若我不干呢？不干也得干，你要认命。认命2字瞬间刺激到了云峥，眼睛因愤怒而烧红了。我不认命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云峥拿起一边的花瓶砸向姜文周，花瓶砸中他身后的叶一真。啊，我的手流血了！你这个疯婆娘，去把侍卫们都叫进来，把云峥抓起来，快去请大夫，就说二少夫人疯癫了，还把大少夫人打得吐血，重伤不起。直到此时，云峥恍然大悟，原来这是一箭双雕的计策，先是各种拿捏他，不成就想办法逼疯他，从而让叶一真顺理成章地接手他的一切，包括嫁妆和身份地位。最重要的是，让叶一真找到合理的借口避祸，可以不用去明镜寺报道了。猜到了姜文周的阴恶心思，云峥捡起地上的花瓶碎片，悄无声息地靠近姜文周，随后他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对准姜文周的眼睛狠狠扎下去。周儿，侯夫人飞扑过来，紧紧拉住姜文周的胳膊，快拿最好的金创药过来，救侯野真收藏的金创药，快叫府医。云峥，你这个疯子！都说我疯了，那就坐实了呗。世子，你脸疼吗？哎呀呀，不会要毁容了吧？面有瑕疵者，不知道还能为官吗？还能继承爵位的吗？不好，姜文周若不能为官，不能当世子，那他还有什么价值？贱人，我跟你拼了！你大不孝！匹夫之怒，血溅5步；女子之怒，血溅3尺。姜文周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把他抓起来，拖出去打100板子，别打死了，
留一口气就行。护卫涌进来，将云峥团团围住。季嬷嬷和李嬷嬷一左一右围在云峥身侧。世子，你冷静些，皇上不会允许你胡来的。是他先不仁，谋杀亲夫，我只是教他规矩，让他知道男尊女卑的道理。若是误伤两位嬷嬷，我会亲自进宫请罪，将云峥拿下。我要他生不如死。眼见情势一触即发，一声通禀声猛地响起。禀世子，明镜司长进士谷雨大人到了。一群玄衣男子冲进来，个个腰间挎着刀剑，为首的是5大长进士之一谷雨。谷雨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世子，我此来缉拿叶宜真归案，还请让开。谷雨大人，不是我们抗令不遵，而是没办法，云峥发疯了，他把珍珍打得重伤不起，还把我的脸毁了，谋杀亲夫。你死了吗？叶宜真死了吗？没死，但哪怕只剩下一口气，他也得抬去明镜司。来人，把他拖走。夫君，救救我！谷雨大人，珍珍只是一个嫌疑犯，是配合你们办案，而不是罪犯，你们没有资格这么伤害他。他若有个闪失，我会造反！明镜司众人的刀剑齐刷刷的出鞘，对准姜文周。不是我说的，是他。世子刚才说的，还说珍珍是他的挚爱，他比家人、比侯府、比君王都重要。为了他，他会不择手段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每一个字都踩在雷区蹦跶。明镜司看姜文周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你胡说八道，我没有这么说过。他们说的更恶心，叶宜真是装伤病，其实好着呢。姜文周是包庇罪犯，快将他们一起带走吧。弟妹，你真的是疯癫了！各位大人，还请不要为难我夫君，我这就跟你们走。他跌跌撞撞往前走，走一步喘一口大气，一副快要断气的样子。姜文周心疼的厉害，脑袋一热，我要告御状。谷雨大人，世子要告你们明镜司和9000岁呢。此人心胸狭窄，会装会演，会捏造事实，还请诸位多加小心。这一声让明镜司众人俱变了脸色，冷冷地瞪着姜文周。他们对外残暴，但对9000岁是忠心耿耿的。云峥，若是世子有事，你也会被牵连的，所以请不要再落井下石了。云峥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上你这种恶毒的女子，永远不会。哼，大人，他们在拖延时间。哼，要倒霉那就一起。谷雨大人，把云峥也带上，她是我的妻子，夫妻一体，荣辱与共。云大小姐，请。谷雨冲云峥递了一个眼色，这是唯一能跟主子同桌吃饭的女子，他们不敢无礼。云峥率先走出去，背影极为果决。母亲，您别担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机灵点，别犯糊涂。我有分寸。夫君，我怕。姜文周一把抱起叶宜真，往外走去。别怕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陪着你。去西山大营通知侯爷，就说世子被带去了明镜司，请他赶紧回来主持大局。进了明镜司后，叶宜真被锁在墙壁上。9000岁，饶了我吧，求您了。珍珍是无辜的，求9000岁破例，以后您若有什么差遣，我随叫随到。姜世子，听说你要告御状，要状告本王。9000岁容禀，绝无此事。我对9000岁向来仰慕。仰慕本王什么？你气度不凡，英姿勃发，行事果断利落，是我辈楷模。口不对心，该打。厉无恙一拳打在姜文周脸上，刚愈合的伤口又一次裂开，将纱布染红了。随后，厉无恙一鞭子抽向叶宜真，疼，好疼，别打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不要打我家小姐，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不能屈打成招。而姜文周猛地扑过去，紧紧抱住叶宜真的身体，鞭子狠狠抽在她身上。好一个夫妻情深！云大小姐，你是受害者，你认为该如何处置他们？云峥，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帮帮我吧，我敢担保，珍珍只是嘴硬心软，不是那种心狠手辣之辈。只要你放过珍珍，你刺杀我一事，我不会追究了。以后我们3个好好的过。云峥，虽然我不知情，但没有管好下人，是我的错，我向你道歉。真的不是你，我发誓，如果是我，就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我不信这个的，你不用发誓，只要你亲手杀了王嬷嬷，证明你是清白无辜的，那我就既往不咎。谷雨解下绑住叶宜真双手的铁链，将一把长剑塞进她手里。不，我不敢。云峥，你还是人吗？怎么能说出这么残忍的话？行吧，那就继续用刑。我听有一种烙刑，是用烫得通红的烙铁烙在人身上，会发出滋滋的声音，要不让我开开眼界。经就烙在脸上。叶宜真浑身发抖，脸色白得吓人，快要崩溃了。不要，小姐，我不想活了，我想死，求您帮老奴解脱吧。本王数到3，1。叶宜真脸白得吓人，身体摇摇欲坠，往厉无恙方向倒去。这算是投怀送抱吗？怎么不算呢？姜世子，你的心上人
随时会倒向另一个男人怀里吗？而姜文周整个人木木的，还没有从叶一真杀人的噩梦中回过神。这是误会，他秉性柔弱，利落杀了自己的奶嬷嬷，眼睛都没有眨一下的柔弱。等平西侯带着一群手下马不停蹄赶往明镜司，正好看到失魂落魄的儿子和衣衫沾血的儿媳妇走出来。对你们用刑了，你们不管招了什么，都是屈打成招，绝不能认。两人像没了魂般沉默不语。到底是怎么了？哑巴了？古语大人，今日之事一定要给我一个说法。我儿到底犯了什么事？为什么把他抓来？一，我们没有抓姜世子，是他为了叶宜真主动跟来的，赶都赶不走。二，叶宜真的嬷嬷王氏雇人绑架儿童，捏造事实，收买人心，证据确凿了。关叶宜真什么事？侯爷说笑了，你家管家犯事，你说跟你没关系，大家信吗？瞒着主子作威作福，确实该杀。主子不过是一个失察之罪。对，失察之罪，所以叶宜真亲手杀了一手将他带大的奶嬷嬷，以证清白。当年是王氏护着叶宜真千里迢迢赶到京城投亲，这般患难与共的情谊，居然还被杀了。你没说错，恭喜侯爷，侯府娶了一个铁血无情的媳妇，以后就不用愁了。连中仆都下得了手，那对别人呢？这两个儿媳妇都不是善茬。对了，侯爷，别再对外散布谣言，说我家9000岁看上了叶氏，强掳他回明镜司。你们不嫌丢人，我们嫌脏，什么玩意都敢往我家9000岁身上扑。若再有下次，赵玉见。什么？让我自己筹银子，不能让户部尚书全权接手吗？户部尚书日理万机，太忙，顾不过来。那举办2场拍卖会，就拍卖嫁妆，一场邀请官宦权贵，一场邀请富甲商人。不过要请您帮忙，给各家下帖子。有几成把握？10成，论经商，我是专业的。行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对了，我一些珍贵的嫁妆被姜世子抢走了，包括我打算进献给帝后和太后的礼物。这么巧？对，就这么巧，也不知他发什么疯，居然有胆子跑去抢嫁妆。难道宫中有人撑腰？是谁呢？立成，裴云大小姐回平西侯府收嫁妆，谁敢阻止？当众。是。哈哈，平西侯府又要倒霉了。此时侯府的梧桐院里，经济过度，受了刺激，安神汤喝几日，好生养战，否则容易留下隐患。很严重吗？严重，身边要有人时时守着，晚上极有可能会发高烧。就是大少夫人或许已经怀了身孕，倒是不好下重药。请您多费心了，药房的药材您尽管去，请一定要治好叶氏。对了，我有千年血参，可否入药？那是绝好的宝贝，就算只有一口气也能吊住，无需多，一点点就能让大少夫人护住心脉，百病不侵。那我让人去取。曾大夫，你出来，我有话说。父亲，先救真真要紧，就让叶氏自生自灭，你不要管她。父亲，她是您的儿媳妇，是侯府明娶正娶的大少夫人。下人做出那样的事情，叶氏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，你真觉得她无辜吗？我相信她都下病了。如此儿女情长，真的能将侯府发扬光大吗？可那些庶子被妻子打击的小家子气，畏畏缩缩，没有什么本事。若是长子文州活着，该有多好啊！你哪来的千年血参？去春晓院拿的。我警告过你，凡事不要冲动，不要去招惹云峥，让你好好待他，用情控制他。你怎么不听？云氏是侯府的人，拿他一点东西用是看得起他。就算这官司打到御前，也挑不出我什么毛病。父亲，我们侯府的名声被云氏毁得差不多了，这是补偿。经此一事后，我认为做人没必要太体面，实惠到手就好。血参我已经用过一片了，精神好了很多。父亲，一半血参给您和母亲备着，一半我留着施恩。这京城勋贵人家，文官大员家那么多老人孩子，总有需要血参救命的，靠着施恩能拿下很多人脉。你心里有数就好。还有，我打算借着这伤发难，将云峥困在后院，嫁妆就由我们侯府支配。至于云家的家产，我会想办法夺取。就在此时，下人跑了进来。侯爷，明镜司的古语大人送世子夫人回来了。云氏在外勾三搭四，就该打断他的腿。明镜司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故意的吧？平西侯父子俩一进春晓院，姜文周就率先发难。云峥，你还知道回来？哪家的媳妇像你这样夜不归宿，还日日跟野男人厮混？从今日起，你不得再踏出二门一步，否则休了你。奉皇上口谕，特来接收嫁妆。怎么这么忽然？我们都没有准备好，可否暂缓几日？云大小姐已经准备好了，来人，照着这张清单去搬嫁妆。他一声令下，手下纷纷冲向库房。请让我看看清单嘛。古语将清单递过去，平西侯看完感觉天都塌了，全是一些价值连城的宝贝。云峥，
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？唉，世子对我又打又骂，我哪有机会商量？我已经教训过他了，他保证会好好待你。你把清单调整一下，有些东西是传家的宝贝。传给谁？姜文周和叶一真生的孽种吗？9000岁已经看过了，不能改。千年写生呢？珍珠凤冠呢？金凤朝阳红宝石头面呢？清单上没有啊？不是吧？你们还不知道？云峥，这几样东西都可以作为传家宝，传给下一代，你可要好好保存。这是我云家特意进献给帝后和太后的礼物，皇上已经知道了。皇上很喜欢，特让我来取。云峥，你怎么能擅作主张？要不您去跟皇上说，我们不进献了，只想自己享用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有没有考虑过侯府的感受？我的嫁妆想送谁就送谁，你管得着吗？太后娘娘仁慈宽厚，君王英明睿智，皇后娘娘端庄高贵，我就想表表心意。你有意见？侯府上下没意见，你送等于我们侯府送，都是一家人。东西呢？快点，我要进宫复命。世子，千年写生呢？这是进献给皇上的。珍珠凤冠呢？这是进献给太后娘娘的。金风朝阳红宝石头面是进献给皇后娘娘的。还有那软烟罗、蝉衣纱都在进献名单上，写得清清楚楚。他每说一样，姜文周的眼睛就瞪大1分，这都是他抢走的嫁妆。云峥，你居然敢算计我！算计什么意思？云大小姐，你的嫁妆怎么跟世子要？唉，世子砸开库房，将他看上的东西都拿走了，我也不敢多问，可能这是上流勋贵圈子的规矩吧。那个勋贵会抢妻子的嫁妆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，有机会问问京中各府到底有没有这条规矩。有结果了跟我说一声，也让我开开眼界。两人一唱一和，把平西侯府的脸狠狠踩在脚底下摩擦。是误会，不是文州，是大房的媳妇叶氏身体不好，手下自作主张去求云峥设药，没成想云峥不在府中，他手下一时情急就砸了库房。我会严加管教，绝不会再有这种事发生，还请古雨大人开恩，莫要对外传。我会如实向皇上禀告。文州还站着干嘛？快去跟叶氏讨要东西。姜文周不敢再拖延，匆匆赶往梧桐院。他没多久就回来了。大人，东西被云峥弄丢了。你弄丢了？儿媳妇丢就丢了，小事一桩，把东西补上就行。这是让云峥认了这个哑巴亏，还要他拿出东西填窟窿。我亲眼看到世子抢走了2匹软烟篓，2匹蝉翼纱，也不知一个大男人要这些何来？当然是送给心上人，讨他欢心了。李嬷嬷，你记错了，我没拿。既然都不承认，那就查抄侯府。不行，我不允许。若传出去，还不知道我们侯府犯了什么罪。你确定？是，除非我死。我这就去宫中禀报，讨一道旨意。平西侯大惊，赶紧上前拦住他的去路。侯爷，你是聪明人，但我也不笨，想糊弄我，害我办差不利，我就让他这辈子都没脸见人。文州，你是自己取，还是我亲自查抄？姜文周闭了闭眼，知道躲不过去。我来。不一会儿，他就回来了，手中捧着不少东西。看到裁剪好的衣料，大家都惊呆了。哈哈，千年写生呢？在这里。古雨大人打开一看，瞳孔巨缩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是残缺的？皇上最看重这一支千年写生，到我手里就这样了。云峥，是你干的吧？效果怎么样？大人，我没有动过，进门时还是完整的，到了世子手里就残缺了，请大人明察。云峥，这本是你的嫁妆，你用了也没人怪你。云峥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帮着一起清点嫁妆。点完嫁妆，古雨大人带着手下走了，云峥也跟了出去。东西一到手，你们就迫不及待的享用，一副没见过好东西的穷酸相。你们要害死侯府。此时皇宫内，古雨呈上进献的宝贝，还如实讲述了在平西侯府发生的事。嫁妆都被世子抢走，送给叶氏把玩，讨他欢心。那4匹绸缎移到叶氏手里，就照着他的身材裁剪好了，还扯谎说是云家大小姐弄丢了，当着我的面逼他认下，太嚣张了。叶氏又是叶氏，活脱脱一副落魄户的嘴脸，难怪平西侯府不肯只娶她一人过门。当看到缺了一角的血身，皇上勃然大怒。这是什么回事？千年写生，据我查验，是将世子享用了。世子似乎已经将这些东西当成自己的，颇有怨愤。看来是有恃无恐，笃定朕不能违背祖宗的话，不能削了平西侯府的爵位，传朕旨意。听着皇上的话，古雨满脸震惊。这3道旨意一出，平西侯府完了，得罪谁也不能得罪皇帝，尤其是心眼小的皇帝。古雨，你连夜去平西侯府宣旨，一刻都不得耽搁。是。元征带过来的嫁妆都被抬走了，
只留下一些田产和店铺，还有他的日常用品。前者动不了，后者再奢侈也只是私人用品，不能卖，也不能转送，更不能拿来自用。想想就憋屈，早知这样，就不该煞费苦心将他娶进门，什么好处都没有捞到，侯府的亏空就在眼前，可怎么办呀？文州，我说最后一次，不把他哄得回心转意，就等着家法处置吧。姜文州沉默不语，神色倔强。侯爷，那贱人哪配？我也不想委屈儿子，但实在没办法。云峥此次捐献嫁妆，一定会有奖赏的。侯府想沾光，就得哄着他，捧着他。他太桀骜不驯，我实在受不了。不想哄，就别当柿子了。父亲就一个商贾之女，至于吗？云家有钱，云父年纪还不老，凭他的经商手段，会更有钱。眼光要长远些。父亲，我听您的。至于叶一真，冷他一段时间，给他一个教训。是。得，我和你娘送你去春晓院住。春晓院的院门紧闭，先是姜文州喊门，接着是平西侯夫妻轮流喊。云峥只当没听到，翻了个身继续睡觉。今晚非洞房不可。院门轰然倒下，一行人如狼似虎地冲进去。大晚上的不睡觉干嘛呢？紫嫣飞速走过来，挡在他前面，手扣在鼓鼓的腰间，严阵以待。儿媳妇，你们新婚几日还没有洞房，这不合规矩。今晚你们就喝了和信酒，行完夫妻之礼。还能强迫别人洞房？没有最不要脸，只有更不要脸。我又不是收破烂的，脏的臭的，往自己屋里拉。今晚我要行使丈夫的权利，你不肯也得肯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闲杂人等统统滚出去。人。紫嫣站着不动，姜文州手持长剑挥向紫嫣，想死是吧？就在此时，一道惊恐的声音响起：侯爷，9000岁带着人前来宣旨了。参见9000岁，9000岁接安。平西侯接旨。云家大小姐呢？有一道圣旨是给云家大小姐的，快把她叫来。没一会，云峥匆匆而来。厉武样见他不像是吃亏的样子，暗暗松了一口气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平西侯世子姜文州不思皇恩，目无君王，废除世子之位，另择贤能。钦此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平西侯姜振教子无方，枉为人臣，革除所有职务，罪加思过。钦此。平西侯身体晃了晃，脸上血色瞬间褪去，浑身遍体发冷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云氏女云峥捐献嫁妆有功，特封为锦云香主，正3品。钦此。谢陛下隆恩，真好看，必须供起来。云氏，我看9000岁对你颇为和善，要不帮侯府求情吧？求他帮帮我，我真的不能失去世子之位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就凭你百般折辱我，凭你砸我的院门，凭你抢我的嫁妆。别忘了，富贵妻荣，我身居高位，你才能风光。在后院被你利用殆尽，到时风光的是叶氏，而我只会被你关。你这是被嫉妒蒙蔽了眼睛。云峥，你这辈子只能靠我，若我不是世子，你就当不了世子夫人。叫我香主，按规矩，你一个没有品级的侯门公子，应该给我行礼问安，快点。文州，行礼。以前姜文州还能倔强一下，可现在世子之位不保，他不得不低头向云峥行礼。我一定要不择手段往上爬，将所有人踩在脚底下，尤其是云峥。香主，坤宁宫来人了，皇后娘娘派人来了，快请人进来。随后，皇后派来的工人捧着托盘鱼贯而入。锦云香主金安，这是皇后赐下的贺礼：龙凤呈祥玉佩1对，赤金类丝镯1对，散珠黄金璎珞圈1对，白玉鸳鸯扣1对，云锦织金披风1件，无尾金丝凤钗1只。此次也是特意过来帮您量身制衣，朝贺的大礼服和参加庆典的吉服。多谢这位姑姑。云峥不敬公婆，不服夫君管教，还天天抛头露面，不着家，恐怕会辜负皇后的厚爱。没规矩，你是谁？我是平西侯府的大少夫人叶一真。原来是你。皇后口谕，叶一真极度诚信，贪慕虚荣，罚每日抄100遍女戒，由锦云香主监管，并罚2万两银子充作军粮。哈哈哈！接下来的日子，平西侯府闭门谢客，侯夫人气病了，每天昏昏沉沉的。而叶一真作为儿媳妇，自然是要市集，为了表现，做足了功夫。叶氏，我渴了，给我倒水。是。侯夫人一会儿嫌茶烫，一会儿嫌茶冷，怎么都不对。叶一真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却不敢吭声。娘，您别这样。娶了媳妇忘了娘，我算是白养你了。这样吧，我让人把云峥叫来市集，她也是儿媳妇。叶一真眼中闪过一丝快意，
这苦不能他一个人吃，但他注定要失望了。不一会儿，下人就回来了。乡主说很想来市集，但国事为重，拍卖会就在眼前，准备工作繁复无比，他脱不开身，没法来。一个拍卖会而已，他不过是去走走过场，当吉祥物，他不会真以为自己能当大用吧？笑死人了！去，把这话告诉他。下人匆匆而去，匆匆而回。乡主说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，杨二公子一个闲散公子，将来要搬出侯府的人，还是多考虑自己前程吧。哪疼扎哪里，一扎一个准，一句话把3个人都气坏了。很快，户部和瑞亲王即将举办拍卖会的消息就引爆全京城。静雅居是京城中最顶尖的茶楼，今日宾客临门，马车一辆接着一辆。王爷，一个拍卖会而已，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？本王想办，你有意见？不敢。见过殿下，见过尚书大人。禀王爷，我已经全部安排好了。锦云香主，这茶水都要收钱，还搞了3个套餐，茶水加点心，每一档的价格不一样，任人选择。最高档的套餐是100两，就1壶茶，4道茶点，这跟抢钱有什么区别？对，吃喝付钱，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？再说了，请的还是御厨，普通人还没有这个荣幸能吃到御膳。这太市侩了，1/3的利润归户部，这点小钱我们户部不稀罕。那行，这份利润归明镜司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。各位宾客，我是此次拍卖会的负责人锦云香主元征。此次拍卖会采用2种形式，1到100件是采用公开竞投形式，这一块我会负责；101到200件采用暗标的形式。等一下，我有异议，户部没人了吗？让一个女子抛头露面，是9000岁选的我，要不我帮你问问。本王做事需要理由吗？王爷，聘妻之臣，为家之所，还请王爷三思。通走。开始，第1件拍品，一整套12只珠钗，和田白玉镂空金钗、青玉刀凤钗、南海珍珠钗，起拍价3000两，每次加100两，3200两，4000两，每只都是名家工艺，错过这次就没有下次了。机会难得，给自家闺女添妆，给儿子当聘礼，都是极体面的。气氛越来越激烈，争到后面都上头了，个个像打了鸡血般亢奋，最后定格在2万两。崔公子出手大方，不愧是清河崔家出身，不同凡响啊！王家和谢家人呢？你们确定不跟吗？我跟。3家争得头破血流，都不肯认输，争的不是首饰，而是家族的脸面，最后卖出6万的天价。谢谢崔公子慷慨解囊，王家和谢家也不必沮丧，接下来的拍品会更精彩。包厢内，户部尚书看得目瞪口呆，争抢成这样，钱不是钱吗？还能这么玩？刺激！这位锦云香主是顶尖的经商高手，极有手段。第1套珠钗虽好，就算溢价也顶多值个2万两，他却翻了几倍。还是您慧眼识珠，他确实是最适合的人选。中场休息，云峥退场回到包厢，神采飞扬，不见一丝疲色。这半场挣了多少银子？还没有清算，要到晚上才出结果。不必，我已经靠心算算出来了。多少？631.56万两。怎么会这么多？你确定没算错？这是基本技能，我5岁起就会打算盘，心算更是信手拈来。不信的话，可以让人验证一下。户部尚书还是不信，召来2名算盘高手。你俩把这数据算出来，动作快点。2炷香后，1名算盘高手率先报出结果：631.56万两。另一个高手晚了点，但得出的结果一模一样。户部尚书看云峥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锦云香主，接下来还拍卖吗？拍，下半场不管拍出多少，都捐给6部9卿。明镜司的兄弟帮我颇多，户部兄弟也辛苦了，2家多占1成。9000岁，您觉得这合适吗？合适，香主大气。他知不知道自己此时的表情，笑成啥样了？还是那个严肃的户部尚书，给皇上司库留出2份，总是1份。是。那5日后的拍卖，给我们云家卖货，如何？得。中午时分，大家的肚子饿了，侍卫们又一次送上菜单。第金帛套餐，黄金做的，还能镇心安神、美容解毒，没见过，我要尝尝。也给我1份。套餐送上来，一个个摆盘精致的像艺术品，气氛围极强。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食物，撒上金箔就是不一样。一道菜硬是吃出了帝王般的待遇。这在场的人就没有一个差钱的，你来1份，我也来1份。包厢里的户部尚书看着眼前饭菜，满眼的错愕。这看着不错，但要500两。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金箔是个噱头，但他们吃的是菜吗？都是他们的虚荣心。尚书大人，这次的拍卖会很成功，您功不可没。父皇若知道了，一定会夸您的。当然，最大的功臣是9皇叔，您干什么都是最出色的。只要您出马，再难的事情也会拿下。这儿要跟你好好学习。是他，前世那个跑来平西侯府行骗的男人，居然是3皇子。9皇叔，听父皇说，
皇后娘娘要为您选王妃，您可有心仪的女子？有事说事，我很忙。九皇叔，侄儿看上了八大山人的花鸟图，想求您帮忙。你自己问花鸟图的主人锦云香主。锦云香主，这幅花鸟图对我很重要，还请割爱。说是请求，更像是居高临下的施舍。三皇子，您出多少银子？难道想白拿？不是吧？当然不是，就是我还没有开府，所以若香主愿意割爱，必会厚报。7万。7万。三皇子是嫌我给打了折，侮辱了您高贵的人格吗？实在抱歉，那就10万。三皇子脸色涨得通红，不知是气的还是恼的。三皇子，你的脸好红啊，这是喝多了。既然他主动送上门了，那就先收回1点利息。来人，把蜀锦百鸟朝凤的屏风、八大山人的花鸟图、韩晃的五牛图，这些全部移出拍卖清单，不卖了。一共28件，全是难得一见的传世精品，特意放在下半场。宾客们听到这一消息，炸开了锅。怎么不拍卖了？我对繁华锦绣宝石盆景志在必得。我想要买下沉香木佛像，给家里的老祖宗贺寿。你们怎么能出尔反尔？抱歉，这也是没办法，我们也不想的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侍卫压低声音，神秘兮兮的爆料：三皇子去过包厢了。大家沉默了。三皇子非嫡非长，但深受皇上的宠爱，是下一任帝王的热门人选。罢了，再挑挑别的，没必要为了一件东西得罪皇子。就是这三皇子太贪了。锦云香主，东西都拿过来了。进来吧。宝贝送进来，云峥一件件的查看，每一样宝贝都是价值连城。多谢锦云香主，你这般慷慨大方，本皇子记住你了。我不懂您的意思。打脸即将开启，干！这不是送我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现场一进，户部尚书和一众人看天看地，就是不看三皇子，太尴尬了。那你为什么撤下来？哥，已经超额了，我打算自留一半吗？听说江文州失了世子之位很沮丧，我可以帮他复位，就当是回报吧。好不容易才把姜文珠搞下去的，这是报恩吗？是报仇？皇上金口玉言，圣旨一下，绝无更改的可能。三皇子，您啊，别哄骗我了。父皇最疼爱我，只要我想做的事，一定会让我如愿的。谁让我母亲是他最爱的女人呢？要是你作奸犯科，你父皇也会力保你。锦云香主，你越矩了，你放心，不会让你白白付出的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因为我一点都不想付出。你敢耍我玩？云峥将珍宝分成2部分，指着右手边的东西。9000岁，这些东西送您，能保我一世平安吗？其实本皇子也能保你一世平安。你没有王爷厉害，没有王爷真诚，没有王爷踏实可靠，也没有王爷护短。最后一件压轴拍品拍完，就当所有人以为结束时，掌柜神秘兮兮的捧着一个狭长的匣子上台。各位，我们云家之前掏到了一件宝贝，请大家鉴赏，是王羲之的乐毅论。我们云家无意中得到此物，不敢断定是真迹，所以特意拿出来请所有人鉴赏。不知哪位想上来？一间包厢的门被推开，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被扶着走出来。我来。这是前帝师江大儒吗？这不是青云书院的院长顾大儒吗？还有一代书画双绝的程大儒。一群人急匆匆走上台，几位大儒眼巴巴地盯着字帖，眼睛都舍不得眨。一韵纵横捭阖，刚柔兼备，这字迹像，这是修复过了，有点可惜。乐毅论当年流落到某朝公主手里，被公主的奴婢偷走后就失传了，估计是在这过程中残缺了。各位，这是像还是真迹？字迹朴实，笔烈雄浑，这是书圣的真迹，太好了！乐毅论重现世间了。敢问这字帖卖吗？这要问我家主子，请稍等片刻。云峥站在包厢窗边，嘴角轻轻扬起，一切都尽在他掌控中。而三皇子猛地扑过来，一把拉住云峥的胳膊，神情激动万分。香主，把乐毅论送我答应你一个要求，什么都可以。云峥用力一正，朝后退了几步，满眼的防备。是我失礼了，还请锦云香主莫怪罪。不如你先提个要求。他好啊，我要和离。这恐怕不行，但我能让你当平西侯世子夫人。我只要和离。平西侯府是百年勋贵，富贵荣华皆有，若和离后，你就成了一个弃妇，到时这世间的舆论和闲言碎语会逼死你的。听劝。明白了，你是办不到。云峥是冲力无恙行了一礼后，默默退出。九皇叔，您看他什么态度？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，您得帮我罚他。这世上不只有你一个聪明人，你不过是占了身份的便宜。在他看来，三皇子的心眼子还没有云峥多。云峥见过各位先生。纪云香主，这卖吗？不卖，只送。你想要什么？我从小就爱读书，对各位大儒很是仰慕，也拜读过各位的大作，希望能有机会带着家中表弟近距离聆听教诲。入学名额可以给你1个，但不收女子。我可以给你2个白鹿书院的入学名额。他是白鹿书院的院长，2家书院齐名，
这2所书院收学生非常严苛，每年只有几个名额。程兄，这就过分了，怎么能哄抬价格呢？10年内3个名额。行，只限男子。您的字帖。顾兄，承让承让。拍卖会结束，每位宾客都有一份伴手礼，大家乘兴而来，尽兴而归。只有三皇子灰溜溜的离开。临走时，他回头深深地看了云峥一眼，眼神阴沉的可怕。狗东西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三皇子心胸狭窄，小心点。他是你的亲侄子，您怎么不护着他？本王的侄子有10几个，多了就不值钱。行吧，最无情帝王家。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求学。室内只有他们2人，云峥也就敞开了说：“我这年纪了，还求什么学？我对做生意更感兴趣。你想培养自己的势力？之前因为云家没有男丁，顾忌太多，所以行事有些保守。如今我想明白了，朝中得有自己的人，就不怕被反噬吗？只要是以云家名义送去书院的，一开始就打上了云家的标记，是天然的同盟。若他日背叛，很难荣誉世。而且我信奉，只有共同的利益才能长长久久。”王爷，乡主，特大喜讯，好消息！下半场的拍卖收入488.19万，按照事先的约定，6部9卿，户部2份，明镜司2份，皇上2份，宗室1份，一共21份。去掉成本开销，每个部门能分到20万两左右，我们2家能分到40万。今日的餐食呢？一共挣了42.17万两，去掉成本、人工、场地费等等，利润在35万左右。那个刚才说利润的1/3给户部是吧？您嫌弃，所以归明镜司了。王爷，能商量一下吗？覆水难收。户部尚书心碎，悔得肠子都青了。锦云乡主帮忙求个情。我可不敢，不过什么？如果我云家有了皇商资格，我心情一好，就愿意帮着求情。皇上，这归内务府管。那算了。我可以帮你牵个线，但不能保证结果。算了，我忽然想到，我可以求9000岁啊。心痛，感觉错失了好多银子。王爷，可以吗？若我拿到皇商资格，做生意带上明镜司，55开。快答应他，快！这不合规矩。规矩是用来打破的，各位侍卫大哥，你说呢？非常对，我们很乐意帮乡主打下手。这可是财神爷，跟着他以后吃香的喝辣的，想想就美。没事，我就说我想要的，总能得到。给你的玉珏怎么不带？是不喜欢吗？太贵重了，我怕丢了。丢了，明镜司会帮你找回来。懂了，不能明着来，那就暗着来，到时就佩戴那块玉珏参加皇商竞拍资格，看谁不给面子。没有开后门，一切都是合规合法的。他亲自将人送到门口，恭恭敬敬将人送上马车，转身走向另一个包厢。姐姐，你好厉害，好有本事，我也想成为你这样的人。你先好好读书，白鹿书院的名额给你一个。周子，这当真？自然是真的，我希望安康好好读书，考科举进入朝堂，当一个好官。我行吗？别人行，你是我表弟，为什么不行？你将拥有最好的启蒙老师，进入最好的书院，结识一批最厉害的学子。多谢主子栽培，不管将来康儿能走到哪一步，都不会忘了主子的大恩。时间仓促，只有这几样，等药材齐了，我把解读版搞出来。征儿，江南总督写信问罪于我，还威胁要封了我们江南的产业。我们云家被他们夫妻联手算计，他还敢写信威胁？江南总督的小娇妻江淑荣，正是江文州的姑姑，也是白家悲剧的重要推手和帮凶。哼，他真想封产业，就不会写一封信质问。若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是在试探。试探我们是不是真搭上了9000岁。别担心，我来写一封回信。遇人不淑，不得已上交嫁妆。如今云家的家产一半上交国库，一半要归9000岁，只为换取平安。想封江南产业，就先请示皇上和9000岁。江南总督夫妻是不是事先就知道了平西侯府骗婚一事？是不是助纣为虐？这封信会送到9000岁面前，请他示下。征儿，你成熟了很多，考虑问题更周全，性情也变得更强势。我们袁家危机重重，盯着我们的人太多，所以我才将嫁妆这么处理。但我保证，总有一天我会将您和母亲的心血全部找回来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一家人好好的活着。正儿，你要好好的活着。云峥刚回侯府，就被江文州的贴身小厮拦住了去路。二少夫人，二公子让您去试机。我们忙着公务抽不开身，一时要是没法试机，那就休了他，没用的东西。您若没空，那让下人拿些药材和补品去探望夫人吧。这是清单。感情是为了捞好处，侯府穷的都没钱买药了。百年老山参、鹿茸、冬虫夏草、虎骨、血燕、雪蛤，我有，但不会给。你来晚了一步，都拍卖光了。那给2万两银子，我们自己去买。云峥明白了，人家就是为了钱，
都上交国库了，请侯爷上书，请求当今圣上特意拨一笔款给侯夫人治病。小厮碰了一鼻子灰，回去后添油加醋。二少夫人说忙着呢，没空侍候一个老太婆。还上书皇上，特意拨款治病，先侯府还不够倒霉吗？我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孽？娶进来的2个儿媳都是丧门星，没有一个好的。母亲，你骂云峥就别带上珍珍，珍珍日夜侍候您，都累瘦了。她要是个好的，给婆母买药材和补品啊。我哪有钱，整天钱，烦死了！该死的云峥，他为什么不把万贯嫁妆送给自己？为什么要上缴国库？侯夫人心中有气，拿捏不了云峥，却能拿捏叶宜真，将他指使得团团转。叶宜真累得不行，连女诫都没有时间抄了。这样下去不行，得想办法。夫君，他这是大不孝，皇上若是知道，一定会收回香主的爵位。这爵位不光是赏云峥的捐献之功，还是故意恶心我的。谁让我们吃了千年血餐，皇上都没有动的东西，臣子碰了，能饶了我？父亲呢？侯爷去了家学，考究几位公子的学问。父亲也要放弃我了？不会的，不可能的。我是父亲最骄傲、最看重的儿子，满府只有我最有出息，文武双全，是最有前途的后起之秀，其他人都是废物。江哥哥，我们还有机会？没有了。有从龙之功。对，从龙之功，提前投资下一任帝王，成为新帝的心腹。如此一来，别说世子之位了，侯爵换公爵也有可能。他挥退所有人，神色紧张而又兴奋。你说的对，但挑谁呢？当今圣上膝下有6位皇子，大皇子是贵嫔所生，不怎么受重视；二皇子右腿残疾，不可能上位；三皇子是贵妃所出，最受宠爱；四皇子是皇后养子，算是半个嫡子，也有机会；五皇子是陈妃所出，年纪还小；六皇子还是个奶娃娃。我一个妇道人家，哪懂这些国家大事？不过我听说一句话：立嫡立长，立贤立爱。你是说三皇子和四皇子最有机会？这是大事，你先接触一下几个皇子再说吧。我都出不去。过几日就是皇后娘娘举办的春日宴，到时皇子和公主们都会出现，要是我们能参加就好了，我还能交际应酬，让你免去后顾之忧。珍珍，你太聪明了，不愧是我的贤内助，我发誓这辈子只有你一个妻子，不落二色。那云峥呢？我不会妥协的，他只有几个臭钱，万是比不上高贵出尘的你。等我建功立业，让你尽享荣华富贵。好，我相信你，总有一天会成为人人仰慕的大人物。李嬷嬷，你来自宫中，但这规矩马马虎虎，难怪教出来的学生一塌糊涂，上不了台面。我的规矩太后娘娘都夸好，难道你比太后娘娘还有权威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奉命前来收取叶氏所写的女诫，回去告诉云峥，别拿着鸡毛当令牌，真正的事还轮不到他管。一大早，云峥带上了紫嫣和李嬷嬷，刚出门口就被平西侯父子拦住了去路。真儿，为父求您一件事，若是能见到皇上，帮侯府求个情，我们侯府对大姐有功的，请皇上看在祖辈的功绩上，饶了我们这一回，我们都知罪了。侯爷，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自己可以搞定，何必求我？你找什么借口？就问你愿不愿意吧。只要拿出丹书铁券，一切都能迎刃而解。你怎么知道丹书铁券？是谁告诉你的？在江南沃尔听说的，原来侯府真有丹书铁券，我还以为是传说呢。那是第一代平西侯折了半条命，用赫赫战功换来的，也是留给子孙后代保命用的，岂能随意拿出来？是保命符还是催命符，就不好说了。侯爷，要是换了你，能忍受别人手里有制约侯府的东西吗？别瞎说，我们侯府还没到山穷水尽时。云峥，若宫中问起叶以真，你就说叶氏为婆母世袭，病倒了，没法抄完女诫。他为了维护叶宜真，居然让我欺骗皇后娘娘，皇后也是君，欺君之罪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若是被查出，倒霉的是谁？云峥眉眼冷了几分，迈开脚步往前走。云峥，我希望你能明白，你和平西侯府是利益共同体，荣辱与共，祸福同享。只有平西侯府好了，你才能好。我保证会给你一个亲生孩子，让你的后半生有保障。若误了时辰，你负责。父亲，云氏太桀骜不驯，格局太小，只拘泥于小情小爱，不堪为侯府的主母。当务之急就是哄好他，他跟9000岁搭上了线。若有9000岁当靠山，我平西侯府还愁什么？乡主，我家主子还在前朝议事，嘱咐我过来送您一程。安稳了，果然抱对大腿就是好。立秋将云峥一行人送到坤宁宫，云峥被宫人接进来时，回头看了一眼，见立秋还守在宫墙边。有什么事叫一声就行了。
参见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接安，让本宫看看，长得好标致。谢皇后娘娘夸赞。他们没有利益纠葛，双方的态度都很平和的聊几句。云峥不动声色的夸了夸，把皇后娘娘哄得眉开眼笑。皇后何时这么开心？皇上驾到，9000岁驾到，三皇子驾到，平身吧。早朝文武百官弹劾你抛头露面，不安于世，要废除了你相主的爵位，你可有话说？皇上金口玉言，岂是朝令夕改的人？我绞尽脑汁不眠不休，为国出力，为君王分忧，忠心天地可见。而有些人啊，就知道弹劾别人找存在感。哼，好一张巧嘴！你一个女儿家抛头露面，是事实吧？是，有9000岁在，我怕啥呀？好一个女儿家，怎么熏了一身铜锈味，张口闭口谈钱，还为了几两银子抛头露面，丢尽天下女子的脸。三皇子此话诧异，那是几两银子吗？那一共是1161.92万两银子。你一个大男人抛头露面挣了多少钱？2000万两银子，有吗？可恶，会挣钱了不起，炫什么炫？忽然觉得儿子好废物，还没有一个女子厉害，能混吗？他没有，他不行，他嫉妒。3刀，刀刀致命。三皇子扎心了。九皇叔，我是您的亲侄子，亲的，为什么要帮着别人说话？跟别人伸手索要，那是讨饭。我们皇室丢不起这个人。要不是亲叔，高帝要给他几拳。算了，我不敢。云峥，我终于知道姜文周为何不喜欢你了。他眼瞎呗，粗俗不堪，这是军前失仪。来人，把他拖出去打板子。你父皇还没有发话，何时轮到你做主？九皇叔，你为什么帮着他？他能为国库挣钱，你不能。大齐1年的税收在5000万左右，他一个人填上了1/5。若为国尽忠成了一种罪，那么以后天下黎民谁还敢忠君爱国？说得好，来人，自奏。谢皇上恩典。户部尚书夸你能干，若是男子，想让你去户部当差，说这话时遗憾的不行。那不拘一格降人才，让我当女官。女子不得干政。叶宜真抄的女诫可有带来？这云峥一脸的为难，欲言又止。怎么回事？忘了。禀娘娘，江二公子一大早来堵门，说叶氏给婆母是疾病倒了，抄不了女诫，让香主替他说好话。但昨晚叶氏还生龙活虎的，还让老奴跟着他混，老奴不愿意，他还对老奴喊打喊杀。他们这对叔嫂对老奴随意辱骂，对宫中也颇有怨气。这话不能由云峥说，他是当事人，很难取信于人。但李嬷嬷不一定，她出自皇宫，在帝后心里算是自己人。皇上，平西侯府对皇室没有半点敬畏之心，完全没有自省之意啊！皇上的脸色也不好看。李嬷嬷是宫中出去的，代表着宫中的颜面。三皇子偷偷看了父皇一眼，抢先一步开口：景云香主，不是让你监管叶氏吗？你怎么没做到？这是替平西侯府转移火力，看来一切早就有迹可循。怎么管？他是江二公子的心头肉，流一滴眼泪，江二公子就觉得是我害的，恨不得杀了我。江二公子温文儒雅，极讲道理，他不会有错的。对，他为了叶宜真骗婚，瞒着云家肩挑两房。没错，他为了叶宜真的库房充盈起来，就来抢我的嫁妆送他。没错，他为了叶宜真勇闯明镜司，冲9000岁大声咆哮。没错。好端端的干嘛扯上九皇叔？你这是借机挑事。三皇子，你这么维护他们，不顾道义，不顾公理，闭着眼睛说瞎话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姜文周和叶宜真，哪个是你的心上人？还是都是？三皇子看不出来，你玩的这么花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冤枉的。皇兄，您可要好好管教他，别让他走上歧路。皇后，春日宴多挑几个女子，把老三、老四的婚事都办了。你们不会都信了吧？我的清白，我的自尊啊！云峥，你妖言惑众，你以后不要去找他们玩，清者自清嘛。有了今日的事，皇上会一直盯着三皇子的行踪，一旦跟平西侯府接触，那就嘿嘿。静云，你这次干得不错，有功，想要什么尽管开口。为君王分忧是臣女的本分，不敢夸功。不过我实在不忍心姜文周为了心爱的人闹得鸡飞狗跳，侯府上下不得安宁，我也不想耗下去了。皇上，恳请您允许我们和离。静云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和离，各回各位，我回娘家当大小姐，叶宜真当她的侯府少夫人，让她和姜文周双宿双飞，琴瑟和鸣，还请陛下成全。放肆！犟鸡随鸡，犟狗随狗。在你们两家写下婚书的那一刻，你生是姜家的人，死是姜家的鬼。错了，也不能回头。不能，本朝没有和离，没有休妻，只有丧偶。臣女明白了。死了这条心，好好的过日子。年轻夫妻多磨合，时间长了，有了孩子就好了。有朕和皇后看着，平西侯府不敢再欺辱你。看来我还有利用价值。那皇上给我题一幅字吧，让平西侯府知道您对我的重视。直说朕的字好。这不是人尽皆知的事吗？
皇上的书法堪称一绝，能跟前朝书圣相提并论，将来这艺术成就也会留名青史，让无数后人称道。不要脸！父皇的字普普通通，怎么能跟前朝书圣比？但皇上严肃的表情渐渐和煦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朕给你2个选择，一是替平西侯府求情，二是给你家店铺题字。快选一！你是平西侯府的儿媳妇，要以平西侯府的利益为重。皇上赏罚分明，是难得一见的圣君，我又岂能为了一己之私而坏了皇上的清明？我不能那么自私，只好忍痛选二。皇上发现他特能说，还尽往大义上套。那是你的夫家。父亲从小教导我，忠孝不能两全，忠在前，无论何时，忠君爱国永远摆在第一位。我可能会被骂不孝，但这是我的选择，无怨无悔。此女很聪明，但被保护得太好，没被生活毒打过，受不得一点委屈，心思太浅，不足为患。倒是她一身经商的本事可以利用起来。几日后就是第2场拍卖会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齐聚一堂，你却不打算拍卖了，就不怕他们闹事吗？不怕，我是打着官府的旗号，闹事就是造反。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女子，你已经被文武百官弹劾，还敢再抛头露面？谁弹劾我？怎么还想打击报复？我把他们列入小本本上，取消给他们的分成，1文钱都不给，端着碗骂娘，不能惯着他们，此风不可长。皇兄，臣弟觉得这一笔钱应该充公，归入明镜司。三皇儿，下次拍卖会你去给锦云打下手，多学着点。走出宫门，坐上马车，云峥长长吐出一口气，这才发现后背湿透了。这一关算是过了，恭喜你顺利通过皇上的考察。那要多谢9000岁的提点。厉无恙提前预判了一切，告知了皇上的喜好和性格。云峥为此量身定制了几个方案。王爷，皇上这么变态，是不是被女人抛弃过？闭嘴吧。王爷，我不该信口开河，以后会谨言慎行。声音很低，云峥觉得有点奇怪，抬头看了一眼，男人依旧神色淡漠，但耳朵红了。你那么紧张，不会真的是？闭嘴，以后长点心吧。是。此时正是散衙时，官员们三三两两结伴走出来，一辆马车徐徐靠近，拦住大家的去路。请问这是哪家的小姐？这是我家主子锦云香主。你就是锦云香主？是，有何见教？你一个女儿家抛头露面，跟一群男人厮混在一起，不知廉耻。你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？家教太差了。一个商贾之女，教养肯定不行，赶紧回平西侯府闭门思过，以后不要再出门了，否则我们见一次就骂一次。对，我们会天天盯着你，弹劾你。哼，当官的这么没良心，拿了我大笔银子还骂我，那还不如喂狗呢，最起码狗还会冲我摇尾巴。谁拿你的钱了？别胡说八道，别以为有钱了不起，我们是有骨气的，看不上你那点臭钱。那点臭钱，此次我拿出488.19万两银子，分给6部9卿和明镜司16个部门。这话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，纷纷围过来。乡主，您怎么来了？尚书大人，这事是你经手的，你来说，我是不是拿出了488.19万两银子？有什么话，我们找个地方说。别呀，当着大家的面把话说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真的有这一笔钱？怎么还没有分下去？这效率不行啊！这个那个。户部尚书有苦难言，总不能指责君王将银子并入自己私库吧？您倒是说啊！凭什么皇上想扣下这一笔钱，又不准我合理，却心安理得的拿我的银子享乐？做梦去吧！你们装什么装？每个部门能分到20万，出力的户部和明镜司双倍，就是40万，每个人都能分到不少钱。你们拿了钱还弹劾我，不要脸！厉无恙带着手下押送着几10个大箱子过来，这是皇上得知消息后立马派人送过来的。奉皇上之命，给文武百官发银子，让各部的管事都过来对账。箱子打开，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子，大家的眼睛都直了。各部门的一把手纷纷赶过来，轮流对账。户部32万，吏部16万。等一下，户部为什么是翻倍？给乡主打下手了，这是论劳刑赏。户部喜笑颜开，其他部门懊恼不已。不对呀，乡主说我们20万，怎么少了4万？御史台没有。为什么？弹劾锦云乡主的人都没有，毕竟这是他的嫁妆银子，不能发给伤害他的人。就因为这个原因，他是错了呀，我们弹劾没错，我们只是奉命行事。就在他们不甘心时，三皇子匆匆赶来了。九皇叔，这确实有点不公平，弹劾是他们的工作，剥夺他们分银子的权利是不公平的。我认为应该给所有人发银子。你说的有几分道理。那行，这一笔开销你来出。凭什么我出？他只想拿别人的钱做好人，可不想自己掏1毛钱。谁建议谁出钱。
账上有钱啊！皇上恩准，这一笔钱并入我们明镜司，你这是要跟我们明镜司抢钱？那就让锦云香主补上这一笔钱。你们放心，该你们的一分都不会少。多谢三皇子，您如此体恤臣子，礼贤下士，有你是我们的福气。锦云香主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把这一笔钱补上，现在马上去取来。要钱没有，要命有一条。不肯，你又不差这点钱。给弹劾我的人发钱，我有那么贱吗？这是命令。三皇子知道云峥此局已经得罪了父皇，在他眼里，云峥迟早是个死人。你是敲诈勒索，我只听君王的话，等你哪天上位了再来命令我吧。现在吗？你不配。放肆，这是圣旨。你的话就是圣旨，你把自己当皇上。放肆，吾皇身体康健，还能活个几十年，除非你先把皇上干。云峥，你闭嘴，闭嘴！我是说，这是父皇的旨意。口说无凭，把圣旨拿出来。是口谕。不可能，皇上那般英明神武的人，不可能逼迫臣女出银子填亏空。三皇子，你这是故意抹黑皇上，想让皇上在史书上留下一个污点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不孝子？三皇子直到此时，他才发现自己说什么都是错。若咬死是圣意，一个强迫臣女出钱的帝王，注定是污点；若承认是假的，那他就是假传圣旨，必须严惩。宫中有令，香主，我奉皇后之命前来，有事相询，可否借个地方？这边请。两人在一边聊了几句，云峥转头就走到9000岁面前。王爷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厉无恙视线落在他腰间的玉珏上，不言而喻。云峥嘴角上扬，有难事一定会去求9000岁的。你走吧。目送他离开，三皇子长长吐出一口气，如死里逃生般庆幸。三皇子，本王若是你，就马上回宫解释。多谢九皇叔提点，我这就回宫。他什么都顾不上了，脑子里只有父皇那张盛怒的脸。接下去的发放过程很顺利，没人敢跳出来闹腾。高官是不在乎这点钱，但低级官吏比过年还开心。你领到多少钱？200两银子，够我们一家5口吃喝几年。我终于能给病重的老娘抓起铁好药了，真好！谢谢锦云香主。锦云香主有一颗体恤之心，谁娶到了她就有福了。平西侯府可不是这么想的，把香主欺负得够呛，香主一气之下就将嫁妆圈了一半。这么说，我们还要谢谢平西侯府，是个好姑娘。以后若谁说她半句坏话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我也不答应。可这是收买人心，我要上书弹劾，此风不可长。别闹，你想得罪所有人吗？那自然是不能的。他到底是太年轻了，不知道钱是买不到真心的。人家也不要真心，只要我们闭嘴。到了傍晚，2辆马车徐徐驰进平西侯府。真儿，一切还顺利吗？气色极好，当然顺利。怎么去了那么久？不知道大家都在等你的好消息吗？你做事怎么这么不靠谱？文州闭嘴，真儿累了吧？先回院子休息。休息什么？先把事情交代清楚。皇上是什么态度？他原谅我们了吗？来看看这一幅字如何？这种时候你还有心情买字？非要显摆千真阁是你的家业吗？这字好看吗？不好。好看，太好看了！我从未见过如此精妙绝伦的字。花多少钱买的？要不要1万两黄金？我也去买一幅。没有坑到这对父子，平西侯果然是千年老狐狸呀！侯爷比令郎有眼光，这是皇上的字，无价之宝。其实平西侯第一眼没看出这是皇上的亲笔，当他看到竹石刻这个落款时，才猛然发觉那是皇上。好端端的，怎么给写了一幅字？皇上慧眼识珠，夸我能干，办差有功，赏的。皇上夸了他，以后得罪不起了。皇上原谅我们了吗？云峥没有回答他，而是看向身后的马车。大家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这装的是宫中的赏赐之物。随后车上下来几个人，1名宫女，1名太监，2名宫中侍卫。真儿，这是宫中来的安姑姑，这是德公公。奴婢奉皇后之命前来探视生病的叶宜真，请带路。不好，叶宜真还在正院，而且她没有生病。姑姑，我带你们去梧桐院，请这边走。云峥，你别掺和。平西侯招来1名下人向正院报讯，姜文周迅速跟了上去。弟妹太不懂事了，让公公和夫君这么担心。不好了，皇后派人来查看大少夫人的病情，快回梧桐院装病。叶宜真吓了一大跳，猛地往外冲，跑的鞋子掉了都顾不上。另一边，云峥带着宫中人前往梧桐院时，却被姜文周拦住了。云峥，你走错了，应该走这条路。没错啊。错了，你这是绕远路，有一条更近的路，我来带路。云峥没有再说什么，姜文周慢悠悠地在前面带路，他带着人不停地绕圈子，直到远远看到下人打的手势，这才将人带到正确的道路上。不一会就到了梧桐院。屋内传来一道咳嗽声，姜文周有些忧心忡忡。
姑姑，要不在外面看看，别进内室了，我怕过了病气给你。无碍，这是得了什么病？太累了，感染了风寒。姑姑，抱歉。长得真好，你是哪里人？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我是西南八郡人，从小父母双亡，幸得侯府收留，才有了一妻之地。对我来说，平西侯府就是我的家，侯夫人是我的亲娘，为她去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真是孝顺，为人子女，这是应该的。不过我忽然病倒，婆母身边没人侍候，我实在放收不下，就要劳烦弟妹过去守着。婆母很和善的，很好侍候。这话既展现了他长嫂的风范，又秀了一下他的善良，还道德绑架，借着宫中势力的手逼云峥去侍候侯夫人。可云峥不吃这一套，他可没有什么道德可言。怎么就没人了？他儿子死光了，他女儿也没了。云峥，你居然咒我全家！是他说没人了，我还以为今日忽然都死了呢。姑姑，你也看到了，侯府啊，没一个正经人。你胡搅蛮缠。弟妹，你要出气就冲着我来，别为难侯府的其他人。我病倒了，夫君也累坏了，只有你好好的，也该担起你一个儿媳妇应尽的职责。怎么不可了？叶宜真脸色一变，立马狂咳不止。但晚了，安姑姑收回手，站起来，大声呵斥：“叶氏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装病糊弄皇后娘娘，该死！”我真的病了，不信的话，可以让府医为我证明。姑姑，她真的病了，不是装病，你别信云峥的一面之词。来人，去叫府医。开！府医匆匆赶过来，姜文周冲他猛使眼色。开，给珍珍诊脉，然后告诉所有人她的病情。大夫，你诊脉要认真仔细，别弄错了。大少夫人是累的才病倒了，元气大伤，要卧床好好调理。确定是病了，你要考虑清楚，若对宫中说谎的后果。老朽不才，是先皇时期御医的关门弟子，家师姓于，我得了他一身真传，这种小病怎么可能难倒老朽？叶氏确实病了。于冬青于御医。是。哼，于御医怎么教一个庸医徒弟出来？看来他的一世清明难保了。姑姑请慎言，我行医几十年，绝不可能看错。安姑姑是御医世家安氏家族的女儿，家学渊源，精通医术。叶氏的寸、关、尺三部皆有脉，从容和缓，节律一致，是常脉，也就是正常人的脉象，所以她根本没得病。原来安姑姑刚才拉着叶宜真的手，不是安慰，而是在把脉。御医世家安氏非常有名，背景强劲，她若是说安氏女医术有问题，安氏会派出医者队伍前来会诊。安姑姑伸手摸向叶宜真的脸，手沾了白白一层，是珍珠粉，将脸涂白了，造成一脸病容。叶氏，你目无君王，藐视皇权，抗令不遵，打30大板，以儆效尤。姑姑，她不是故意，而是被云峥逼得没有办法了。贾母生病，只有叶宜真一人日夜侍病，都没有时间抄女诫，云峥却逍遥自在，不愿分担责任。若这是罪，那两人都有罪，要罚一起罚。姑姑，你也看到了，江二公子和叶氏情深似海，没事让我滚一边，有事推我出去，我真的倒了18辈子的霉，才被骗婚。安姑姑此行，一是查看叶氏病情的真实性，二是来验证云峥的话真假，有没有欺君回去后跟帝后好好说说此行的所见所闻。香主是受了极大的委屈，也难怪他要和离。皇上夸锦云香主办差有功，江二公子有异议。没有。你觉得锦云香主为皇上办差重要，还是为侯夫人侍疾重要？当然是办差重要。你觉得可以随意挑战皇后的威严，不把皇室放在眼里，可以随意欺君罔上？当然不是。江二公子，皇后的威严不容任何人挑衅，谁都不行。对了，叶氏交罚金了吗？叶宜真看向院门口，不知在等待什么。咱家奉皇上之命前来接收罚金，2000击，也就是2万两银子。云峥，你先帮我垫一下，我到时再还你。没钱。你能不能识大体，顾大局？现在不是你任性耍小脾气的时候，赶紧拿钱出来。嫁妆都拍卖了，1文钱都没有，你逼死我也没用。你家不差这点钱？对，不差，但凭什么呢？凭你百般折辱我。贱人，你们2个贱人！我发誓，我和云家这辈子都不会为姜文周一家子花1文钱。若为此事，就让平西侯府削爵、抄家、灭族。闻讯赶过来的平西侯府夫妻差点气晕过去，人越聚越多，将梧桐院挤得水泄不通。人都到齐了，行刑吧。姑姑，叶氏或许已经怀孕了，这30大板打下去，恐怕是你家府医说的吧？我明确告诉你，她没有怀孕。叶宜真被侍卫按在地上，叶宜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，一板子下来，她浑身一颤，一股难以言喻的剧痛袭来，只觉得身体快被撕裂了，眼睛渐渐染上猩红。就在此时，外面传来喧哗声，不好了，走水了！
走水了。现场一下子乱了，紫嫣迅速将云峥拉到安全的地方，姜文周冲上去抱起叶宜真往外跑。侯夫人看着儿子从身边窜过去，全然没有看到他的存在，差点气晕过去。侯夫人双腿发软走不动，是一个下人将他救了出去。这火势蔓延的很快，将连着的几间厢房也燃着了。叶宜真依偎在姜文周怀里，弟妹呢？怎么没见她？她不会还困在里面吧？打里面最好，省得老跟我们作对。别这么说，弟妹就是年轻气盛，不肯吃亏，心还是好的。也就你这么说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这样很容易吃亏。还是派人去救她吧，她不能有事。云峥若死了，那一半的嫁妆就归了9000岁，那些良田、店铺、商号，价值几百万呢。怎么还没死？安姑姑，你没事就好。出了这样的事，板子别打了吧，不吉利。帮叶氏求求皇后娘娘，说叶氏知道错了，会加倍的抄女戒。叶宜真像是受了极大的惊吓，要是闹出人命就不好了。那我先。姜文周，你这个疯子，为了救叶宜真，居然放了一把火，你想烧死谁？宫中的人吗？我没有，不是我放的。云峥，你恨我没关系，但请放过夫君吧，他若有事，我们俩都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安姑姑，你说巧不巧，不早不晚，偏偏在这个时候。彻查，去请明镜司的人过来查案。这话一出，侯府诸人吓了一大跳。本来皇上就对平西侯府很不满，再查出什么，那就完蛋了。姜文周只能极力阻止。不要，这就是巧合，没必要兴师动众。快去找古雨大人。公公别急，此等小事没必要将明镜司扯进来，我来查，我一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德公公不想理会，平西侯扯下腰间的玉佩，偷偷递过去，满脸讨好。德公公掂了掂玉佩，这成色不错，能值几百两，便同意了让平西侯调查。姐，你来查，别想敷衍，宫中还等着我们的回复呢。让平西侯自查，这跟作弊有什么区别？很快就揪出一个小丫鬟。奴婢是梧桐院的打杂丫鬟，刚才用小红炉煮茶时打瞌睡，不小心烧着了。梧桐院没有小厨房，喝茶烧热水都是靠一个小火炉解决。奴婢该死，请主子责罚。几位，你们说怎么罚？这是你们的家务事，我们不方便参与，自己处置吧。不对。哪里不对？有桐油的味道，为了防止走火，桐油向来是严格管控，内院断然不可能有桐油的，所以只有一种可能，有人特意带进来，这是蓄意放火。哪有什么桐油味？一派胡言！你这是造谣生事。云峥，别以为有9000岁撑腰就耀武扬威，9000岁的客气话你不会当真了吧？在9000岁眼里，你算是哪个牌子上的人物？一个低贱的商贾之女，给她端洗脚水都不配。突然，外面传来策马奔腾的声音，只见一群全副武装、手持武器的黑衣男子簇拥着一辆华丽的马车来到内院。这是9000岁的专座。平西侯急急地迎过去，见过9000岁。锦云香主，可有受伤？你过来，本王带了御医过来给你看看。若是受惊病倒了，还怎么主持5日后的拍卖大会？皇上还等着。王爷，他骂我，他欺负我，他噼里啪啦告状，语速极快，别人都插不上嘴，急得侯府诸人满头大汗。姜文周再也忍不住，王爷，我知道您是去不过情面，被他所谓的一半嫁妆架起来了。当然不是说您为了这嫁妆，而是被他道德绑架利用了。只是死女生性恶劣，拿着您的名号狐假虎威，损害您的名声。云峥只是一个低贱的商贾之女，她是皇上亲封的锦云香主，正3品。姜文周，你几品？你一个没品级的人，居然敢欺5大齐国的香主，是不把朝廷放在眼里，还是无视皇上的圣意？团摄对君王心怀怨恨。我绝无此意。文周是一时糊涂，是我没有管教好，混账东西，让你以下犯上，掌嘴！平西侯用尽全力掌掴儿子，姜文周的脸顿时肿了。云峥看着心里畅快至极。行了，再有下次，国法处置。平西侯，本王说过的话，别当是耳旁风。我们府里出了一个香主，是府里的大喜事，也是平西侯府的荣耀。我是供着他，但小儿女争风吃醋，我不好管的。香主，本王送你的玉珏呢？你是本王召的人，谁欺辱你，就是跟本王为敌。谁动他之前，先掂量一下后果。9000岁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云峥张扬跋扈，对夫家不恭敬，品行有瑕，您没必要为了那一半嫁妆护着他，得不偿失。你算什么东西，胆敢跟本王这般说话？看来上次给的教训不够。厉无恙举起弓弩，对准叶宜真射过去，正中他的肩膀。叶宜真瞬间倒地，右手按住流血的肩膀。姜文周立刻叫来府医查看伤势，肩胛骨碎了，这左手废了。你一定要保住她的手，她可是才女。叶宜真面色惨白，晕了过去。厉无恙收起弓弩，下令彻查起火原因。明镜司办案是专业的，
飞快地散开查看现场。安姑姑几人上前行礼，厉无恙没有叫起，就任由他们半蹲着。你们都是宫里出来的人精，不愿意轻易得罪人，看穿不拆穿。但像这种糊弄帝后、无视君王权威的把戏，你们怎么敢轻易放过？奴婢错了，回去就领罚。好惨啊，一定很痛吧？这手废了，反正也不干活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废就废了呗。云峥，你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吗？有啊，就是不施舍给你们。王爷，我闻到桐油味了，绝不会错。你觉得是谁干的？按照谁是既得利益者，谁就是主谋的定论。放火有两种可能，一是想放火烧死我和宫中来人，将文州和叶宜真跟我结怨。宫中来人是来管教叶宜真，所以这两人有很大的嫌疑。呢？二是帮叶宜真摆脱惩罚，叶宜真或许另有底牌。平西侯只听到了前面的话，他心中也有所怀疑。云峥抿了抿略干的嘴唇，看了半天的戏，都渴了。王爷，喝茶吗？我很会泡茶的。云峥让人取来茶几和茶具，他跪坐在茶几面前泡茶。第一杯他先喝了2口，算是试毒。等了一会儿，他才将第2杯送到厉无恙面前。您尝尝。不错，来人，把皇上赏的点心攒盒拿给锦云香主。侍卫匆匆将攒盒拿过去，一口茶，一口点心，别提有多惬意。王爷，下次拍卖会，臣可否也参加？得。平西侯脸上露出笑容，他也想摸摸挣钱的门道。侯府真的快撑不下去了。一张入场券1万两，先交钱。这分明是抢钱，您确定有人掏这个钱吗？平西侯，你在挣钱方面确实没有天赋，难怪这些年平西侯府江河日下，只是外表光鲜了。嬴政，你是整场拍卖会的筹划，你来说说。至今为止，已经有55张入场券被锁定，这仅仅是在京城经商的，还有全国各地赶来的商人还在路上。据我估计，人数应该在300左右。就是说300万两入账，这是谁想出来的点子？我呀。你一下子挣了这么多银子，怎么花得完？杜如，拿回来，我帮你保管。不劳操心，一半上交国库，一半给9000岁的，我一文不留。这才是皇上不动他的真正原因。皇上贵为一国之主，但国库空虚，司库同样不容乐观。这种时候尤其需要一个经商奇才。云峥随意一个点子就能挣这么多钱，谁舍得动财神娘娘？难怪9000岁破天荒的为一个女子撑腰，全是为了利益。都怪那个不孝子，他非要折腾什么肩挑两房，硬生生的得罪了财神爷。主上有发现，我们勘察后发现是桐油引起的火灾，是被人从外面扔进来的桐油火棍点着了耳房的布料，在院根和墙头发现了几个脚印，应该是成年男子。根据墙头上脚印位置到耳房有段距离，可以断定此人臂力不小。此外，他对侯府的情况和梧桐院的布置很熟悉，由此得出结论，是侯府内部作案，放火者是一名男子，身长5尺3寸，臂力不小。这怎么可能？侯爷，把府中所有男子都叫来，我们要一一盘查。来人，召集府中所有男子前来，一个都不许漏下，违令者加罚处置。明镜司拿着名册一一盘查，查得很快，符合条件的嫌疑人共有9人。3人没到。赵三和李四一早就请假结伴出府了。陈东吃坏了肚子，一直跑厕所，没法来。去把陈东带来。陈东很快就被带过来了，他神色惶恐不安，一看就是胆小如鼠。是他。怎么了？此人有问题。哟，这人经常跟在府医身边。陈东，你跟府医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养父。他是哪个岗位？是库房的管事，内向寡言，老实本分，做事很负责。你什么时候随府医来到平西侯府的？9年前。你今年28，年纪不小了，怎么没娶妻？这孩子小时候被继母虐待，所以害怕女人，挺可怜的。30大板，打了多少下？3板子。见9000岁没有继续说话，安姑姑突然懂了。来人，行刑。王爷，请您看在上天有好生之德，饶他一命吧。厉无恙装作没听见。就在此时，叶宜真悠悠地醒过来。王爷，求您饶了我吧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跟云峥抢夫君了，他想要就给他。云峥，若你帮着求情，以后我们3人好好的过，他有的你都有。王爷，这点心真好吃，下次能再帮我带一份吗？君，怎么还站着？动手！安姑姑一声令下，叶宜真被按在地上打板子，一下又一下，惨叫声响彻全场。姜文周想上前救人，但被平西侯喝止。你胆敢上前一步，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。王爷，叶宜真屡次犯事，知错不改，是不是该死？30大板，他能熬下来吗？他身娇体弱，又受了伤，顶多20就没命了。叶宜真被打得血肉模糊，渐渐不动了，脑袋歪到一边。就在此时，一道黑影手持利刃扑向云峥。
紫嫣一把把云峥拽到厉无恙身后，四周的侍卫立马上前保护他们，而古雨和一众明镜司高手齐齐出手拦截黑影。果然，陈东有问题，武功高强，却在侯府库房默默蛰伏。没想到平西侯府卧龙藏龙，还藏着这么一个武功高手。9000岁荣禀，我真的不知情，就是不知道，皇上信不信？几个回合后，陈东露出败相，转身要跑，突然一张大网罩下来，精准地将陈东网住。陈东失手被擒住，古雨直接打断他的手脚。陈东躺在地上，硬是没有吭一声。陈东，说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狗东西！说，否则你的养父就死定了。别动我义父，他是无辜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可以说，但你要对天发誓，不会伤害我养父。我发誓，若违誓言，让我天打雷劈！快说！禅震，你还记得当年的浣溪村张家灭门惨案吗？你这个畜生，我解救了受伤的你，你却为了掩饰行踪，杀了我全家，整整11条人命啊！9000岁，我本姓张，是西南平县浣溪村人，要状告平西侯陈震屠了我张家满门，连刚满月的孩子都不肯放过，求9000岁为我张家做主。陈震，可有此事？并不是这样的，张父是敌国的探子，深埋在我国边境刺探情报，我是奉命前往缉拿，遭到张家极力反抗，我不得已才灭了张家。你胡说，我父亲不是探子。我记得张家没有留下一个活口，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哼，我是张家幼子，当时跟家里怄气躲在树上，亲眼看着你杀了我陈家。禅震，我苦学武功，蛰伏多年，就是为了报仇。武功这么高强，蛰伏了9年，却一个陈家人都没有干掉。我没法确保一击全中屠尽他满门，就不敢轻举妄动。本来将2成亲当晚是最好的时机，一锅端了，你坏了我的全盘计划。说说你是怎么打算的？我是管库房的，有足够的条件在酒里下药，到时喜宴一开，人多眼杂，不动声色的将人都要翻了。云峥，就因为你的胡闹，没有了喜宴，坏了我的计划，你说我怎么能饶了你？关键时刻，恨之入骨的杀父仇人就在眼前，却没有杀，反而找上了我，可笑又可悲，我一个字都不信。因为你最弱，最有钱，大家都会选择保你。呵呵，分明是临死前替叶以真除掉我这个对手，你的心思全被在场的人看透了。王爷，叶以真还差11板子，早打晚打都是打，还是早打早了，早死早超生。陈东极力掩饰，但听到这句话，眼神变了，变得慌乱不安。别的都能装，唯独眼神无法掩饰。这是人话吗？嫉妒心害死人了。王爷，真真只剩下一口气，求您饶了他吧，求您了。你真的想救他？是，用丹书铁券来换。不可能，丹书铁券是我平西侯府保命符，我是不会轻易拿出来的。我也不知道丹书铁券放在哪里。9000岁，您暂缓几日，让我跟父亲好好商量一下。厉无恙眼看平西侯不愿意交出丹书铁券，便继续吩咐侍卫行刑。眼见板子就要重重挥下去，叶宜真就要惨死于此地。住手！9000岁，我用一个秘密换叶氏的安全，和您替我张家伸冤。火是你放的？是，叶小姐对我有一饭之恩，我虽是莽妇，却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不忍她年纪轻轻就送命。你刚才说的张家灭门案是真是假？千真万确，求您做主。说吧。9000岁，我只说给你一个人听。王爷，恐怕有诈。无妨，带他过来。一个手脚被废、武功全失的人，有什么好怕的？陈东被带到厉无恙面前，他一张口，厉无恙的脸色就变了，说了几句话，忽然陈东一口血喷出来。不好，他咬舌自尽了，快救人！阿东，你怎么这么傻？叶以真怎么像个扫把星，专克身边人？上一个为他丧命的还是他最亲近的奶嬷嬷，这次是陈东，下一个轮到谁呢？你还是你的父母家人？你闭嘴！明明是被你逼的，真真清清白白的，善良又温柔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你慌了，你是怕陈东和叶以真有不可告人的关系，你怕看走了眼。先给叶氏治伤，剩下的板子暂且记下，改日再打。把溥仪和陈东的尸体带回明镜司。王爷，我送你呀。走了一段路，厉无恙一个眼神，四周的侍卫渐渐拉开距离。云峥凑了过去。王爷，陈东到底说了什么？要是不方便的话。叶宜真的身份有问题，我要进宫跟皇上说一声。什么问题？我派人去西南查，在事情没有明了前，一切不好说。陈东的供词漏洞颇多，他这一身武功哪里学来的？蛰伏多年却没有下手，不觉得奇怪吗？关键点在于叶宜真，只要查清他的身世，一切迎刃而解。所以他现在还不能死。我知道，大局为重，我不急。再说了，活着受罪未必比死了好。我会派人盯着叶氏，你尽量不要主动靠近他。好。叶宜真遍体鳞伤，昏迷不醒，太医和医女正在给他治疗，处理伤口。太医，我夫人情况如何？我用银针吊住她一口气，伤口也用了上好的药处理。
前几日会有些凶险，但熬过去就好了。我开的这张药方需要200年老山参和冰山雪晶配药，你们府上可有？您把方子给我，这样我们自己去配。行。还有一件事，大少夫人此次元气大伤，就算治好了也会留下后遗症，可能会不孕，还有她的左手废了，以后不能留重物，天气变化时会疼痛难忍。怎么会这样？太医，请您一定要想想办法治好她。我是凡人，不是神仙，抱歉。姜文周送太医出来，在院门口遇到平西侯，平西侯跟太医寒暄了几句，送他出门。等转过头，一巴掌挥过去。混账东西，看看你惹出来的祸！父亲，我错了，当初不该坚持肩挑两房，以致事态失控。可是已至此，总要想办法解决。陈东跟叶一真的关系，你可知晓？真真心地善良，乐于帮人，很多人都得了他的恩惠。想来陈东也是如此，而他随手帮了人，转头就忘了。陈东蛰伏9年，却没有痛下杀手，我认为是念着真真的恩，不愿毁了他的栖身之地。所以我们全家还要谢谢他。明日我会上奏折，请立你弟弟为原为世子。姜文周如五雷轰顶，站都站不住。父亲，真真的身世。叶宜真是他家远房亲戚的女儿，父母双亡，上京投靠侯府，他收留了叶宜真。谁知叶宜真很善解人意，乖巧又孝顺，侯府上下交口称赞。渐渐的，她就融入到了侯府中，成了侯府人见人爱的表小姐。她从来没有在叶宜真身上花过心思，自然也没有派人去西南核查过她的身世。当初他上门时拿的信物没问题，很多细节都对得上，所以我没有怀疑过。我觉得真真没有问题，别人不了解他，我们还不了结吗？再说，我们侯府有什么值得别人花10年时间布局的？父亲，请先不要急着请立世子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保证不会让您失望。平西侯心中很是不忍，但为了保全平西侯府，不得不硬起心肠。在他心里，平西侯府的传承才是最重要的。你是我最心爱的儿子，以后分家时不会亏待你。深夜，夜深人静，床上躺着叶宜真，2个丫鬟跪坐床边，半伏在床上睡着了。一道黑影闪进来，掏出一颗药丸塞进叶宜真嘴里。不一会儿，叶宜真苍白的脸多了一丝血色，黑影悄无声息地闪身离开。第2日清晨，丫鬟醒过来，主子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快叫太医。大少夫人，您这是吃了什么神丹妙药？怎么一夜之间就恢复了大半的生机？可能是老天爷见我可怜，不然我受苦吧。世子呢？他昨晚没守着我。二公子可能累了，一直在房间休息。太医一回宫就被叫去面圣，向皇上禀报叶宜真的病情。你是说叶宜真服了神丹妙药？是，应该是神药门的小还丹。神药门是一个隐世医毒双绝的江湖门派，离群所居，与世隔绝。小还丹是疗伤圣品，一颗千金难求。看来这叶氏很有底蕴，连这种药都能弄到。我让人去神药门要一个说法，普天之下皆是王土，神药门位于我大齐悠然谷，就得听王命。让他们进献5颗小还丹。是，昨晚有黑影进入叶氏房中，身上已经染上明镜司特制的千里香，此香3个月不散，就算跑到天涯海角，也能将其和背后的势力挖出来。你觉得陈东说的话有几分可信？8成。他极力保护叶氏，却在最后一刻暴露他的身世，这合理吗？再不暴露，叶氏就见不到明日的太阳。我会送他上西天。当时叶氏只有一口气了，再挨打必死。朕总觉得哪里不对，好好查。是。第2天一早，云蒸梳洗完，刚出院门就被大管家拦住了去路。二少夫人，这是侯府的管家令牌，侯爷特意让奴婢送来，说全府上下都听您吩咐。您说1，我们绝不说2。回去跟侯爷说，要我管家也行，先给我1万两黄金当管家费。账上全是亏空，哪来的银子？侯爷和夫人刚出远门，要过半个月才回来。他眼珠一转，就有了鬼点子，嘴角扬起一抹坏笑。客院，叶宜真躺在床上，肩膀如针扎般疼痛难忍，外面传来喧嚣声，他抄起手边的茶具砸过去。吵什么吵？大管家来了。你来的正好，我要的血燕窝和百年老山参呢？二公子已经在张罗了，您再等等。库房没有。这是管家的令牌和各库房的钥匙，您不信的话，可以拿去查看。管家令牌，夫人怎么舍得拿出来？夫人出远门了。今日是几号？14号。每个月的15号就是翻阅银日，已经欠了3个月。拿去给云蒸，让他好好管家。我要的东西在天黑之前送过来。对了，还有人参、冬虫夏草、鹿茸、藏红花、灵芝都来1斤。叶氏，侯府不养闲人，你别躺着装尸体，赶紧起来干活。你怎么说话的？还是宫中的嬷嬷，太不讲究了。
我是分人的，有些人不需要讲究。侯夫人点名让你管家，你可是他嫡嫡亲的大儿媳妇，好好干。我还在养伤，恐怕无法胜任，就让弟妹代劳吧。我想这侯府迟早要交到他手上的。世子要换人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什么？侯爷上书请立姜文云为新世子，以后你们这一支就要搬出侯府，成为堂支。二公子没个正经营生，将来啊，也不知能不能养活你。还燕窝呢？我看吃野菜还差不多。这不可能。第二日，下人们齐刷刷地赶往客院，请叶宜真发钱。你们去找云峥，他有的是银子。我家小姐说了，长幼有序，不敢越过长嫂管家。我病了，没法理事，让弟妹。你又没死，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干活。叶宜真气得嘴巴都歪了，大家追着他要银子，拿不到月银的下人消极怠工，整个侯府都停摆了。云峥是一点都不受影响，院子里有小厨房，开销都是自己来。紫嫣，再给他们加一把火。是。忙碌了一天的姜文周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。夫君，你快管管吧，我撑不住了。再忍忍，我已经求得几位世伯允诺，助我恢复世子之位，这才是头等大事，其他都放一放。可眼下怎么办？明日我去找云峥好好谈一谈，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好。就在此时，他的亲信神色慌乱地闯了进来。二公子，不好了！出了什么事？下人们把库房砸开了，抢了东西就跑。什么？好大的胆子！他们怎么敢的？下人是签了卖身契，生死都掌控在主家手里。他们这么搞，等于是叛主，是死罪。春晓院，紫嫣从外面进来，行了一礼。主子，都安排妥当了。走，我们去凑凑热闹。姜文周带着自己的一众亲信匆匆赶过来，就见库房大开，下人们在里面翻找东西。虽然侯府没银子，但这些日常之物也值几个钱。统统住手！你们这在干什么？都不想活了！偷盗主家财物是死罪。二公子，我们也是逼不得已，3个月没发月银，家里人都快饿死了。我们也不想这样，京城哪家会克扣奴婢3个月的月银？我们忍了3个月，已经仁至义尽。二公子，您别净顾着风花雪月，赶紧给我们发月银吧，我们都要养家糊口的。来人，把这些偷盗侯府财物的奴才都抓起来，50大板。他要杀鸡儆猴，否则以后这府里就要乱了。他的亲信立马抽出武器，下人们的脸色都变了。就在此时，一道声音猛地响起：统统不许动！尹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侯府前来报案，说发生恶劣的群体械斗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没有报，是我报的。云峥从暗处走出来，紫嫣和几个侍卫跟在他身后。谁让你报案的？尹大人，他不懂事报假案，请回吧，改日我自当登门拜访。京兆府尹是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，这个位置是皇上的心腹，姜文周也不敢轻易得罪。尹大人，今晚若死了很多人，你知情不管，这责任你首当其冲。姜二公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些下人偷盗府中财物，我正想惩罚他们。大人，冤枉啊！是侯府欠了我们3个月的月银，我们快饿死了。常3个月不发月银，我没听错吧？我们都是良民，我们只是在拿回自己的工钱。什么良民？你们都签了卖身契。那下人拿出一张卖身契。大人容禀，我们都去官府销了卖身契，如今是良民了，您尽可以查。你们怎么会有卖身契？谁给你们的？尹大人让人回去查档案，手下不一会就回来了。大人确实都销了卖身契，他们都是良民。下人们听到这话，多了一丝底气。我们拿东西抵工钱，有什么错？云峥，快把银子拿出来，先把月银发了，大家都不容易。都拍卖了呀，哪来的钱？不是我说，没钱就不要请这么多下人吗？云峥，就当是我借的，我保证一定会还的，我这就写借条给你。你上次强夺嫁妆后，明镜司不放心，就将嫁妆拉走了，哪来的银子借你？要不你回娘家周转一下。这哪是侯府公子，分明是无赖。其实何必那么麻烦？侯府穷得请不起这么多人，那就放他们走。至于所欠的月银，拿东西抵呗。你们看重什么自己拿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还是二少夫人明事理，懂得体恤下人。大家听到这话一拥而上，拿了看中的东西就跑。统统站住，不许跑！大家跑得比兔子还快，他的人拦不住，无奈向尹大人求助。尹大人，快帮我拦住他们！尹大人迟疑了一下，云峥忽然笑眯眯地问道：尹大人，听说三皇子在养心殿前常跪不起，可有此事？有，出出进进的朝臣都看到了，但没人敢打听原因。您可知道原因？香主知道。知道呀，我干的。好家伙，算了，惹不起，放他们走吧。姜文周眼睁睁地看着曾经对自己毕恭毕敬的奴婢们冷漠离去，却束手无策。云峥欣赏着他痛苦而又绝望的表情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你这个疯子！第二日早朝，朝臣们纷纷赶来参加。
等上朝时，大家聚在一起窃窃私语。平西侯府昨晚的闹剧听说了吗？真是百年难得一遇，笑死人了。听说了，我才到平西侯府没钱，但穷成这样超出我的想象，太丢人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，让他们这么兴奋？早朝了，皇上高坐在龙椅上，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臣有本要奏。昨晚，他将昨晚发生的事说了一遍，一下子炸开了锅。平西侯府已经落魄到这种地步。平西侯上书，请立嫡幼子江文云为世子，大家有何意见？众臣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没有一个站出来。看来都没有意见，那就这么定了。等平西侯回来销假后再宣旨。姜文周知道此事后，整个人都崩溃了。叶宜真气急攻心，本来有些起色的身体又不行了。侯府经此一事，仅剩下几十人，整个侯府没法运转了。第二次拍卖会如期而至。来了，锦云香主来了。你就是云家丫头，我跟你父亲相熟，你父亲怎么没露面？家父有事，没空出席。我也算是你的长辈，听我一句劝，女子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，抛头露面的女子是没有好下场的。你叫什么？赣州许氏的家主，你可以叫我一声世伯。许氏是赣州的地头蛇，最大的家族之一，连当地官员上任都要先去他家拜访。许家主，这是什么？牌匾。对，这3个字如何？许家主见他如此得意，以为是他写的，像鬼画符。小侄女，你们云家也太不讲究了，怎么不找个好点的人写？我儿子的字不错，让他给你写一个。此次参与者被允许带一个人，许家主带了他的庶长子。师妹，献丑了，拿文房四宝过来，我当场给你写一幅。朱时刻，乃当今圣上的雅号，千真格3字是御笔。完了，这脑袋还能保住吗？师妹，你怎么能坑我们？住口！谁是你的师妹？这是皇上亲封的锦云香主，还不快见礼！大家纷纷起身，躬身行礼。见过锦云香主。国法在上，礼法在前，不得有下次了，明白？是，明白。都起来吧。就在此时，一群人走了进来。三皇子驾到，江城郡主驾到。见过三皇子，见过江城郡主。大家行完礼，就围了过去，对着三皇子大献殷勤。三皇子也有意多搭几条人脉捞钱，夺嫡最不可缺的是银子。云峥没有上前，跟负责维持秩序的国语大人聊了几句。9000岁要晚点来。是，他有要事要处理，让我跟香主说一声，有事尽管吩咐我们兄弟。那就麻烦各位了。您客气了，为您办事，兄弟们很乐意。无他，就是跟着他有肉吃。上次拍卖会的份额，加上这次卖的入场券名额，大家都能分到一笔钱，都乐疯了。香主，你这死就不厚道了，怎么能不分给我们户伯呢？入场券挣了300万，一半上交国库，一半交给9000岁。我又做不了主，您去跟皇上闹呗。忽然，三皇子大声质问：云峥，这是云家的产业，怎么把拍卖会的地点设在这里？这算不算以权谋私？你可知罪？这可把众人吓坏了，纷纷闪到一边。锦云香主真是的，得罪谁不好，非得罪皇子。那可是皇上的亲生儿子，将来有可能继承皇位的皇子，你不扒着讨好着，怎么能得罪？看来勋贵圈子也不好混，商贾之女就算成了香主，面对真正的权贵时，连个屁都不是。我想，我高兴。他疯了吗？怎么敢这么跟皇子说话？不怕被砍头吗？信不信本皇子这就砸了千真阁？云峥不但不怕，反立马叫人拿下牌匾。来，你来砸，快砸！只要你敢砸，我就敢告状，到时店里的所有损失你赔，我店里就能免费重新装修了。快砸！我是皇子，你这样跟我说话，你不尊重我，给我道歉。我还是香主呢，你九皇叔没让我道歉，你父皇也没让我道歉，你凭什么呀？凭你比这2位更有权。锦云香主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锦云香主岔开话题，拯救了进退两难的三皇子。云峥没有再继续纠缠。江城郡主，你来的正好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。这位江城郡主的父母家人全部为国战死，只留她一个孤女，被帝后收养，封为郡主，养在深宫。三皇子，江城郡主，尚书大人，我们去包厢吧。一行人进了最豪华的包厢，桌上摆满了茶点。拍卖会开始了，户部尚书先上台，简单介绍了流程。接下来有请锦云香主上台。各位，我们今日玩点新鲜的花样，不一样的玩法。首先，我仅代表官府和云家，欢迎大家来到京城参加第2期的拍卖会。云峥讲完开场白，很快进入正题。我来介绍第一份拍卖品，这一套香皂礼盒，我取名为风花雪月，用几10种珍贵药材和香料，多年精心调制，才调出了这4款香皂，既为清洁的香皂，又是调理肌肤的药皂，不用不知道，用了满心欢喜，熬管用了还想再用。这一套卖多少银子？一套100两。这还需要拍卖吗？直接订购呗。我今日不卖香皂，而是拍卖各地区的独家经营权。
按照两京13省的划分，我将独家经营权分成15份。先拍卖京畿地区的独家经营权，我只卖给一个人，允许他独家经营。别人想要买，就去他那边进货，价格自己定。富商们听懂了，好家伙，这方式确实别开生面。独家经营权还是第一次听说，细细一想，确实能挣大钱。这独家经营权是多少年？有保障吗？4年为期，官府背书，就是说朝廷会保障你们的合法权益。他说的隐晦，但大家都懂了，就是等于给朝廷交了保护费。确定吗？尚书大人，您来说一句。本官保证，会保障你们的合法权益，这一条会写到祭书里。听到这话，大家都放心了，眼中全是志在必得的眼神。这钱拿来搞关系、攀人脉，不如直接一步到位，交给朝廷，换来朝廷的保护。这么多人抢15个名额，一定会很激烈。起拍价10万两银子，最低价为1万两，开始吧。京畿地区向来商家必争，有钱人最多，消费能力更高，所以为了京畿地区的独家经营权，几乎抢破了脑袋。我出12万、15万、20万。不知不觉，价钱已经喊到了100万。100万，100万，还有吗？105万，还有吗？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，机不再来，不进则退，会被别人替代。商场如战场，失了一局，以后再追就难了。他很会烘托气氛，一句句的说到大家的心里去。最后，价格定格在了205万，将首个独家营权卖了出去。天啊，这些人疯了吗？这么贵，能挣回来吗？商人又不傻，亏本生意肯定不会做的。尚书大人，你说呢？如果没有意外，大半年就能赚回来，以后就是纯赚。锦云香主是100年难得一遇的经商奇才，他太厉害了，老夫甘拜下风。尚书大人言重了，自古以来商贾是小道，哪及得上您掌管全国财政的辛苦和本事？可惜香主是女儿身，如果是男儿，我一定会抢来户部当差。再能干也只是女儿身，只能为他人做嫁衣，注定走不到台前。三皇子嘴上还在说酸话，但随着云峥谈笑之间开卖出多个独家经营权后，整个人都麻木了。就算其他省份的独家经营权价格远没有京畿地区高，但加在一起是一个可怕的天文数字。户部尚书，这次拍卖的银子是怎么分的？442，户部9000岁，锦云香主。9皇叔的运道真好。另一边，云峥又开启了新的一轮竞拍。接下来有2个版本的香皂，配方不一样。吉祥如意版本是1盒10两银子，福气满满版本是单卖的1块1两银子。这2个版本是捆绑一起的。老规矩，京畿地区起拍价10万两，最低起拍1万两，开始。呵呵，他居然还想拆开来卖，把人家当傻子了，谁拍谁傻。刚才没拍到懊恼万分的人，眼见又有了新的机会，疯狂的叫价，竞价交替上来，气氛无比火热。钱多人少，脑子不清楚，都是傻子。新一轮下来，挣到了天文数字，光是进入国库的银子就已经是1年的赋税。中场休息，云峥累了上来休息，江城郡主将一个果子递给他。锦云香主，你怎么想出这么好的办法？没事瞎琢磨的，叫我云峥或者阿征吧。好啊，阿征，你叫我阿武吧。锦云，为什么不让我来向大家保证，我是三皇子，说的话比官人管用？你想收买人心，皇上看着呢，老实点。父皇让我跟你学习，要不你帮我找一条发财之路。不干。我可以帮你在父皇面前说好话。你别害我。什么意思？你是皇子，就不该结交外臣和富商，我是首富独女，就该离你们这些皇子远远的，不站队，不投诚。我们云家只忠于当今圣上，我只给圣上和9000岁挣钱，别人想都别想。呵呵，云峥，我劝你考虑清楚，机会只有一次，稍纵即逝。你威胁我，就算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改变主意。皇上对我委以重任，破例将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做，如此信任，我岂能辜负君王？我虽是女子，但也是念过书的。报君黄金台上矣，提携玉龙为君死，我亦如此。他掷地有声，正气凛然，听得人热血沸腾。隔壁的门被猛地推开。说得好，参见皇上。锦云，你不错，忠心耿耿，实属难得。皇上仁厚，一再包容臣女的任性妄为，还给了臣女这样的机会，臣女感激涕零。您是臣女唯一愿意效忠的君王。唯一效忠？娘，他呢？9000岁对我来说意义非凡，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他伸出了援手。他是我的恩人，这一份恩情我会记一辈子，而将来他也会是我的收尸人。这话一出，气氛一下子变了。胡说什么？人总要死的，我这性子不好，尽得罪人，刚才就得罪了三皇子。父皇，刚才只是说笑，我怎么可能冲锦云香主下手？若他有事，朕只找你算账。锦云，你愿不愿意给内务府总管大臣当副手？父皇，皇上，您是让我当内务府副总管吗？朕的意思是当副手。
辅佐总管大臣打理内务府。什么辅佐？说的好听是副手，连正式官职都没有，就是打杂的，拼命给皇上挣钱，好处全是别人的，责任全是他的。就算你没有官职，也有相应的权利，除了内务府总管，其他人都听你的，官职只是一个虚名。这种话骗骗别人就算了，云峥是一个字都不信，凡事都要师出有名，你名不正言不顺，受了委屈都没地方哭。多谢皇上抬爱，但我这个人霸道任性，更喜欢自由自在的。在场的人震惊不已，他是第一个敢拒绝的人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皇上居然不生气。送你了。谢皇上恩赏，我受之无愧，这是我该得的。毕竟这2场拍卖会挣的钱足以丰盈国库，我为国家出力，我骄傲。这样的经商天赋，这么能干的小祖宗，骗不了，那只能哄着。这副手没名没分的事不能干，我这脾气不能受一点委屈，哪天一不小心砸破顶头上司的脑袋，谁负责？这不行啊，皇上还指望着他给自己的私库挣钱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想，我啥都不缺。对了，和离不行，这规矩不能破。要不让皇后出面说和，让姜文周跟你好好过日子。至于叶氏，给他修个家庙，让他住进去带发修行，不许出来。不要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我心高气傲，不屑跟人争夫，姜文周那种货色也不配。不管如何，他是你的夫君，你要敬着。皇上，我这个人呢，特小气，特记仇，谁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我就砍断他的手。平西侯府骗婚，姜文周百倍折辱我，还想弄死我，让位于叶氏，我跟他注定不会和平共处。女子还是要温顺些。皇上，换了您会心甘情愿地当平西侯府和姜文周的垫脚石吗？等被利用殆尽，再一脚踢开。他拼命上眼药，彻底断了姜文周翻身的机会。他敢剁了他。我没有什么想要的，我累了，要休息个几年。你不是想要皇上的名额吗？朕给你一个。他让步了，但云峥已经瞧不上皇上了。皇上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被人指着鼻子骂一身铜臭味。别不识好歹。云峥嘟着嘴生闷气，皇上既好气又无奈，他耿直又任性，却是难得一见的经商奇才，又忠心，就冲着这几点也不会治他的罪。局面僵住了，没人敢吭声。皇兄，给他父亲在内务府安排一个职位吧。皇上心里一动，就算强行让他去内务府，也不会出力，说不定还会将内务府搅得天翻地覆。但如果他父亲当了官，有事当女儿的还能不帮忙？这主意好，哪个职位合适？织造司员外郎。织造司是负责操办宫廷和官用的绸缎、绢帛、布匹等纺织品，龙袍凤衣和百官官服都包括在内。这是管皇上的吗？锦品官？对，从五品。行，这个可以，就要这个。你当白萝卜啊？挑一个。行就行，不行就拉倒，从五品的小官而已。你知道10年寒窗苦读考中状元后，授几品官？翰林院修撰，从6品。那又怎么样？状元3年出一个，大齐首富就一个呀，物以稀为贵。传旨下去。风云，云峥的父亲叫什么来着？家父名讳展鹏。风云展鹏为织造司员外郎，即日上任，钦此。我替我父亲谢恩。父皇，本朝规定，当官之人不能做生意。今云乡主之父成了朝廷官员，那云家商号就要关了，实在可惜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建议找一个人接手云家商号，比如我的伴读。他的野心不言而喻，我云家的生意就不劳三皇子操心了，有我在，云家商号到不了。你是女子，没有经商的经验，光是纸上谈兵没啥用。你可知道我云家是何时从江南首富一跃而起，成了全国首富？3年前。你对我云家很了解吗？提这个干嘛？我只花了3年，就将云家推到了巅峰。你是说你才是云家真正的操盘人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今年才16岁，你9皇叔，这是真的吗？他接手前，云家是江南首富；他接手后，云家的财富翻了几倍，成了大齐首富。皇上，您给我家写个云府的牌匾呗，就用台格体，不要草书。不行，别得寸进尺。云峥也不强求，扭头看向厉无恙。呀，王爷，您帮我写一个呗。他的字不好看。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9000岁的名号能镇住牛鬼神蛇。呵呵，你够坦诚的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一定要痛痛快快的活，别委屈了自己。来人，取文房4宝。下人送上文房4宝，云峥亲自送到厉无恙面前，眨巴眼睛，双手合十。王爷，9000岁，给我写一个，求你了。厉无恙拿起毛笔蘸墨，在宣纸上挥洒自如。云府2个大字遒劲如铁画银钩，好看极了。皇帝，你的字还是没什么长进了。皇兄，要不您来展示一下？皇上顺势接过来，刷刷的写下2个大字云府。写完后，皇上将字递给厉无恙，厉无恙木木的夸了一句：写得真好，
比我好。他不走心的夸完，随手将字递给了云峥。云峥小心翼翼地收起来。三皇子瞧见了，父皇，他偷您的字。闭嘴，蠢货！就在此时，外面传来一阵喧哗声。怎么回事？禀皇上，江二公子带着100家将前来闹事，说锦云香主不守妇道，抛头露面，要将他抓回去，动用家法。千真阁被一群手持木棍的男人团团围住，负责安保的明镜司拼命拦住他们。姜文周站在门外大声叫嚣：云峥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不守妇道，抛头露面，让我平西侯府羞辱。身为你的夫君，我不再姑息。江二公子，里面在举行拍卖会，你这般惊扰会场，可不大好。我才不管这些，我只知道我的妻子不安于世，整天跟无数个男人厮混，我要将她带回去，家法处置。古语大人，请让开。江二公子，我劝你一句，速速退开。锦云香主在办大事，你不能惊扰他。他越是这么说，姜文周心中的仇恨就越强烈。云峥毁了平西侯府，毁了他休想有好日子过。来人，跟我一起冲进去！明镜司的人严阵以待，见他们冲进来，立马举起武器抵抗，两方战成一团。室内众多富商吓白了脸，缩在角落里躲着。天啊，居然打起来了，好可怕！勋贵们平时就是这样闹腾的吗？一言不合就抄家伙干架，好凶残！也不能怪江二公子，谁家媳妇抛头露面，不安本分，哪个男人受得了？不会打进来吧？赶紧让锦云香主出去解决问题。话音刚落，云峥带着侍卫们从包厢走出来，神色淡然，像个无事人般。云峥走下楼梯，一步步走向大门口，看着这一团混乱。这么热闹呀！云峥，你总算出来了，跟我回去。姜文周，你发什么疯？在京城械斗是要被抓起来的。这不是械斗，是执行家法。若不想造成无辜之人的伤亡，就赶紧跟我回家。我要是不回去呢？哼，我已经派人去捉拿你父母，到时出了什么意外，就不要怪我。姜文周，你敢？这是你逼我的，云峥。你想要什么？姜文周拿出一张财产转让契书，附上长长的清单。千真阁、宝翠斋、京城的20家店铺、10家田庄和2幢陪嫁大宅院，还有江南的6万顷良田。签了这契书，我就放了你父母。我若是不签呢？那就等着替你父母收尸吧。云峥，你要想你父母活着，就乖乖走出来，任由我处置。云峥站着不动，眼神古怪极了。忽然，他扬声大叫：“平西侯府刺杀皇上，救驾！快救驾！”云峥，你发什么疯？别以为胡乱嚷嚷就能脱身。云峥转过身，看着包厢。皇上，江二公子带数百家将围攻您，这是要造反啊！呵呵，云峥，你喊破喉咙也没用，今日谁都救不了你。皇上，您再不出来，他就要诛杀整个皇族了。闭嘴！皇上是你喊一声就能喊出来的吗？开什么玩笑！谁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刺杀朕？姜文周抬头望去，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，脸色瞬间变得如死人般惨白。皇上！姜文周双腿一软，跪倒在地，浑身战栗。姜家的家将仰头看着皇上，明镜司众人齐刷刷的跪下来，三呼万岁。富商们立马跟着下跪。皇上在此，还不快跪下！家将们慌成一团，全都跪下，拼命磕头。平西侯府姜文周率众围攻圣驾，意图刺杀圣上，狼子野心，其心可诛。这些都是人证。姜文周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上，臣不知道您在千真阁，若是知道，打死我也不敢过来。我本意是教训水性杨花的骑士云峥他。所有人都看到姜二带着家将围攻他所在的千真阁，若不能杀鸡儆猴，后患无穷。来人，统统拿下！反抗者杀无赦！姜文周打入天牢。姜文周拼命磕头，额头都磕破了，血渗了出来。皇上，臣是一时糊涂，请您看在我祖先的份上，饶了我这一次吧。金云，你说要不要饶了他？姜文周立马冲他磕头，一边磕一边求饶。云峥，我错了，我是受人挑唆才犯糊涂，以后不敢了。我父母若有个3长2短，我要你全家死无葬身之地。皇上，请您救救我父母。古语，你带一队人马前往云府救人。是，别怕，姜文周是拿你们父母当人质，不会下狠手。云峥，他们不会有事的，顶多受点惊吓啊！刀起刀落，一道血光闪过，姜文周的右脸多了一道伤口。云峥拎着沾满猩红血迹的匕首，神色冷厉的可怕。家人是我的逆鳞，谁动这就是下场。我是你的夫君，你这是以下犯上，欺杀夫是死罪。你一个卑鄙无耻又无能的废物，也配当我的夫君？皇上，若不能和离，请允许我丧偶。金云，不许胡闹。我和他之间只能活一个，您选吧。听到这话，
皇上不禁头痛欲裂。云峥有大用，绝对不能死。至于姜文周，他是姜家人，不能死在皇室中人手里。何离不行，坏了规矩，他也不能打自己的脸。丧偶不能开这个头，否则后患无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权衡半天的皇上终于发话：锦云香主秉性真淑，聪慧敏达，虽处归尾，心系家国，有功于社稷，实堪嘉许，特封为锦云郡主，赐郡主府一座，钦此。在两人之间，他选择了安抚云峥，云峥却不是很满意，他要的是和离，或者是丧偶，但他知道这是皇上的底线了。看着姜文周，他眼中闪过一丝冷意，此次他犯的错太大了，平西侯府都不住。皇上，若姜家满门抄斩，不能株连我可不想为这种丧门星陪葬。谢皇上开恩，臣女一定好好干，报答皇恩。皇上，这不合规矩。他疯狂想拉云峥下水，云峥想要好好活着，就必须想办法将他捞出来。可惜皇上不给他这个机会，令明镜司查抄平西侯府，将姜家一干人等打入天牢，3司会审。皇上，开国皇帝答应过先祖，不会削了平西侯的爵位，皇室的手上也不会沾姜家人的血。抄家而已，又不是削爵，只要留一口气，没死就不算为事。姜文周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这场闹剧就此结束。皇上被扫了兴致，跟在场的富商们说了几句勉励的话，就准备离开。他离开前留下一句话：一切都由锦云郡主做主。下半场拍卖会，云峥有些心不在焉，让手下掌柜去主持，户部尚书镇场子。场上热闹非凡，包厢内云峥眉头紧皱，趴在窗边不停地看向街头。我已经飞鸽传书，让最近的城防军赶去救援。势力无恙，他没有走，留了下来。云峥回过头：王爷，谢谢您。以后别太倔，那位不是好脾气的主。脾气再不好，对着银子也得低头。只要我不通敌叛国，他会一直包容下去的。就不怕玩过头吗？我是女子，是烈士，也是幼士。皇上轻视天下女子，他不会为一个女子挑战祖制和礼法，但也不会防范一个女子，这就给了我机会。其实你已经撕开了一个口子，皇上终究是破了例。云峥沉默不语，忽然想起一事。姜文周今日忽然发疯，得到的还是假情报，好奇怪啊！厉无恙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四目相对，气氛微妙。就在此时，敲门声响起。主子，云家有消息了。主子，赶过去的兄弟及时救下了云家人，他们正在赶来的路上。他们没受伤吧？没有，只是受到了惊吓。那些人攻进了大门，但在正院门口被挡了下来。半个时辰后，云家夫妻就被送到千真阁。爹娘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都没事。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姐姐，我爷爷可厉害了，用软筋伞把那些坏人放倒了，没让他们进院子。这次幸亏有安大夫护着我们，才撑到官府来人。家里损失大吗？房子花草都有所损毁，但命保住了。都记录下来，这一笔账得讨回来。还是算了吧，民不跟官斗，斗不过啊。您看这是什么？谁写的？这是皇上御笔，文武百官都认得他的字，以后没人敢冒犯。皇上隆恩，云家上下感激涕零。9000岁，我的郡主府能建在您隔壁吗？不行，一条街只有一座瑞王府，没有别的宅院，也没有空地。不过2条街外有一座前朝公主府，一直空着，没有赏下去。你可以去跟户部尚书要来，这些事情都是归户部管。规格超了吧？没事，改一改就行。什么郡主府？皇上封我为锦云郡主了，原我开府另居。谢天谢地，总算不用跟那一窝牛鬼蛇神住在一起，不用担心被暗算了。对了，父亲，皇上封您为织造司员外郎，等下了圣旨，您就要去上任，提前做好准备吧。真的吗？但是我没有当官的经验，不知道怎么做。没事，慢慢学呗。要是有人敢给您穿小鞋，您别怕，您有我这个郡主女儿呢，而我有9000岁，我们都是有靠山的人。大家都笑了，厉无恙不动声色地瞥了云峥一眼，还是笑好看。平西侯府客院，叶一真病恹恹地坐在窗边，丫鬟拖着托盘走过来：“主子，您吃点东西吧。”叶一真看了一眼托盘，是一碗白米粥，2碟小菜。整天吃这些，我都吃腻了。等二公子拿下那个贱人，逼他签下转让契书，云家的家产就归了二公子。以后您喝一碗血燕窝，扔一碗都行。小姐，千真阁里有很多价值连城的宝贝，改日我们去挑一些回来。那明日我们先去宝翠阁拿首饰，再去千真阁挑宝贝。就在此时，外面传来一声巨响。怎么回事？明镜司的人来了。一群明镜司的人气势汹汹闯了进来。这群煞星怎么又来了？立春大人，你们怎么又来了？立春上次来侯府是来接收云峥的嫁妆，
当时从叶宜真手里硬生生地抢走了珍珠凤冠，让他心疼坏了。奉皇上之命，查抄平西侯府，所有人不许动，若有违令者，杀无赦。是不是搞错了？好端端的怎么查抄我们平西侯府？不知我们到底犯了什么大罪？装什么装？姜文州带几百家将围攻圣驾，刺杀皇上，罪不可赦。不可能！我夫君是去千真阁捉拿不守妇道的云峥。他围攻千真阁时，皇上就在楼上包厢。光天化日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无数人见证了那一刻。皇上下旨，将家一众人等全部打入天牢，三司会审。云峥呢，也打入天牢了。锦云郡主于国有功，特赏赐一座郡主府，许他开府令居。叶宜真当场就大受刺激，眼睛翻白，晕了过去。搜，仔细的搜，每一寸都不能放过。立春亲自带着人仔仔细细的搜了几遍，但一无所获。翻遍平西侯府每一寸地，都没有搜到那东西。看来那东西在平西侯身上，希望立秋那边好运吧。天牢，叶宜真被推着跌跌撞撞的往前走，光线昏暗，味道难闻，耳边时不时的响起惨叫声，吓得他双腿发软，走不动路。狱卒将他推进一间牢房，他不小心摔在地上。角落里响起一个惊喜的声音：真真，是你吗？是我，夫君。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叶宜真迫不及待地抬起头。鬼啊！姜文州头发散乱，脸上一道触目惊心的疤痕，肿胀不堪，像是恶鬼。别怕，是我。你的脸怎么会这样？别怕，会好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你确定吗？侯府有什么保命的办法？皇上不会杀乡家人的。另一边，离京畿地区3日路程的桃花镇也迎来了一场抓捕。这几日镇上城府极为热闹，宾客如云，亲戚朋友来来往往，热闹得不得了。程老夫人笑容满面地看着女婿平西侯被一众人簇拥着，心中别提有多得意了。文云这孩子我越看越喜欢，跟他表哥是天生的一对，我看不如亲上加亲。娘，不是我不答应，是侯爷对文允的婚事早就有了安排。能有什么安排？你是不是看不起你娘家？这怎么可能？我跟您说，您别说出去，文云这孩子样样出众，深得后宫娘娘的欢心。你是说咱家要出一个皇子妃？程老夫人心中欢喜，若外孙女成了皇子妃，那程家就能沾光。听元儿说，你新入门的儿媳妇性情不好，搅得家里鸡犬不宁，你也太心慈手软，该下手时就下手，这药你拿去用吧。重要的人会缠绵病榻，苟延残喘，生不如死。谢母亲。就在此时，外面传来一阵喧哗，打断了大家的兴致。不好了，明镜司前来抓人了。这话一出，全场吓坏了，宾客们纷纷逃窜。侯夫人赶紧将一双儿女护在身后，一群明镜司冲进来，为首的男人正是立秋。立秋大人，您这是？奉旨将平西侯府一众人缉拿归案。本侯犯了什么罪？你的好儿子带着家将袭击圣驾，皇上大怒，下令查抄平西侯府，将姜家所有人打入天牢。孽子，猪脑子！搜声一个个的搜，胆敢反抗者杀。没人敢反抗，都任由明镜司处置，一个个的轮流搜身。半晌后，没有，府中没有，郊外的农庄也没有，平西侯身上也没有，到底藏在哪里？平西侯一家被抓捕回京城，当天就三司会审，午门外、刑部、大理寺和督察院的三司会审，吸引了文武百官和百姓们的围观。皇上也亲临现场监督，声势浩大。来人，把牢里的一众犯人带上来。勋贵们相视一眼，交换了一个眼神。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，力保姜文州和叶宜真这对夫妻像被死狗般拖上来，两人浑身恶臭，狼狈不堪。文州，你的脸怎么了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是云峥，是他毁了我的脸。云峥也来了，就站在角落里，9000岁的轮椅旁边。叶宜真看到了他，自惭形秽，下意识的别开脸。侯夫人也看到了。贱人，你这个丧门星，是你害了我们全家，你怎么不去死？姜文州，你于5日前在千真阁门前围攻圣驾，刺杀皇上，可认罪？皇上恕罪，我当时不知道您在千真阁，不知者不罪。就问你有没有围攻圣驾？回答。有。皇上，我自知罪孽深重，但这一切的起因是云峥，他不守妇道，水性杨花。我是去千真阁捉拿他，不知情的情况下才冲撞了圣驾。定远将军站了出来，冲皇上行了一礼。皇上，这是事出有因，是一场误会，还请皇上开恩。皇上，
说到底，这是小儿女的爱恨情仇，闹这么大有损大家的体面，不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他们极力抹平此事，力保平西侯府，他们都是勋贵集团，利益早就绑定。其他人也纷纷出来声援。皇上，平西侯府世代忠良，绝无反叛之心，这一点我敢担保。皇上，我也替平西侯府担保，他们心中有忠义，不可能造反，还请皇上网开一面。皇上，请开恩啊！他们保的是平西侯府吗？不，他们保的是自己的未来。万一将来自家出事，其他人也会齐心协力出手。勋贵们气势十足，皇上的脸色更难看了。现场一片寂静，忽然厉无恙清冷的声音响起：照你们这么说，皇上出事了也得自认倒霉，谁让勋贵集团一手遮天，力压皇权呢？9000岁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觉得江二公子有点冤。对，本是家务事，却不小心闹大了，这算无意之失，不能怪罪他。龚宇，去把定远将军不小心杀了，这是无意之失，勋贵们不会怪你的，会恕你无罪。古语立马抽出长剑，一步步逼向定远将军，没人敢阻拦，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长剑抵在定远将军的脖子上，浑身战栗。不，姜文州有罪，他罪大恶极，该处极刑。这话一出，长剑收了回去，不是他怂，而是9000岁真的会下手，他死了也是白死。谁还想试试？勋贵们面面相觑，事实就是是。忽然叶怡真猛地站起来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云峥，所谓夫妻一体，荣辱与共，我恳请皇上，请一并治罪。皇上，我不敢为自己辩解，只求让云峥一并治罪。皇上，我儿做出这样的事情，我要负一部分责任，错在当初眼瞎选错了儿媳妇，如今尝到了恶果。云峥也是江家人，是我们的嫂嫂，她凭什么能置身事外？对，云峥必须跟我们江家同生死。公话呢？云峥是我平西侯府3媒6聘迎娶进门的儿媳妇，查抄问罪，她无法置身事外，请一并治罪。要么一起治罪，要么一起免罪。江家全家齐心协力，想将云峥拖下水。全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云峥，大家以为会看到一个惊慌失措的女子，却没想到云峥气定神闲，微微一笑：一群唯利是图、自私良薄、寡廉鲜耻的小人，我耻于跟你们为伍。云氏，你身为人妇，整天抛头露面，水性杨花，让江家蒙羞，害得我儿一时冲动。不是一时冲动，是蓄意已久。明知我是奉皇上之命主持拍卖会事宜，却故意带家将围攻，居心叵测。这一场拍卖会是无数官吏辛苦多日筹备的，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，关系到国库的充盈，关系到边关将士的福祉，也关系到百姓下半年的营生。而姜文州，你为了一己私利，蓄意毁掉拍卖会。他把自己放在了这些人的对立面，引起了公愤，也惹怒了皇上。你身为侯府公子，受天下百姓供养，却没有国家大义，目无君王，不顾百姓的死活，你不忠、不仁、不义，罔顾皇恩。他将姜文州狠狠踩在脚底下，也让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。哼，云峥，你别转移话题。到底是谁在转移话题？皇上，云氏是江家人，没道理江家全家都获罪，他能逃脱罪行。要治罪，那就一起，那才公平。锦云郡主于国有功，朕特赦他无罪。皇上，锦云郡主立了大功，应该施恩于他的夫家，而不是他个人。敬平侯说的对，他生是江家人，死是江家的鬼，他立了功就等于江家立了功，可以借此特赦江家。锦云郡主，你怎么说？根据礼法，拜了天地和高堂，才算是夫妻。平西侯府骗婚成亲当日，是姜文州和我家丫鬟拜的堂，而我至今为止没有跟任何人拜堂成亲。你胡搅蛮缠，满嘴谎言！闭嘴！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人见证那一场肩挑两房的婚礼。礼部侍郎秦大人，您在场，请说句话吧。这是当时是郡主的丫头抱着母鸡跟江二公子拜的堂。户部侍郎季大人，你也在场，请您做个证。当时江二公子先是跟长嫂叶一贞拜堂成亲，轮到郡主时，江二公子死活不肯拜堂，主动提出让小厮抱着公鸡跟锦云郡主拜堂成亲。这一建议被郡主严词拒绝，并当场提出解除婚约。江家死活不肯，郡主迫不得已才让丫鬟抱着母鸡拜的堂。这话一出，现场一片嗡嗡作响声，指指点点，骂得很难听。他人好好的，就在现场，却让小厮抱着公鸡拜堂，分明是恶心人。跟长嫂拜堂乐意得很，轮到郡主是不愿意了。你品，你细品。这对狗男女早就有一腿了吧？但为了银子忍辱负重求娶郡主，却在成亲当日故意遮辱人家，这人怎么这么坏？狗男人，仗势欺人，既要又要，恶心。结亲是结两性之好，他这是骗婚啊！岂止是骗婚，是杀人夺产。锦云郡主太可怜了，遇到这么狼心狗肺的东西。
去抓人分明是蓄意的，还故意败坏人家的名声。他分明想谋财害命，还想留一个美名。江家人的脸色发白，又惊又怒。厉无恙深深地看着云峥，先是立善良完美的受害人形象，又借别人的口说出江家的恶行，勾起百姓们对江家和渣男的厌恶，舆论倒向了他。那又如何？不管公鸡还是母鸡，都代表我们两人拜堂成亲已成事实。他咬死了这一点，死咬着云峥不放。云峥想要脱身，那就必须把他们江家捞出来，为他脱罪。照你这么说，随便找个人抱着公鸡母鸡拜堂就是成亲了。那行，我成全你们。来人，把公鸡母鸡抱上来。一个小厮抱着公鸡，一个丫鬟抱着母鸡上来了，两人都穿着喜庆的红衣。大家好奇不已，这是要干什么？你代表平西侯夫人，你代表街上那个独眼乞丐，来拜堂成亲吧。云峥亲自主持，一拜天地，两个下人齐刷刷的拜天地。侯夫人看到这一幕，彻底破防了。住手，不许乱来！云峥听而不闻。二拜高堂。够了，云峥，你不要发疯了。夫妻对拜，礼成。云峥，你这个疯子，谁允许你这么做的？我不认。侯夫人，大乞丐娘子，你好啊！侯爷，恭喜你，又多了一个兄弟。你放心，你永远是大房，是正室，没人能威胁你的地位。他们平西侯成了一个大笑话，围观的群众议论纷纷。他说的没错啊，哪家好人是抱着公鸡母鸡成亲的？哪个正常人会承认这桩婚事？反正我不认。这婚事一开始就是平西侯府仗势欺人，不作数的。云峥用一点手段，轻轻松松就将舆论翻转过来，把自己的委屈、平西侯府的丑陋嘴脸都曝光在公众面前。我们两家有婚书为证，有婚书就是夫妻，你就别想独善其身。云峥全然不惧，语气清冷克制，条理清楚。根据礼法，成亲后要去祠堂祭拜祖先，在族谱上写上新妇的名字，才算是真正的侯门媳妇。而我没有拜过江家的祖先，江家的族谱上没有我的名字，所以我怎么能算江家的媳妇呢？云峥，你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后路，你是故意不去祠堂祭拜祖先？你们平西侯府多傲气啊！姜文州，你说浑身铜锈的商贾之女也配上侯府族谱，而你说我不过是你平西侯府百年富贵的垫脚石，我都记着呢，一笔一笔都记下来了。我只是在考验你，只要通过了，你就能上族谱。你怎么这么小气气丑，一点都没有容人之量？你应该好好表现，让我们江家上下认可你。这话一出，就被百姓们大声怒骂，无耻，不要脸。厉无恙淡淡瞥了皇上一眼，不动声色地弹了弹手指，一名侍卫悄无声息地退了下去。我至今是清白之身，跟姜文忠没有夫妻之实，我不承认是他的妻子，他也不是我的夫君。请在场所有人为我做个见证，不有割袍断义，今有断发明志。从今日起，我跟姜文忠一刀两断，不再有任何瓜葛，天涯陌路，后会无期。刀起刀落，一把断发飘落在地，姜文州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这等于当众打他的脸，形同于宣告休夫。一道怒吼声从人群里响起：皇上，江家无情无义，江二公子狼心狗肺，您就做主判他们合离，还君主自由吧。皇上，郡主太可怜了，不该为一个恶毒的男人葬送一生的幸福，请让他们解除婚约吧。无数百姓齐齐喊了起来，山呼海啸。云峥呆了呆，这不是他的安排啊。厉无恙不动声色地瞥了他一眼，嘴角轻轻上扬。皇上，此事不可行，夫家落难，女子立马脱身而去，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，否则人人效仿，将永无宁日。你这是模糊焦点。锦云郡主这事是特例，是江家骗婚，既没有拜堂，又没有上族谱，他割发明志，跟江家公开决裂，为什么不能解除婚约？这御史跟云峥有过节，又受勋贵的授意，死咬着云峥不放。什么解除婚约？分明是合离。我记得当年离家惜才案时，皇上曾经说过，本朝不能合离，只能上楼。你的意思是让姜文州去死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别胡乱栽赃。锦云郡主签下婚书的那一刻起，就是江家人。李御史，你还想分钱吗？我不是为五斗米折腰的人。锦云郡主，多谢您。昨日我刚在京城买上一座小院子，虽然小，位置偏，但靠我的俸禄，这辈子都买不起。嘿嘿，我也买了，奋斗了20年，最终多亏郡主的成全，多谢。李御史眼珠乱转，心动不已。谁都知道锦云郡主有点石成金的能力，他的手里随便露点出来，就够他们吃的。谁还有异议？我有，我觉得这是。敬平侯，你养在草帽巷的女人是犯官之后，好大的胆子！一句话让敬平侯脸色大变，成功闭嘴。其他勋贵面面相觑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就是没人敢站出来。平西侯面如死灰，姜文州心焦如焚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特恩准。皇上，云峥若是能合离，
我也要和离，您可不能区别对待。皇上，凡事都要公平公正，才能赢得民心。我也是被骗的，本来说好让我当江二公子的正室，结果他们为了银子转头求娶云峥。一开始我的婚书上写的也是江二公子的名字，成亲当日被逼着改成了江大公子的名字，我受尽了委屈啊。他也学云峥开始点名。秦大人，您也在现场，此事属实吗？属实。叶宜真又看向户部侍郎季大人，也请您做个证。季大人对他的印象极差，成亲当日跟姜文周联手挤兑云峥，还历历在目。你就住在侯府，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能不知情？可你还是选择了配合侯府移花接木，瞒天过海。您可有证据？季大人沉默了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有证据？叶宜真眼眶一红，2颗豆大的眼泪滚落下来。我只是寄住在侯府的孤女，凡事要看侯府的眼色，平时二门不出，就待在自己的小院子里，怎么可能知道这样的大事？皇上，请也允许我和离。平西侯府不行了，他可不想给他们陪葬，这半路杀出来的搅局者，让皇上为难了。皇上，叶宜真不遵皇后懿旨，还伙同姜文周抢夺锦云郡主的嫁妆。9000岁，你等王说话，你怎么敢插嘴？张嘴！侍卫立马上前2巴掌，打完还嫌弃地擦了擦手。姜文周围攻圣驾一事，叶宜真是同伙，证据确凿无误。你胡说，这是诬陷。皇上，这就是证据。皇上接过来一看，脸色骤变，别的都是小事，但围攻圣驾犯了皇上的大忌。这是叶氏贴身丫鬟的供词，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叶宜真事先知情，并一起协商围攻方案，还幻想着成功后去千真阁和宝翠阁掠夺奇珍异宝，占为己有。皇上，这不是真的，是9000岁偏袒云峥，因为云峥是他的人。胆敢挑衅本王，是谁给你的底气？是夜夜溜进你香闺的黑衣人吗？他怎么会知道黑衣人？你胡说！你应该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的脸色。哇，你慌了呀？叶宜真面色惨白，浑身发抖。不是的，皇上。不思悔改，罚你。话没说完，只听一道女声猛地响起：“皇上，手下留情。”几个侍卫护着一个气质高贵的妇人走过来，妇人神色焦急。二皇姐，您怎么来了？这是谁？皇上的二姐永安公主，昔日为了稳住边境局势，下嫁给镇南王。8年后，镇南王忽然暴毙，无子出国。镇南王叶家世代镇守黔南，没有直系子孙后，就在吴镇南王府，朝廷派官员接手黔南地区后，迎永安公主还朝，加封为长公主。永安长公主对大齐有贡献，难怪皇上对她颇为尊重。她跟皇上一起长大，从小对皇上很是照顾，两人感情颇深。当年南诏国跟大齐黔南边境发生摩擦，镇守黔南的叶家态度暧昧，先皇打算在诸公主中挑选一个人嫁过去。当时公主们都不愿远嫁边疆，局势又那么乱，最后是永安公主站了出来，愿意嫁往黔南，唯一的要求是让当时的4皇子，也就是当今陛下上朝参与政事，就是说为皇上夺嫡立下了汗马功劳。镇南王因何暴毙？厉无恙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意味不明。云峥抿了抿嘴，懂了。你好像对他没有什么感情。他出嫁时我刚出生，他回朝后在京郊金山见了一个女官，常年住在关中，不过问世事，但过年过节会露面，皇上也给予他最大的体面。是个聪明人，既避开了皇上的猜忌，又不受拘束，体面也有了。只要不造反，一辈子的尊荣不会少。两人说话之间，永安长公主已经跟皇上寒暄完。皇上，我此来是有要紧事。何事？永安长公主的视线在平西侯府诸人脸上划过，随后定格在叶宜真脸上，看了很久，不知在寻找着什么。你是叶宜真？是，见过长公主。你是不是有一块金锁片，上面刻着岁岁平安？叶宜真取下脖子的金锁片。是这块吗？永安长公主拿在手里仔细打量，眼眶渐渐红了。对，就是这块。没想到有生之年，我还能见到这块金锁片。长公主，这块金锁片怎么了？你这里是不是有一块梅花状的胎记？您怎么知道的？永安长公主再也忍不住，一把拉过他，飞快撩起衣袖，一个梅花胎记映入众人的眼帘。我有种很不好的预感。银蛇出洞，终于冒头了。岁岁，我的孩子，我是你亲娘啊！怎么可能？我有父母的，您一定是弄错了。不会弄错，你就是我的女儿。二皇姐，这事关系重大，还得仔细查证。我怎么可能认不出自己的女儿？当年我生孩子时被人暗算，难产了，千辛万苦生下一个死婴，可是前不久才发现，我当年生下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孩子，我的孩子被人调包了，而这个孩子就是叶宜真。孩子，我真的是你娘，你那对父母是收养你的人。娘，这些年我好苦，我被欺负的好惨啊。没事了，以后都是好日子，有娘在，谁都休想欺负你。母女相认，抱头痛哭，
场面很是感人。云峥看着这一幕，早就知道叶一真身世不一般，但没想到是永安长公主和镇南王的女儿。镇南王府还有人吗？明面上没有了，暗地里不好说。秦桧还有几个好友和死忠呢？镇南王府自然也有亲信心腹。好巧啊，镇南王姓叶，收留叶一真的人家也姓叶，无巧不成书。就不怕叶氏翻身后打击报复吗？怕啥？我有你呀！平西侯府诸人欣喜若狂，叶一真可是平西侯府的儿媳妇。永安长公主哭够了，抹了抹眼泪。皇上，我此生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还请您开恩赦免她。他证据确凿。叶一真张嘴要否认，却被永安长公主一把按住。她年幼无知，没有父母管教，又被有心之人挑唆，才做错事情。请皇上念在我们姐弟的情分上，饶了她这一次。她毕竟是您的亲外甥女啊，请法外开恩。皇上，求您了。皇上看着神色各异的文武百官，又看了看默默流泪的百姓，忘了，就看在二皇姐的份上，饶了她这一回。谢皇上，宜真还不快给舅舅磕头。谢皇帝舅舅开恩。以后安分守己，不要再闹出丑事，否则朕也保不了你。是，皇帝舅舅。站到一边去，朕要处理正事了。叶一真麻溜地跑到一边，皇上看着狼狈的一家子。平西侯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皇上，请看在叶氏的份上，饶了我们吧。真真，你快帮我们求求情，快啊！皇帝舅舅，这真的是一个误会。你确定要帮平西侯府求情吗？皇上，二皇姐，你先别说话。叶一真，你继续。皇上，不管如何，我都是平西侯府的长媳，是姜文州的妻子，他们还对我有养育之恩，于情于理，我都希望他们好好的，还请往往一面。他尽力展现温婉善良的一面，也不能让平西侯府恨上了他，疯狂反扑，将他拉下水。朕给你2个选择，一是跟他们同生共死，二是解除婚约，跟姜家一刀两断。你的身份有变，祖上3代都不对，婚书就不作数。叶一真头皮一阵发麻，他看向长公主，长公主冲他微微摇头，他又看向平西侯府的人，他们都一脸的哀求。皇帝舅舅，您就不能赦免他们吗？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犯错就要受罚，这就是规矩，也给所有人一个警醒，敢对皇家出手都没有好下场。选吧，朕数到3。他报数太快了，叶一真来不及细想。我选2。真真，我只有离开了，才有能力帮助侯府，帮着打点。姜文州想想也有道理，心气稍平。既然做出了选择，那朕就特许你解除婚。皇上，我不同意。锦云，你凑什么热闹？要么一起解除婚约，要么他就作为同伙，陪平西侯府共沉沦。云峥，这没有你说话的地方。哟，抖起来了，好一个小人得志！你不会以为曾经做过的事一笔勾销了吧？皇上，您这么轻易放过他，就不怕他再来一次筹划围攻圣驾？他有经验呀。云峥，他急了，心虚了。皇上，我为国家做过贡献，为国库和边关将士出过力，而叶一真寸功未立，还参与了筹划围攻圣驾。您若只让他解除婚约，我会寒心的，大家都会寒心的。以后大家都学起来，只要围攻圣驾就能得到皇上的偏爱呢。皇上，话糙理不糙，莫让有功之人寒心，也莫让叶新家跃跃欲试。皇上也知道这个道理，但心里气不过，他不要面子的吗？锦云，你若再立一功，朕就许你跟姜文州解除婚约，从此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关。我检举姜文州，算立功吗？不算，你的功绩要得到6部尚书一致承认才算。行，就这么说定了。皇帝舅舅，我呢？你也一样，我也要立功，得到6部尚书一致承认，这怎么可能完成？锦云能行，你就不行。你哪里比他差？是比他蠢吗？还是能力不如他？这可把叶一真打击得够呛，他最恨被云峥比下去了。云峥抬起头，却撞进一双冰冷的眼睛，是永安长公主。他连3皇子都敢骂，一个过气的长公主又有什么可怕的？另一边，皇上看向跪了一地的平西侯诸人，他转头又看向3司主事者。3位爱卿，这案子按律该怎么判？姜文州虽然事先不知圣驾行踪，但围攻圣驾是事实，依律当斩，诛其3族。皇上，请念在先祖的份上，网开一面，饶了我们吧。看在先祖的份上，朕不杀姜家人，就将姜家全族流放至宁国塔，欲赦不赦。特许世子姜文云留在京中，等待继承爵位。平西侯诸人瘫软在地，惊恐万状。宁国塔苦寒之地又有瘴气，几乎没有人能活着生还。平西侯看着皇上冷漠的脸，深吸一口气，下定了某种决心。皇上，臣愿用丹书铁券换全家老小的平安。东西呢？藏在姜家祖坟。难怪翻遍各处都找不到，谁能想到会藏在那里？皇上亲自点了身边最信任的大太监去取丹书铁券。姜家祖坟就在京郊，策马奔腾赶过去，很快就取来了一个盒子。皇上，您看看。打开，
何也？这平西侯亲自拆开这个盒子，捣鼓了一下，盒子开了，一块金色的牌子躺在里面，似铁非铁，这是平西侯府世代相传的保命符，却断在了他这一代。皇上接过来看了2眼，一入手，熟悉的质感跟宫中秘藏的丹书铁券一模一样。太祖和第1代平西侯约定，丹书铁券保江家1次，朕按照约定，特赦免江家全族。罪魁祸首江文周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就去太仆寺的马厩当个马官吧。堂堂侯门之子沦落成低贱的马奴，这简直是生不如死，奇耻大辱啊！江文周还得恭恭敬敬谢恩，不敢露出半点怨恨。公审结束，江家人都离开了，百姓们纷纷散去，文武百官也散了。皇上，容臣女先行告退。去吧。他刚准备离开，叶宜真忽然直直地走过来，拦住他的去路。谁知叶宜真兴高采烈地走向厉无恙。9000岁，没想到您也是我的舅舅，我好高兴呀！就不怪您屡次帮着外人欺负我的事了。这是宣告主权，这是他的亲舅舅。云峥算什么东西，区区一个外人而已。九皇帝，你欺负宜真了。娘，不能怪舅舅，他是被云峥蒙蔽了，才会对我有所误会。他将矛头对准了云峥，摆明了要对付他。来人，给我掌嘴！云峥立马躲到厉无恙的身后，把他抓出来。他的侍卫刚举起胳膊，就听到一声清脆的巴掌声。舅舅，您又让手下打我，为什么？叶宜真的脸肿了，鲜红的五指印浮现，满眼的不敢置信。之前对他没有好脸色，他能理解，毕竟人家是高高在上的9000岁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他是他的亲舅舅。什么下贱的东西，也配叫我舅舅？你伙同江文周围攻盛夏，真以为能一笔抹去？皇兄，您大度，能宽恕一个居心叵测的贱人，我可不会原谅一个试图伤害您的人，一次不忠，百次不容。那是误会。你这点手段骗江文周那种蠢货够用，但在本王面前别耍什么手段。你那点见不得光的小心思，本王一清二楚。娘，九皇帝，你怎么这么对宜真？我知道不能怪你，这全是云峥挑唆的，我把这一切都记在云峥的头上。二皇姐，欺软怕硬算什么？有本事找本王单挑，你敢吗？皇上，您把九皇帝惯成什么样了？还是好好管管吧。我亲娘还没有死呢，怎么也轮不到二皇姐管教我。二皇姐有这个空，不如好好管教你这个上不了台面、小娘养的女儿吧。云峥惊呆了，没想到9000岁私底下的攻击力这么强，皇上却很平静，好像这是习以为常的事。舅舅，你就算不喜欢我，也不能为了一个外人伤害我啊！我们才是血脉相连的亲人。谁会喜欢一个成了亲，还对本王投怀送抱、蓄意勾引本王的外甥女？别叫我舅舅，我嫌恶心。王爷，人家好歹是女子，还是有夫之妇，您就为她保留一点颜面吧。我想大次他不是故意的，就是身娇体弱，没站稳，不小心摔进你怀里，最后一刻你也避开了，别再耿耿于怀了。他不说还好，说了更坐实了对叶宜真的指控。假的，皇帝舅舅，以后别叫朕舅舅，丢人现眼。我当时是受了惊吓，是真的吓坏了。我身边还有夫君，我怎么可能当着他的面故意勾引王爷？对，你说的对极了。你夫君也体弱，离你那么近都没有扑向他，反而是坐轮椅的王爷离那么远，你还能精准的摔进他怀里。勾引本王的女人见多了，本王提前预判了她轻浮举止，提前一步避开了。我没有，皇上，您要信我，他们俩联手陷害我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本王花心思陷害？行了，你以后没事别往瑞亲王面前凑，瓜田李下，要懂得避嫌。皇兄，您也要小心点，免得中了招，毁了一世清明。这话的杀伤力太大了，直接堵死了叶宜真跟皇上培养感情的后路。就算至亲，也是需要靠多接触来维系感情的。皇上心里一惊，看叶宜真的眼神都变了，不会也想对他投怀送抱吧？想想那场景，他整个人都不舒服了。以后没事别出现在朕面前。二皇姐，你确定这是你和朕南王的女儿吗？水性杨花，管连贤齿这一点不知是随了谁。永安长公主猛地一惊，心跳骤然加快。深夜，皇上把玩着2块一模一样的丹书铁券，神色莫名。大半，你说最后一块丹书铁券到底在哪里？老奴不清楚。镇南王的女儿叶宜真一出生就流落民间，镇南王一去世，丹书铁券也随之消失不见。这一切太巧了，当年镇南王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二皇姐，你在其中又扮演什么角色？丹书铁券真的没在你手里？皇上，时辰不早了，您该歇息了。他将丹书铁券收起，走到墙壁前，将一幅画移到一边，轻轻按下去，一个密室出现了。他走了进去，桌上放着一个小型的沙盘，做的精妙绝伦，山川河流栩栩如生。他将赐给军师的那块丹书铁券放在标注1的位置，另一块放在标注3的位置，只有2的位置空着，缺的正是镇南王府那块，就差1块了。全家人走进侯府，
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到了，如蝗虫过境，空空荡荡的，只留下一个空壳子，桌椅摆件都没有了。看着连花草树木都被挖空的院子，大家沉默了。娘，我好饿，想吃饭。夫君没银子买米，晚上吃什么？我去借一笔钱回来周转。都怪云峥，他为什么不能老实的上交嫁妆？为什么不能乖乖为夫家奉献一切？他回娘家吃香的喝辣的，还被封为郡主，却害得我们这么落魄，我绝不会放过他的。傍晚，姜文舟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府中，大家的视线落在他身后。叶怡真人呢？怎么没回来？她是我们姜家的儿媳妇，怎么能在外面过夜？她跟永安长公主回去了，他们刚相认，自然有说不完的话。父亲、母亲，你们放心吧，真真对我情深意重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她都不会离开我的。父亲，我一定会重振家业，让平西侯府又一次站在权力的巅峰。你跟我去书房。云府，云峥一搬回自己的院子，看着保持原样的卧室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。又是新的一天，云峥梳洗完，神清气爽地站在院子里。紫嫣的武功很高，但他学的是杀人的武功，不适合云峥学。而程师傅是云峥的武师傅，专门教他骑术和射击，这两样是生存技能，他从小就开始学，但跟武功是两回事。大小姐，您金尊玉贵，那么多人保护您，何必自己吃那个苦？学武太辛苦了。我想学。上次遇险让他意识到自己太弱了，如今搬回家里条件允许了，就想学几招防身之术，能撑几个回合，等到别人救援就行。每天蹲半个时辰的马步，半个时辰的跑步，挥剑1000下。好。程师傅本以为他是一时心血来潮，坚持不了多久，但没想到他一丝不苟的照办，每日雷打不动的坚持，很辛苦，手都磨破了，但心是前所未有的踏实。他跑完步梳洗一下，赶往花厅陪父母一起吃早餐。爹娘，等会我们去看他新屋修的怎么样了？云峥从户部要到了那一座前朝公主府邸，但需要修整，已经派大管家带人过去修葺房屋。好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新屋被人强行占啊！爹娘，我过去一趟。我也去。我也去。一家人匆匆赶往新屋，一路上都在议论是谁这么不要脸。云峥心中猜到了几分，但没有说破。马车徐徐在大门口停下来，他抬头看向牌匾，好家伙，本来是锦云郡主府，已经改成了永安长公主府。身为长公主居然这么不要脸，堂而皇之的抢别人的东西。爹娘，你们就坐在马车内，不要下来，我来处理。他带着侍卫们大摇大摆地走过去，大门口中守着几个精壮的家丁，见到他们过来，立马大声喝道：这是永安长公主府邸，闲人莫入。我是锦云郡主，这是我的房子，你们马上离开。家丁们依旧态度强横，一口一声奉永安长公主之命。云峥懒得跟这些下人啰嗦，一挥手，侍卫们挥舞着武器上前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女子走了出来。哟，我当是谁呀？原来我的好弟妹啊！这地方是我的，你赶紧滚！你说是就是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皇上把这座宅子赐给我娘了，我娘就我这么一个女儿，她的东西就是我的。来人，把他们轰走！以下犯上，这是要造反吗？锦云郡主在此，还不快行礼！他是宫里出来的，身着宫中嬷嬷服，气势十足。家丁们不约而同的收手，不许给他行礼。还有你，叶氏，懂不懂规矩？皇后娘娘罚你抄了那么多遍礼戒，你是一点都没学到。李嬷嬷，你怎么敢跟我这么说话？我可是皇上的亲外甥女。你有爵位吗？有品级吗？什么都没有的白身，哪来的勇气跟我家郡主这么说话？这话如一道重重的巴掌打在叶一真脸上，又羞又气。三表哥，你快出来呀！有人欺负我，你快帮我出头。门后一道身影走出来，正是三皇子。三表哥，就是他欺负我。云峥，你就给怡真道个歉，他也不容易，怪可怜的，你就别为难他了。三表哥，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客气？让你的手下揍他啊！三皇子皱了皱眉头，这表妹确实不讨喜，但她背后站着永安长公主，她在父皇面前说得上话，得想办法拉拢。云峥性子强硬，非常不好惹啊，他两边都不想得罪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不如握手言和吧。三表哥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来人，谁打云峥一巴掌，赏一个金元宝。不等家丁们反应过来，云峥挥起胳膊，重重挥向叶一真，随后他飞快退到侍卫身边。云峥，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贱人。给我打，打死不论。两边打成一片，互不相让。就在众人打破脑袋时，一道轻喝声猛地响起，是永安长公主带着人赶过来了。永安长公主看着那个桀骜不驯的少女，眼中闪过一丝浓烈的厌恶。云峥，你跑来我家闹事，该当何罪？你的家自然是我的家。对了，还要谢你帮本宫修葺房子，这是赏钱，赏你了。
他随手扔出一个铜板，重重砸在地上，气氛一下子凝固，大有暴风雨欲来之势。谁知云峥忽然弯下腰捡起那3个铜板，抬眸深深地看了永安长公主一眼，随后他扭头就走。就这么走了，不符合他的性格啊。云峥也不过如此嘛。云家父母看着面无表情的女儿，想安慰，却不知该从何安慰。云峥忽然抬头，冲他们微微一笑，吩咐下去：去大理寺。大理寺门前放着一面大鼓，这就是鸣冤鼓。百姓无处申冤时，就来这里击鼓鸣冤。一旦鼓声响起，不管多难的案子，都要给一个答复。衙役在大门口值班，就在此时，就见一辆马车停下来。云峥径直走向大鼓起，拿起棒槌重重敲下去。大理寺清正惬意地喝着茶，猛地听到鼓声，顿时坐直身体，飞奔跑向外面。锦云郡主，您有什么事就递一份诉状，何必敲响鸣冤鼓？大人，我状告永安长公主侵占我的府邸，请大人为我讨回一个公道。锦云郡主，不如您跟永安长公主好好协商一下。我还要状告永安长公主之女叶宜真，一个没品没级的白参，居然敢对我一个正二品的郡主动手，目无君王，目无法纪，视王法为无物。大人，你怎么不说话？这案子我接了，来人，去宫中汇报此事，去传唤告永安长公主母女来大理寺。大理寺卿迟疑了一下，压低声音说道：去明镜司跑一趟。是，主子，大理寺来人了。永安长公主的目光落在管家身后的衙役身上。何事？奉大理寺卿之命，传唤永安长公主和叶宜真前往大理寺。开什么玩笑？区一个大理寺卿也敢这么对长公主？能别理他们。为何传唤我们？纪云郡主敲响鸣冤鼓，把你们2位告了，状告你们侵占他的府邸，还状告叶宜真目无君王，目无法纪，视王法为无物。他怎么敢的？他有什么不敢的？得罪了他，他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姑姑，您不了解他。你早就料到了。那倒没有，他行事向来不按牌理走，但他是死也要拖着敌人一起死的人。去告诉你家大人，就说这是无稽之谈，皇上亲赐给本宫的府邸，就算官司打到皇上面前也没用，本宫是不会去的。衙役很为难，但长公主态度强硬，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突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几个全副戎装的男人气势汹汹冲进来。三皇子一眼就认出来者的身份，明镜司的人来了。国语见过三皇子，见过长公主。你这是来干嘛？奉9000岁之命，请长公主和令爱移驾大理寺。我们若是不去呢？那他会亲自带人送2位过去，届时会发生什么事就不好说了。赶紧去吧，到时被五花大绑送过去就难看了。罢了，本宫就陪那个贱人玩玩，本宫倒要看看他能翻出什么风浪。切，能真的没事吗？你怕什么？皇上金口玉言，谁敢推翻？大理寺门口已经是人山人海，长公主推开人群走进去，一眼就看到坐在堂前的云峥。长公主眼眸一沉，大声怒喝：云峥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状告当朝长公主！